1984乔治·奥威尔第一部。4月的时候，天气很冷，但天气很晴朗。钟敲了13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躲避寒风，把脖子缩起来，很快地走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他的动作不够快，没能阻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门里。门厅里有一种熬白菜和就地席的味道。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它在室内悬挂着，看起来有点太大了。画的是一张很大的脸，它有1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45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脸部的线条很粗犷，但看起来很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他不用试电梯，即使是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很少开。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准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的。温斯顿住的楼层是7层，他39岁，右脚的脖子上患有静脉曲张，所以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在盯着他。这是属于这样一类画，不管你走到哪里，画里的眼神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在他住所里面，有一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和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是从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里传出来的，这构成了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还是听得清楚的。这个装置叫电幕，可以放低声音，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更凸显了他身体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因为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外面即使透过关上的玻璃窗，看起来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的地方向下凝视着。在对面的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儿——鹰舍。在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上面掠过，像一只绿头苍蝇似的徘徊了一会儿，又绕个弯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观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上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报告声、铁产量和第9个3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播放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他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动作。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设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1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单位真理部高耸在阴沉的市井之上，楼房高大，一片白色。这
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1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1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3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象。破败的19世纪的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像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300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3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3000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3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屋建了大屋。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4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4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他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真正叫人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友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进到他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他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夹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他已经使自己的脸部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的时候，最好是用这种表情。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像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1茶匙，硬着头皮像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意儿像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像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2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4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籍，大理石花纹的封面。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幕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一头的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幕前的位置，电幕就看不到他。
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40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他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想要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2元5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25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画。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震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1984年4月4日。他身子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1984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己的年龄是39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1944年或1945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1-2年，在当今的时事里是永远办不到的。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啊？为将来，为后代。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2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本子。电幕上现在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准备应付这一时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勇气以外还需要什么。实际写作会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无休止的、无穷尽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但是在目前，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痒了起来，使人难熬。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间滴答地过去，他只感到面前一页空白的纸张，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音乐的聒噪，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阵醉意。突然他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写的是些什么。他的纤小而有些孩子气的笔记在本子上弯弯曲曲地描画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一部很好，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要想游开去逃脱追他的直升机的镜头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沉，后来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首，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3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他的怀里，好像要钻进他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安慰着他，尽管他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他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仿佛他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伤他的身体似的。接着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20公斤的炸弹，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4分5裂，成为碎片。接着出现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越举越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间发出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他赶了出去。我想他不至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无产者说些什么，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绝不会。温斯顿停下了笔，一半是因为他感到手指痉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一泻千里地写出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来。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在写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思想中明确起来，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如果说这样一件模模糊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这件事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快到11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记录司，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放在大电幕的前面，准备举行2分钟仇恨。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有2个他只认识脸孔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个姑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由于他有时看到她双手沾油，拿着班钱，她大概是做机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说写作机器。她是个年约27岁，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围了一条猩红色的霞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围得不松不紧，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条。温斯顿头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为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他竭力在自己身上带上一种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总的来说是思想纯洁的味道。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察员。但是这个女人使他感到比别的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遇到时，他很快地斜视了她一眼，似乎看透了她的心。刹那间他充满了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想到这样的念头，他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错，这是很不可能的，但是只要他在近处，他仍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之感，这种感觉中掺杂着敌意，也掺杂着恐惧。另外一个人是个叫奥伯良的男人，他是核心党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一看到核心党员的黑色工作服走近时，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伯良是个体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
有着一张粗犷残忍、兴高采烈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态度却有一定迷人之处。他有一个小动作奇怪地使人感到可亲，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也很难说清楚，这奇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18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匣来待客。温斯顿大概在10多年来看到过奥伯良10多次，他感到对他特别有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伯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拳击师的体格的截然对比感到有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他心中暗自认为，也许甚至还不是认为，而仅仅是希望奥伯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使人无法抗拒地得出这一结论，而且表现在他脸上的甚至不是不正统，而干脆就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幕而单独与他在一起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想。说真的，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可能。现在，奥伯良瞥了一眼手表，看到已经快到11点了，显然决定留在基鲁斯，等2分钟仇恨结束。他在温斯顿那一排坐了下来，相隔2把椅子，中间坐的是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办公室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坐在他们背后一排。接着，屋子那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仿佛是台大机器没有油了一样。这种噪声使你牙关咬紧，毛发直竖。仇恨开始了。像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艾麦于埃尔·古尔德施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古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2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古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也许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温斯顿的横膈膜一阵紧缩，他看到古尔德施坦因的脸时，不由得感到说不出的滋味。各种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蓬松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是有些天生的可比。长长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像一头绵羊的脸，他的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古尔德施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其事，不讲道理，即使一个儿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又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别人要是没有你那么清醒的头脑，可能上当受骗。他在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用大字眼飞快地说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一种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化的词汇。说真的，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化词汇还要多。在他说话的当儿，唯恐有人会对古尔德施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的结实的士兵蜂拥而过电幕的表面，他们的亚细亚式的脸上没有表情，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
这些士兵们的军靴有节奏的踩踏声衬托着古尔德施坦因的嘶叫声。仇恨刚进行了30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殿幕上洋洋自得的仰脸，仰脸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威力，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此外，就凭古尔德施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想到他这个人，就自动地产生恐惧和愤怒。不论同欧亚国还是东亚国相比，他更经常的是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如果同这两国中的一国打仗，同另外一国一般总是保持和平的。但是奇怪的是，虽然人人仇恨和蔑视古尔德施坦因，虽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笑，让大家都看到这些理论是多么可怜的胡说八道。尽管这样，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间谍和破坏分子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他成了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的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他的名字据说叫兄弟团，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即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古尔德施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他时只说那本书。不过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到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办得到，都是尽量不提兄弟团或那本书的。仇恨到了第2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要想压倒电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声音。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闭，好像离了水的鱼一样，甚至奥伯良的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宽阔的胸膛胀了起来，不断地站立着，好像受到电流的袭击。温斯顿背后的黑头发姑娘开始大叫侏罗，侏罗，侏罗。他突然捡起一本厚厚的新华词典向电幕扔去，他击中了古尔德施坦因的鼻子，又弹了开去。他说话的声音仍旧不为所动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2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必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30秒钟，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像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好像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古尔德施坦因的，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候，他打从心眼里同情电幕上那个孤独的、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维护者。可是一会儿，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攻击古尔德施坦因的一切的话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敌、毫无畏惧的保护者，像块巨石一般耸立于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之前。而古尔德施坦因尽管孤立无援，尽管对于是否有他这个人的存在也有怀疑，却似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妖物，光凭他的谈话声音也能够把文明的结构破坏无疑。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觉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电幕上的脸孔转到了坐在他背后那个黑发女郎的身上，其变化之迅速，就像做噩梦醒来时猛地坐起来一样。一些栩栩如生的、美丽动人的幻觉在他的心中闪过。他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他揍死，又把他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穿身。在最后高潮中，他侮辱了他，割断了他的喉管，而且
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恨他。他恨他是因为他年轻漂亮，却没有性感；是因为他要同他睡觉，但永远不会达到目的；是因为他窈窕的纤腰似乎在招引你伸出胳膊去搂住他，但是却围着那条令人厌恶的猩红色绸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洁的象征。仇恨达到了最高潮，古尔德施坦因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且有一度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头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高大吓人，似乎在大踏步前进。他的轻机枪嘶叫似乎有夺目而出之势，吓得第一排上真的有些人从坐着的椅子中来不及站起来。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电幕上这个敌人已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这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幕。他的出现使大家放心地深深松了一口气。没有人听见老大哥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那种话一般都是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无法逐字逐句听清楚，但是说了却能恢复信心。接着老大哥的脸又隐去了，电幕上出现了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的党的3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还留在电幕上有好几秒钟，好像他在大家的视网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能马上消失似的。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扑在他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轻轻喊一声，好像我的救星。那样的话，向电幕伸出双臂，接着又双手捧面，很明显他是在做祷告。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 BB BB BB， 老大哥 Big Brother 2字的第一个字母。他们叫得很慢，在第一个 B 和第二个 B 之间停顿很久。这种深沉的声音令人奇怪的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他们这样大约喊了30秒钟。这种有节奏的叫喊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是常常会听到的。这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闹声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凉，在2分钟的仇恨中，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梦呓乱语，但是这种野兽般的 BB B B 的叫喊总使他充满了恐惧。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那么做是办不到的。掩饰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脸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1-2秒钟的时间里，他的眼睛里的神色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正好是在这一刹那，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原来在瞬息间，他同奥伯良忽然目光相遇。奥伯良这时已经站了起来，他摘下了眼镜，正要用他一贯的姿态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们2人的眼光相遇了。在这相遇时刻，温斯顿知道，是啊，他知道奥伯良心里想的同他自己一样。他们2人之间交换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信息，好像他们2人的心打了开来，个人的思想通过目光而流到了对方的心里。我同你一致，奥伯良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都知道，不过别害怕，我站在你的一边。但是领悟的神情一闪即逝，奥伯良的脸又像别人的脸一样莫测高深了。情况就是这样，他已经在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种事情是从来不会有后继的，唯一结果不过是在他的心中保持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有别人是党的敌人。也许说什么普遍存在着地下阴谋的谣言是确实的也说不定，也许真的有兄弟团的存在，尽管有不断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仍不可能有把握地说
兄弟团不只是个谣言。他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些过眼即逝的现象，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一鳞半爪偶然听来的谈话，厕所墙上的隐隐约约的涂抹，甚至有一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手中一个小动作使人觉得好像他们是在打暗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瞎想出来的。他对奥伯良不再看一眼，就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追踪他们刚才这短暂的接触，即使他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过是在1秒钟、2秒钟里交换了明白的眼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即使这样，在这样自我隔绝的孤独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温斯顿挺直腰板坐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劲头从他肚子里升了起来。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发现在无可奈何地做着胡思乱想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写东西，好像是自发的动作一样。而且笔记也不是原来的那样歪歪斜斜的笨拙笔记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打倒老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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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又一遍地写满了半页纸。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恐慌，其实并无必要，因为写这些具体的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一行为更加危险。但是有一阵子，他真想把这些涂抹了的纸页撕下来，就此作罢。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没有用。不论他是写了打倒老大哥，还是他没有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他没有继续写，也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还是会逮到他的，他已经犯了，即使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也还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这叫做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长期隐匿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总是在夜里逮捕，总是在夜里进行的。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手捏着你的肩膀，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举行审讯，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他忽然像神经病发作一样，开始匆忙地乱涂乱画起来。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后脑勺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后脑勺给你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有点为自己感到难为情，放下了笔。接着他又胡乱地写起来。这时外面传来一下敲门声。已经来了。他像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满心希望不论是谁敲门，敲了一下就会走开，但是没有，门又敲了一下。迟迟不去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砰砰的几乎要跳出来，但是他的脸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却毫无表情。他站了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第2章。温斯顿的手刚摸到门把，就看到他的日记放在桌上没有合上，上面尽是写着打倒老大哥，字体之大，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想不到怎么会这样蠢，但是即使在慌里慌张之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合上本子弄污乳白的纸张。他咬紧了牙关，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
满脸皱纹。哦，同志，他开始用一种疲倦的、带点呻吟的嗓音说：“我想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好像堵了。”她是派逊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党内是有点不赞成用的，随便谁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对于有些妇女，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太太的。她年约30，但外表却要老得多。你有这样的印象，好像她脸上的皱纹里嵌积着尘埃。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使人讨厌。胜利大厦是所老房子，大约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快要倒塌了。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必须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1-2年不来理你，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窗。正好托姆不在家，派逊斯太太含含糊糊说。派逊斯家比温斯顿的大一些，另有一种阴暗的气氛，什么东西都有一种级别打烂的样子，好像这地方刚才来过了一头乱跳乱蹦的巨兽一样。地板上到处尽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足球，一条有汗迹的短裤向外翻着，桌子上是一堆脏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是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画像。房间里同整所房子一样，有一股必不可少的熬白菜味儿，但又夹着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儿。你一闻就知道是这里目前不在的一个人的汗臭，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一闻就知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用一只蜂窝和一张擦屁股纸当作喇叭在吹，配合着电幕上还在发出的军乐的调子。那是孩子们。派逊斯太太有点担心地向那扇房门看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罗。他有一种话说半句又顿住的习惯。厨房里的水池几乎满地溢了出来，尽是发绿的脏水，比烂白菜味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身去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头处，他不愿用手，也不愿弯下身去，因为那样总很容易引起他的咳嗽。派逊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看着。当然罗，要是托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修好的。他说，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托姆就是这样。派逊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他35岁，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管超龄多留在少年侦察队1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地得意地告诉你，过去4年来，他每天晚上都出席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活动。他走到哪里，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你有钳子吗？温斯顿说，摸着接头处的螺帽。钳子，派逊斯太太说，马上拿不定主意起来。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冲进起居室的时候，有一阵脚步声和用蜂窝吹出的喇叭声。派逊斯太太把钳子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取掉。他在自来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9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用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2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2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像不完全是一场游戏。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他们2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他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像2只小虎毒，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他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他们真胡闹，他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1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6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像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他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古尔德施坦因，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奇的还是那个女人发挥的脸上的无可奈何的恐惧。他回到自己屋子里以后，很快地走过电幕，在桌边重新坐下来，一边还摸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嗓子在津津有味地朗读一篇关于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描述。他心里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1-2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他，看他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了。如今的时事，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像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30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做了揭发。弹弓的痛楚已经消退了，他并不太热心地拿起了笔，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伯良。几年以前，多少年了？大概有7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中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这话是静静地说的，几乎是随便说的，是说明，不是命令。
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步。奇怪的是，在当时，在梦中，这话对他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有到了后来，这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第一次见到奥伯良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忽然认出这说话的声音是奥伯良的声音。不过反正他认出来了，在黑暗中同他说话的是奥伯良。温斯顿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即使今天上午两人目光一闪之后，也仍没有办法确定奥伯良究竟是友是敌。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比友情或战役更加重要。反正他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一定会实现。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沉着的空气中响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喇叭，那声音又继续刺耳地说：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收到马拉巴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赢得了光辉的胜利。我授权宣布，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胜利，战争结束可能为期不远。急电如下。温斯顿想，坏消息来了。果然，在血淋淋地描述了一番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以后，宣布从下星期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30克减少到20克。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效果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也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也许是为了要冲淡巧克力供应减少的记忆，播放了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照理应该立正，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别人是瞧不见他的。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放完以后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着电幕。天气仍旧寒冷晴朗，远处什么地方爆炸了一枚火箭弹，炸声沉闷震耳。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一星期掉下大约20-30枚。在下面街道上，寒风吹刮着那张撕破的招贴画，鹰社2字时隐时现。鹰社的神圣原则，星化，双重思想，变化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流浪一样，迷失在一个恶魔的世界中，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孤身一人，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无法想象。他有什么把握能够知道有一个活人是站在他的一边呢？他有什么办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3句口号引起了他的注意，仿佛是给他的答复一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2角5分的硬币来，在这枚硬币上也有清楚的小字注着这3句口号，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甚至在这枚硬币上，眼光也盯着你不放。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招贴画上，到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太阳已经偏斜，真理部的无数窗口由于没有阳光照射，看上去像一个堡垒的枪眼一样阴森可怕。在这庞大的金字塔般的形状前面，他的心感到一阵畏缩，太强固了，无法攻打，1000枚火箭弹也毁不了他。他又开始想，究竟是在为谁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一个可能出于想象幻觉的时代。而在他的面前等待着的不是死，而是消灭。日记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会化为乌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东西，然后把他从存在中和记忆中除掉。你自己，甚至在一张纸上写的一句匿名的话，尚且没有痕迹存留。
你怎么能够向未来呼吁呢？电木上钟敲14下，他在10分钟内必须离开，他得在14点30分回去上班。奇怪的是，钟声似乎给他打了气，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句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他回到桌边，蘸了一下笔，又写道：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他想，他已经死了。他觉得只有到现在，当他开始能够把他的思想理出头绪的时候，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一切行动的后果都包括在行动本身里面。他写道：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现在他既然认识到自己是已死的人，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右手的2只手指沾了墨水剂，就是这样的小事情可能暴露你部里某一个爱管闲事的热心人，可能是个女人，像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或者小说部里的那个黑头发姑娘那样的人，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钢笔，他在写些什么，然后在有关方面露个暗示。他到浴室里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这种肥皂擦在皮肤上像砂纸一样，因此用在这个目的上很合适。他把日记收在抽屉里，要想把它藏起来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至少要明确知道它的存在是否被发现了。加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手指尖蘸起一粒看不出的白色尘土来，放在日记本的封面上。如果有人挪动这个本子，这粒尘土一定会掉下来的。第3章，温斯顿梦见了他的母亲。他想，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大概是10岁或者11岁。她是个体格高大健美，但是沉默寡言的妇女，动作缓慢，一头浓密的金发。至于他的父亲，他的记忆更淡薄了，只模糊地记得是个瘦瘦黑黑的人，总是穿着一身整齐深色的衣服。温斯顿格外记得他父亲鞋跟特别薄，戴一副眼镜。他们2人显然一定是在50年代第一批大清洗的时候给吞噬掉的。现在他母亲坐在他下面很深的一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一点也记不得他的妹妹了，只记得她是个纤弱的小婴孩，有一双留心注意的大眼睛，总是一声不响。他们2人都抬头看着他，他们是在下面地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井底里，或者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坟墓里。但是这个地方虽然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却还在下沉。他们是在一艘沉船的客厅里，通过越来越发黑的海水抬头看着他。客厅里仍有些空气，他们仍旧能看见他，他也仍旧能看见他们。但是他们一直在往下沉，下沉到绿色的海水中，再过一会儿就会把他们永远淹没不见了。他在光亮和空气中，他们却被吸下去死掉。他们所以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知道这个原因，他们也知道这个原因。他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的脸上或心里都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知道为了使他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死去，而这就是事情的不可避免的规律。他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梦中知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是这样的一种梦，它保持了梦境的特点，但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继续。在这样的梦中，你碰到的一些事实和念头，醒来时仍觉得新鲜，有价值。现在温斯顿突然想起，快30年以前他母亲的死是那么悲惨可爱，
这样的死法如今已不再可能了。他认为悲剧是属于古代的事，是属于仍旧有私生活、爱情和友谊的时代的事。在那个时代里，一家人都相互支援，不用问个为什么。他对母亲的记忆使他感到心痛难受，因为他为爱她而死去，而他当时却年幼、自私，不知怎样用爱来报答。因为不知他怎么样，他不记得具体情况了，为了一种内心的不可改变的忠贞观念而牺牲了自己。他明白，这样的事情今天不会发生了。今天有的是恐惧、仇恨、痛苦，却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切的或复杂的悲痛。所有这一切，他似乎从他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中看到了。他们从绿色的深水中抬头向他看望，已经有几百英寻深了，却还在往下沉。突然，他站在一段短短的松软的草地上，那是个夏天的黄昏，西斜的阳光把地上染成一片金黄色。他这时看到的景色时常在他的梦境中出现，因此一直没有充分把握，在实际世界中有没有见过。他醒来的时候想到这个地方时，就叫它黄金乡。这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掉的草地，中间有一条足迹踩踏出来的小径，到处有田鼠打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簇簇树叶微微颤动，好像女人的头发一样。手边近处虽然没有看见，却有一条清澈的缓慢的溪流，有小鲤鱼在柳树下的水潭中游弋。那个黑发姑娘从田野那头向他走来，她好像一下子就脱掉了衣服，不屑地把它们扔在一边。她的身体白皙光滑，但引不起他的性欲。说真的，他看也不看她。这个时候他压倒的感情是钦佩她扔掉衣服的姿态。他用这种优雅的毫不在乎的姿态，似乎把整个文化、整个思想制度都消灭掉了，好像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可以这么胳膊一挥就一扫而空似的。这个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嘴唇上挂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醒了过来。原来这时电幕上发出一阵刺耳的笛子声，单调地持续了约30秒钟。时间是7点15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候。温斯顿勉强起了床，全身赤裸，因为外围党员一年只有3000张布票，而一套睡衣裤却要600张。从椅子上拎过一件发黄的汗背心和一条短裤衩。体操在3分钟内就要开始。这时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每次醒来几乎总是要咳嗽大发作的，咳得他伸不直腰，一直咳得把肺腔都咳青了。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深深地喘几口气以后，才能恢复呼吸。这时他咳得青筋毕露，静脉曲张的地方又痒了起来。30岁到40岁的一组，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叫道。30岁到40岁的一组，请你们站好。30岁到40岁的。温斯顿连忙跳到电幕前站好。电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形象，虽然骨瘦如柴，可是肌肉发达。她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屈伸胳膊，她叫道，跟着我一起做，1、2、3、4。1、2、3、4。同志们，拿出精神来。1、2、3、4。1、2、3、4。咳嗽发作所引起的肺部剧痛还没有驱散温斯顿的梦境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动作却反而有点恢复了这种印象。他一边机械地把胳膊一屈一伸，脸上挂着做体操时所必须挂着的高兴笑容，一边拼命回想他幼年时代的模糊记忆。这很困难，50年代初期以前的事，一切都淡薄了，没有具体的记录可以参考，甚至你自己生平的轮廓也模糊不清了。你记得重大的事件，但这种事件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你记得有些事件的详情细节，却不能重新体会到当时的气氛。还有一些很长的空白时期，你记不起发生了什么，当时什么情况都与现在不同，
甚至国家的名字、地图上的形状都与现在不同。例如1号空降场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当时它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则一直叫伦敦，这一点他是相当有把握的。温斯顿不能肯定地记得有什么时候他们国家不是在打仗的，不过很明显，在他的童年时代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因为他有一个早期的记忆是，有一次发生空袭，似乎叫大家都吃了一惊。也许那就是原子弹扔在科尔彻斯特那一次。空袭本身他已记不得了，可是他确实记得他的父亲抓住他自己的手，一起急急忙忙往下走，绕着他脚底下的那条螺旋形扶梯到地底下去，一直走到他双腿酸软开始哭闹，他们才停下来休息。他的母亲像梦游一般行动迟缓，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抱着他的小妹妹，也很可能抱的是几条毯子，因为他记不清那时他的妹妹生下来了没有。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喧哗、拥挤不堪的地方，原来是个地铁车站。在石板铺的地上到处都坐满了人，双层铁铺上也坐满了人，一个高过一个。温斯顿和他的父母亲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地方，在他们近旁有一个老头和老太太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那个老头儿穿着一身很不错的深色衣服，后脑勺戴着一顶黑布帽，露出一头白发。他的脸涨得通红，蓝色的眼睛里盈满泪水，他发出一阵酒气，好像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排泄出来一般，使人感到他眼睛里涌出来的也是醇酒。不过他虽然有点醉了，却的确有着不能忍受的悲痛。温斯顿幼稚的心灵里感到，一定有件什么可怕的事情，有件不能原谅也永远无可挽回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他也似乎觉得他知道这是件什么事情。那个老头心爱的人也许是个小孙女，得炸死了。那个老头每隔几分钟就唠叨着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是这么说的，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他们的结果。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窝囊废的。可是他们究竟不应该相信哪些窝囊废，温斯顿却记不起来了。从那一次以后，战争几乎连绵不断。不过严格的来说，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童年的时候，曾经有几个月之久，伦敦发生了混乱的巷战，有些巷战他还清晰地记得。但是要记清楚整个时期的历史，要说清楚在某一次谁同谁打仗，却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除了现在那个同盟以外，没有书面的记录，也没有明白的言语曾经提到过有另外的同盟。例如在目前即1984年，如果是1984年的话，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而与东亚国结盟，但是不论在公开的或私下的谈话中，都没有承认过这三大国曾经有过不同的结盟关系。事实上，温斯顿也很清楚，就在4年之前，大洋国就同东亚国打过仗，而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不过是他由于记忆控制不严而偶然保留下来的一鳞半爪的知识而已。从官方来说，盟友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转变。既然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他就是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着绝对邪恶的势力，因此不论是过去或者未来，都不会同他有什么一致的可能。他一边把肩膀尽量的往后挺，把手托在屁股上，从腰部以上回旋着上身。据说这种体操对背部肌肉有好处，一边想，这样想几乎已有上千次、上万次了。可怕的是，这可能确实如此。如果党能够插手到过去之中，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这肯定比仅仅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党说大洋国从来没有同欧亚国结过盟，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竟在4年之前还曾经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种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他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
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虽然从其性质来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这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稍息，女教练喊道，口气稍微温和了一些。温斯顿放下胳膊，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想滑到了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去了。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他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谁能碰到脚趾。她热情地说，从腰部向下弯，同志们，请开始。1、2、1、2。温斯顿最恨这一节体操，因为这使他从脚肿到屁股都感到一阵剧痛，最后常常又引起咳嗽的发作。他原来在沉思中感到的一点点乐趣已化为乌有。他觉得过去不但被改变了，而且实际上被毁掉了。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以外不存在任何记录，那你怎么能够确定哪怕是最明显的事实呢？他想回想一下，从哪一年开始他第一次听到老大哥的名字的。他想这大概是在60年代，但是无法确定。当然，在党史里，老大哥是从建党开始时起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的。他的业绩在时间上已逐步往回推溯，一直推到40年代和30年代那个传奇般的年代。那时资本家们仍旧戴着他们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者两边镶着玻璃窗的马车里驶过伦敦的街道。无法知道这种传说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温斯顿甚至记不起党的具体生日。他觉得在1960年以前没有听到过鹰社一词，但也很可能这一词在老话中，即英国社会主义，可能在此以前就流行了。一切都融化在迷雾之中。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明确指出什么话是谎话。比如党史中说飞机是党发明的，这并不确定。他从小起就记得飞机，但是你无法证明，什么证据都从来没有过。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证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史密斯。电幕上尖声叫道：6079号的温史密斯。是的，就是你。再弯的低一些，你完全做得到，你没有尽你的力量。低一些，这样好多了。同志，现在全队稍息，看我的。温斯顿全身汗珠直冒，他的脸部表情仍令人莫测究竟，可千万不能露出不快的神色，千万不能露出不满的神色，眼光一闪就会暴露你自己。他站着看那女教练把戈壁举起来，谈不上姿态优美，可是相当干净利落，弯下身来，手指尖碰到了脚趾。这样，同志们，我要看到你们都这样做。再看我来一遍。我已经39岁了，有4个孩子。可是瞧，他又弯下身去。你们看到我的膝盖没有弯，你们只要有决心都能做到。他一边说一边直起腰来。45岁以下的人都能碰到脚趾，咱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前线去作战。
可是至少可以做到保持身体健康。请记住，咱们在马拉巴前线的弟兄们，水上堡垒上的水兵们，想一想，他们得经受什么艰苦的考验。现在再来一次，好多了，同志，好多了。他看到温斯顿猛地向前弯下腰来，膝盖挺直不屈，终于碰到了脚趾，就鼓励地说，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第4章，温斯顿不自觉地深深叹了一口气，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吹掉话筒上的尘土，戴上了眼镜。即使电幕近在旁边，也阻止不了他在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叹这口气。接着他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管中送出来的4小卷纸打了开来，夹在一起。在他的小办公室的墙上有3个口子，听写器右边的一个小口是送书面指示的气力输送管，左边大一些的口子是送报纸的。旁边墙上温斯顿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椭圆形的大口子，上面蒙着铁丝网，这是供处理废纸用的。整个大楼里到处都有这样的口子，为数成千上万，不仅每间屋子里都有，而且每条过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这种口子外号叫忘怀洞，这样叫不无理由。凡是你想起有什么文件应该销毁，甚至你看到什么地方有一张废纸的时候，你就会顺手掀起近旁忘怀洞的盖子，把那文件或废纸丢进去，让一股暖和的气流把它吹卷到大楼下面不知什么地方的大锅炉中去烧掉。温斯顿看了一下他打开的4张纸条，每张纸条上都写着1、2行字的指示，用的是部里内部使用的缩写，不完全是新话，不过大部分是新话的词汇构成的。它们是泰晤士报 17.3.84， 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核证泰晤士报 19.12.83 预测3年计划83年4季度排错核证，近期泰晤士报 14.2.84 副部误引巧克力核证泰晤士报 3.12.83 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温斯顿把第4项指示放在一旁，心中有一种隐隐的得意感觉。这是一件很复杂、责任重大的工作，最好放到最后处理，其他3件都是例行公事。尽管第2件可能需要查阅一系列数字，有些枯燥单调。温斯顿在电幕上拨了过期报刊号码，要了有关各天的泰晤士报，过几分钟气力输送管就送了出来。他接到的指示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修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核证的文章或新闻。例如3月17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静无事，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动攻势。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统帅部在南印度发动了攻势，没有去碰北非。因此有必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一段话，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情况。又如12月19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1983年第4季度，也是第9个3年计划的6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估计数字。今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证原先的数字，使它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至于第3项指示，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近在2月间，富裕部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1984年内不再降低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在本星期末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要从30克降到20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把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4月间降低定量供应的话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加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送进了气力输送管。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噬。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这些气力输送管最后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不具体了解，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
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的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记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里，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10几次，而仍然以原来日期存档，不留原来的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做过什么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干伪造的勾当，说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不过，他一边改正富裕部的数字，一边想，事实上这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比如，富裕部预测本季度鞋子的产量是1.45亿双，至于实际产量提出来的数字是6200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时，把数字减到5700万双，以便可以像通常那样声称超额完成了计划。反正6200万并不比5700万更接近实际情况，也不比1.45亿更接近实际情况，很可能一双鞋子也没有生产。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1半的人口打赤脚。每种事实的记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了。温斯顿朝大厅那一边望去，在那一边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名叫铁洛逊的外表精明、下颊黧黑的小个子在忙个不停地工作着，膝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听写器的话筒。他的神情仿佛是要除了电幕以外不让旁人听到他的话。他抬起头来，眼镜朝温斯顿方向闪了一下敌意的反光。温斯顿一点也不了解铁洛逊，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记录司里的人不大愿意谈论他们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没有窗户的长长的大厅里，两旁都是一间间小办公室，纸张的窸窣声和对着听写器说话的嗡嗡声连绵不断。有10多个人，温斯顿连姓名也不知道。尽管他每天看到他们忙碌地在走廊里来来往往，或者在2分钟仇恨的时间里挥手跺脚，他知道，在他隔壁的那个小办公室中，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做的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已经化为乌有，因而认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姓名，然后把这些人的姓名删去。这事让她来做，可说相当合适，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就在2年以前化为乌有了。再过去几间小办公室，有一个名叫安普尔福斯的态度温和、窝窝囊囊、神情恍惚的人，耳朵上长着很多的毛，玩弄诗词韵律却令人意想不到地颇具天才。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删改一些在思想上有害
但为了某种原因仍需保留在诗集上的诗歌，他们称之为定稿本。这个大厅有50来个工作人员，还只不过是一个科，可说是整个记录司这个庞大复杂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上下左右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各种各样为数不多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校排印人员和设备讲究的伪造照片的暗房，还有电视节目处，里面有工程师、制片人，各式各样的演员，他们的特长就是模拟别人的声音，还有大批大批的资料员，他们的工作是开列英语收回的书籍和期刊的清单，还有庞大的存档室存放改正后的文件，隐蔽的锅炉销毁原件，还有不知为什么匿名的指导的智囊人员，领导全部工作，决定方针政策。过去的这件事应予保留，那件事应予篡改，另外一件又应抹去痕迹。不过说到底，记录司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情报、教育或娱乐，从一个塑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抒情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学童拼字书到一本新华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而且也要全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无产阶级享用。因此另设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戏剧、音乐和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刺激小说、色情电影、靡靡之音。后者这种歌曲完全是用一种叫做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一科新化叫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密封发出，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在温斯顿工作的时候，又有3条指示从气力输送管的口子里送了出来，不过他们都是一些简单的事。他在2分钟仇恨打断他的工作之前就把它们处理掉了。仇恨结束后，他又回到他的小办公室里，从书架子上取下新华词典，把听写器推开一边，擦了擦眼镜，着手做他这天上午主要的工作。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十分困难复杂的工作，你一钻进去就会忘掉自己，就好像钻进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一样。这是一些细腻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你自己对映射原则的理解和你自己对党要你说些什么话的估计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做你的指导。温斯顿擅长于这样一类的工作，有一次甚至要他改正《泰晤士报》完全用新话写的社论。他现在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那份指示，上面是泰晤士 3.12.83 报道，老大命令双家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用老话或者标准英语，这可以译为1983年12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命令的消息极为不妥，因为他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在存档前将你草稿送上级审查。温斯顿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原来老大哥的命令主要是表扬一个叫做 FFCC 的组织的工作的。该组织的任务是为水上堡垒的水兵供应香烟和其他物品。有个名叫维瑟斯同志的核心党高级党员受到了特别表扬，并授予他一枚2级特殊勋章。3个月以后 FFCC 突然解散，原因未加说明。可以断定维瑟斯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失宠了，但是在报上或电幕上对此都没有报道。这是意料中事，因为对政治犯一般并不经常进行公开审判或者甚至公开谴责的。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这样专门摆布出来给大家看，是过1、2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较经常的是，干脆让招党不满的人就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一点不知道
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温斯顿相识的人中，先后失踪的就有大约30来个人，还不算他们的父母。温斯顿用一个指甲子轻轻地擦着他的鼻子。在对面那个小办公室中，铁洛逊同志仍在诡谲地对着听写器说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上又闪出一下敌意的反光。温斯顿心里在寻思，铁洛逊在干的工作是不是同他自己的工作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困难的工作是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负责的。但另一方面，把这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又等于是公开承认要进行伪造。很可能现在有多到10几个人在分别修改老大哥说过的话，将来由核心党内一个大智囊选用其中一个版本，重新加以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记录，成为真理。温斯顿不知道维瑟斯为什么失宠，也许是由于贪污，也许是由于失职，也许老大哥只是为了要除掉一个太得民心的下级，也许维瑟斯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有倾向异端之嫌，也许这是可能性最大的，只是因为清洗和化为乌有已成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几个字，这表明维瑟斯已经死了，并不是凡是有人被捕，你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假定。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1、2年，然后再被处决。也有很偶然的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供词又株连好几百个人，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但是维瑟斯已是一个非人，他并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因此温斯顿决定，仅仅改变老大哥发言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把发言内容改为同原来话题完全不相干的事。他可以把发言内容改为一般常见的对叛国犯和思想犯的谴责，但这有些太明显了。而捏造前线的一场胜利，或者第9个3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又会带来太复杂的修改记录工作，最好是来个纯粹虚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叫做奥吉尔维同志的形象，好像是现成的一样。这个人最近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时候老大哥的命令是表扬某个低微的普通党员的，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生与死是值得别人仿效的榜样。今天他应该表扬奥吉尔维同志。不错，根本没有奥吉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伪造几张照片，就可以马上使他存在。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开始用大家听惯了的老大哥腔调口授起来。这个腔调既有军人味道，又有学究口气，而且由于使用先提问题又马上加以回答的手法，同志们，我们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什么教训呢？教训，这也是鹰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奥吉尔维同志在3岁的时候，除了一面鼓、一挺轻机枪、一架直升机模型以外，其他什么玩具都不要。6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这比一般要提早1年，对他特殊照顾，放宽规定。9岁担任队长。11岁时，他在偷听到他的叔叔讲了他觉得有罪的话以后，向思想警察做了揭发。17岁时，他担任了少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19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验时扔了1枚，就炸死了31个欧亚国战俘。23岁时，他作战牺牲。当时他携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敌人喷气机追击，他就身上系了机枪，跳出直升机，带着文件沉入海底。这一结局，老大哥说不能不使人感到羡慕。老大哥还对奥吉尔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诚又说了几句话。他不沾烟酒，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做操的1小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娱活动，历试过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与一天24小时全部奉公是不相容的。他除了鹰社原则以外，没有别的谈话题目。除了击败欧亚国敌人和搜捕间谍，
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犯以外，没有别的生活目的。温斯顿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授予奥吉尔维同志特殊勋章，最后决定还是不给他，因为这会需要进行不必要的反复核查。他又看一眼对面小办公室里的那个对手，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铁洛逊一定也在干他同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究竟谁的版本最后得到采用，但是他深信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版本。1个小时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已成了事实。他觉得很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像查理曼大王或者凯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所根据的是同样的证据。第5章，在地下深处，天花板低低的食堂里，午饭的队伍挪动得很慢。屋子里已经很满了，人声喧哗。柜台上铁窗里面炖菜的蒸汽往外直冒，带有一种铁腥的酸味，却盖不过胜利牌杜松子酒的酒气。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花1角钱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朋友塞麦，是在研究司工作的。也许确切地说，谈不上是朋友。如今时事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同某一些同志来往，比别的同志愉快一些。塞麦是个语言学家，新华专家。说实在的，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新华词典11版的专家之一。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在他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地探索着你的脸。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似的急忙说，我到处都问过了，他们不再存在了。人人都问你要刀片，事实上他攒了2片没有用过的刀片。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缺货，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党营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上去掏，才能搞到一些。我这一片已经用了6个星期了。他不真实地补充一句。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他们停下来时，他又回过头来对着塞麦。他们2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铁盘中取了一只油腻腻的盘子。你昨天没有去看吊死战俘吗？塞麦问。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这可太差劲了，塞麦说。他的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塞麦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地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化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掉得很干净利落。塞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喜欢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很轻很轻。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下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温斯顿和塞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给他们的盘子里盛了一份中饭，
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塞麦说：“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省酒的缸子没有把，他们穿过人头挤挤的屋子，到那空桌边，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桌子一角有人撒了一滩炖菜，黏糊糊的像呕吐出来的一样。温斯顿拿起酒杯顿了一下，硬起头皮，咕噜一口吞下了带油味的酒。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已经饿了，就开始一匙一匙地吃起炖菜来。炖菜中除了稀乎乎以外，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把小菜盒中的炖菜吃完，以前都没有再说话。温斯顿左边桌上，在他背后不远，有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声音粗哑，仿佛鸭子叫，在屋子里的一片喧哗声中特别刺耳。词典进行的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想要盖过室内的喧哗。很慢，塞麦说，我现在在搞形容词，很有意思。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就来了。他把菜盒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那块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干酪，身子向前俯在桌上，为了不用大声说话。第11版是最后定稿本，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的工作完成后，像你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学习。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创造新词儿，一点也不对。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11版中没有一个词儿在2005年以前会陈旧过时的。他狼吞虎咽地啃着他的面包，咽下了几大口，然后又继续说，带着学究式的热情。他的黝黑瘦削的脸庞开始活跃起来，眼光失去了嘲笑的神情，几乎有些梦呓了。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字，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像精彩、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儿呢？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双加好、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就没有别的了。最后，整个好和坏的概念就只用6个词儿来概括，实际上只用1个词儿。温斯顿，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妙？当然，这原来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补充说。一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塞麦还是马上察觉到缺乏一定的热情。温斯顿，你并没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他几乎悲哀地说，哪怕你用新话写作，你仍在用老话思索。我读过几篇你有时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不错，但他们是翻译，你的心里仍喜欢用老话，尽管它含糊不清，词义变化细微，但没有任何用处。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你难道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当然，温斯顿不知道，他不敢说话，但愿自己脸上露出赞同的笑容。塞麦又咬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义都被消除忘掉。在11版中，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但这一过程在你我死后还需要长期继续下去。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化即映射，映射即新化。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神情补充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20500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这样的谈话？除了温斯顿迟疑地说，但又闭上了嘴。到了他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者，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不完全有把握这句话是不是有些不正统。但是塞麦已猜到了他要说的话。无产者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2龙5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化的实际知识都要消灭，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化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塞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坐在椅中略微侧过身子去喝他的那杯咖啡。坐在他左边桌子的那个嗓子刺耳的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个青年女人，大概是他的秘书，背对着温斯顿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对他说的一切话似乎都表示很赞成。温斯顿不时地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的真对，我完全同意你。这是个年轻但有些愚蠢的女人嗓子，但是另外那个人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那姑娘插话的时候也仍在喋喋不休。温斯顿认识那个人的脸，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小说丝剧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年约30，喉头发达，嘴皮灵活。他的脑袋向后仰一些，由于他坐着的角度，他的眼睛有反光，使温斯顿只看见2片玻璃，而看不见眼睛。使人感到有些受不了的是，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发出来的声音中，几乎连一个字也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过一句话：完全彻底消灭古尔德施坦因主义。这话说得很快，好像铸成一行的签字一样，完整一块，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声了。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你还是可以毫无疑问地了解他说的话的一般内容。他可能是在谴责古尔德施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这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说的是什么，你可以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纯粹正统的，纯粹映射的。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的嘴巴忙个不停在一张一合，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假人。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是用词儿组成的，但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像鸭子呱呱叫一样。塞麦这时沉默了一会儿，他拿着汤匙在桌上一滩稀乎乎中划来划去。
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继续飞快地在哇哇说着，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新话中有一个词儿，塞麦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叫鸭话，就是像鸭子那样呱呱叫。这种词儿很有意思，它有2个相反的含义，用在对方，这是骂人的；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这是称赞。毫无疑问，塞麦是要化为乌有的。温斯顿又想，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塞麦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反正塞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塞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鹰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据说古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塞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塞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哪怕只有3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不过别人也会一样，但是塞麦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塞麦抬起头来，派逊斯来了，他说。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那个可恶的大傻瓜。派逊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穿过屋子过来了。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才35岁，他脖子上和腰围上就长出一圈圈的肥肉来了。但是他的动作仍很敏捷，孩子气。他的整个外表像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致他虽然穿着制服，你仍然不由得觉得他像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一样。你一闭起眼睛来想他，脑海里就出现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比如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时，他就总穿上短裤。他愉快地叫着哈罗哈罗，向他们2人打招呼，在桌边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强烈的汗臭。他的红红的脸上满挂着汗珠，他出汗的本领非凡。在邻里活动中心站，你一看到球拍是湿的，就可以知道刚才他打过乒乓球。塞麦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长列的字，他拿着一支墨水铅笔在看着。你瞧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派逊斯推一推温斯顿说，工作积极。哎，伙计，你看的是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粗人大概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记向我缴款了。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自动地去掏钱。每人的工资约有1/4得留起来付各种各样的志愿捐献，名目之多，使你很难记清。仇恨州的捐献，你知道按住房分片的。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咱们正在做出最大的努力，要做出成绩来。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过错。你答应给我2块钱。温斯顿找到了2张褶皱油污的钞票，交给派逊斯。派逊斯用文盲的整齐字体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还有，伙计，他说，
我听说我的那个小叫花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要是他再那样，我就要把弹弓收起来。我想他大概是因为不能去看吊死人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啊，是啊，我要说的就是，这表示他动机是好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叫花子，但是说到态度积极，那就甭提了。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干了什么吗？她让另外2个女孩子同她一起偷偷地离开了队伍，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1个下午。他们一直跟着他2个小时，穿过树林，到了阿莫夏姆后就把他交给了巡逻队。他们为什么这样？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派逊斯继续得意洋洋地说，我的孩子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但是关键在这里，伙计，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他对他的怀疑的吗？他发现他穿的鞋子很奇怪，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穿这样的鞋子，因此很可能他是个外国人。7岁孩子，怪聪明的，是不是？那个人后来怎样了？温斯顿问。哦，这个我当然说不上来，不过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要是派逊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嘴里咔嚓一声。好啊，塞麦心不在焉地说，仍在看他那小纸条，头也不抬。当然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按照应尽的本分表示同意。我的意思是，现在正在打仗呀，派逊斯说。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脑袋上方的电幕发出了一阵喇叭声。不过这次不是宣布军事胜利，只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同志们，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兴奋地说，同志们请注意，我们有个好消息向大家报告，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到现在为止，各类消费品产量的数字说明，在过去1年中，生活水平提高了20%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为他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表示感谢。根据已完成的统计，一部分数字如下：食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一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裕部最近爱用的话。派逊斯的注意力被喇叭声吸引住了以后，脸上就带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相，一种受到启迪时的乏味神情，坐在那里听着。他跟不上具体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反正是应该使人感到满意的。他掏出一只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已经装了一半烧黑了的烟草。烟草定量供应1星期只有100克，要装满烟斗很少可能。温斯顿在吸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横着拿在手里。下一份定量供应要到明天才能买，而他只剩下4支烟了。这时他不去听远处的闹声，专心听电幕上发出的声音。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提高到1星期20克。他心里想，昨天还刚刚宣布定量要减低到1星期20克，相隔才24小时，难道他们就能忘掉了吗？是啊，他们硬是忘掉了。派逊斯就是很容易忘掉的，因为他像牲口一样愚蠢。旁边那张桌子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也狂热地、热情地忘掉了，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要把胆敢表示上星期定量是30克的人都揭发出来，化为乌有。塞麦也忘掉了，不过他比较复杂，需要双重思想。那么只有他一个人才保持记忆吗？电幕上继续不断地播送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具、铁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
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像赛麦原来在做的那样。温斯顿拿起汤匙，蘸着桌子上的那一滩灰色的黏糊糊，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不快地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是这样的吗？他的饭一直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四周，一间天花板很低，挤得满满的屋子。由于数不清的人体接触，墙头发黑，破旧的铁桌铁椅挨得很近，你坐下来就碰到别人的手肘。汤匙弯曲，铁盘凹凸，白缸子都很粗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每一条缝道里都积满尘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涮锅水似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肌肤里，总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你被骗掉了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的感觉。不错，他从来记不起还有过什么东西与现在大不相同。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起来的，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没有够吃的东西。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家具总是破旧不堪的，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的，地铁总是拥挤的，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深色的，茶总是喝不到，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除了人造杜松子酒以外，没有东西是又便宜又多的。虽然这样的情况必然随着你的体格衰老而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没完没了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寒冷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有股奇怪的难吃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这岂不是说明这样的情况不是事物的天然规律？除非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呢？他再一次环顾了食堂的四周，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穿的不是蓝制服，也仍旧会是丑陋的。在房间的那一头，有一个个子矮小、奇怪的像个小甲壳虫一样的人，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咖啡，他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充满怀疑。温斯顿想，如果你不看一下周围，你就会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的模范体格、魁梧高大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姑娘，金黄的头发、健康的肤色、生气勃勃、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是占多数。实际上，从他所了解的来看，1号空降场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很难理解。各部竟是那种甲壳虫一样的人，又矮又小，没有到年纪就长胖了，四肢短小，忙忙碌碌，动作敏捷，胖胖的没有表情的脸上，眼睛又细又小。在党的统治下，似乎这一类型的人繁殖得最快。富裕部的公告结束时，又是一阵喇叭声，接着是很轻声的音乐。派逊斯在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稀里糊涂地感到有些兴奋，从嘴上拿开烟斗。富裕部今年工作做得不坏，他赞赏地摇一摇头。我说，史密斯伙计，你有没有刀片能给我用一用？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6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用这一片。啊，那没关系，我只是想问一下，伙计。对不起，温斯顿说。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由于富裕部的公告而暂时停了一会儿，如今又恢复了，像刚才一样大声。温斯顿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派逊斯太太来，想到了她的稀疏的头发，脸上皱纹里的尘垢。2年之内，这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他，派逊斯太太就会化为乌有，塞麦也会化为乌有，温斯顿也会化为乌有，奥伯良也会化为乌有，而派逊斯却永远不会化为乌有。那个呱呱叫的没有眼睛的家伙不会化为乌有。
那些在各部迷宫般的走廊里忙忙碌碌的那些小甲壳虫似的人，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那个黑发姑娘，那个小说司的姑娘，她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她觉得她凭本能就能知道谁能生存，谁会消灭。尽管究竟靠什么才能生存，则很难说。这时她猛地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原来隔桌的那个姑娘转过一半身来在看她，就是那个黑头发姑娘。她斜眼看着她，不过眼光盯得很紧，令人奇怪。她的眼光一与她相遇，就转了开去。温斯顿的脊梁上开始渗出冷汗，他感到一阵恐慌，这几乎很快就过去了，不过留下一种不安的感觉，久久不散。他为什么看着他？他为什么到处跟着他？遗憾的是，他记不得他来食堂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桌子边上了，还是在以后才来的。但是不管怎样，昨天在举行2分钟仇恨的时候，他就坐在他的后面，而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很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窃听他，看他的叫喊是否够起劲。他以前的念头又回来了，也许他不一定是思想警察的人员，但是正是业余的特务最为危险。他不知道他看着他有多久了，也许有5分钟，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完全控制起来。在任何公共场所，或者在电幕的视野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最容易暴露的往往是你不注意的小地方，神经的抽搐，不自觉的发愁脸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显得不正常，显得要想掩饰什么事情，都会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幸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那个姑娘又回过头来看他，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在盯他的梢，也许她连续2天挨着他坐只是偶然巧合。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了，他小心地把它放在桌子边上，如果他能使得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再继续抽。很可能隔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很可能他在3天之内要到友爱部的地下室去了，但是香烟屁股却不能浪费。塞麦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放在口袋里。派逊斯又开始说了起来：我没有告诉过你，伙计。他一边说一边咬着烟斗。那一次我的2个小叫花子把一个市场上的老太婆的裙子烧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他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偷偷地跟在他背后，用一盒火柴放火烧他的裙子。我想把他烧得够厉害的。那2个小叫花子矮，可是积极的要命，这是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第1流训练，甚至比我小时候还好。你知道他们给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插在钥匙孔里偷听的耳机。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1倍。不过当然咯，这不过是一种玩具。不过这个主意倒不错，对不对？这时电幕上的哨子一声尖叫，这是回去上班的信号。3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下来。第6章，温斯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是在3年前的一个昏暗的晚上，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窄的横街上，他站在一盏暗淡无光的街灯下面，靠墙倚门而立。他的脸很年轻，粉抹得很厚，吸引我的其实是那抹的粉，那么白，像个面具，还有那鲜红的嘴唇。党内女人是从来不涂脂抹粉的。街上没有旁人，也没有电幕。他说2块钱，我就……他一时觉得很难继续写下去，就闭上了眼睛，用手指按着眼皮，想把那不断重现的景象挤掉。他忍不住想拉开嗓门大声呼喊，口出脏言，
或者用脑袋撞墙，把桌子踢翻，把墨水瓶向玻璃窗扔过去。总而言之，不论什么大吵大闹，或者能够使自己感到疼痛的事情，只要能够使他忘却那不断折磨他的记忆，他都肯干。他心里想，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由一个明显的症状泄露出来。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碰到一个人，一个外表很平常的人，一个党员，年约30-40岁，身材瘦高，提着公事皮包。两人相距只有几米远的时候，那个人的左边脸上忽然抽搐了一下。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又有这样一个小动作，只不过抽了一下，颤了一下，像照相机快门咔嚓一样的快，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习惯性的。他记得当时自己就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就他所知，对此无法预防。他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写下去。我同他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到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里。靠墙有一张床，桌上一盏灯，灯火捻得低低的。他咬紧了牙齿，感到一阵难受。他真想吐口唾沫。他在地下室厨房里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又想起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是结了婚的，反正是结过婚的。也许他现在还是结了婚的人，因为就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没有死。他似乎又呼吸到了地下室厨房里那股闷热的气味，一种臭虫、脏衣服、恶浊的廉价香水混合起来的气味，但是还是很诱人，因为党里的女人都不用香水，甚至不能想象他们会那样。只有无产者用香水。在他的心中，香水气味总是不可分解地同丝通连在一起的。他搞这个女人是他约莫2年以来第一次行为失检。当然，玩妓女是禁止的，但是这种规定你有时是可以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这事是危险的，但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玩妓女被逮住，可能要判处强制劳动5年。如果你没有其他过错，就此而已。而且这也很容易避免被当场逮住。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1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暗地里，党甚至鼓励卖淫，以此作为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出路。一时的荒唐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是偷偷摸摸搞的，没有什么乐趣，而且搞的只是受鄙视的下层阶级的女人。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是很难想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历次大清洗中的被告都一律供认犯了这样的罪行。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他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无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得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关双方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的印象，申请总是遭到拒绝的。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过，但是用间接的方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有像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所有儿童要用人工受精，新话叫人兽的方法生育，由公家抚养。温斯顿也很明白，这么说并不是很认真其事的，但是这反正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觉得这样是很自然的事。就女人而论，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手大概有9年、10年，快11年了。真奇怪，
他很少想到他有时能够一连好几天忘记掉自己结过婚。他们一起只过了大约15个月的日子。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凯瑟琳是个头发淡黄、身高体直的女人，动作干净利落。她长长的脸，轮廓鲜明。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在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他就很早发现，尽管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比对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更有亲密的了解机会，他毫无例外的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他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只要是党告诉他的蠢话，他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他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要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他仍是可以勉强同他一起生活的。那件事情就是性生活。他一碰到他就仿佛要往后退缩，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搂抱他像搂抱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甚至在他主动抱紧他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同时在用全部力气推开他。他全身肌肉僵硬，使他有这个印象。他常常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既不抗拒，也不合作，就是默默忍受。这使人感到特别尴尬。过了一阵之后，甚至使人感到吃不消。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能够勉强同他一起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不同房。但是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反对。她说，他们只要能够做到，就要生个孩子，这样1星期1次，相当经常地。只要不是办不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重演1次。他甚至常常在那一天早晨就提醒他，好像这是那一天晚上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可不能忘记的一样。他提起这件事来有2个称呼，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真的，他确实是用了这句话。不久之后，指定的日期一临近，他就有了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幸而没有孩子出世，最后他同意放弃再试。不久之后，他们俩就分手了。温斯顿无声地叹口气，他又提起笔来写。他一头倒在床上，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备动作，就马上撩起了裙子。这种粗野可怕的样子是你所想象不到的。他又看到了他在昏暗的灯光中站在那里，鼻尖里闻到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心中有一种失败和不甘心的感觉。甚至在这种时候，他的这种感觉还与对凯瑟琳的白皙的肉体的想念掺杂在一起。尽管他的肉体已被党的催眠力量所永远冰冻了。为什么总得这样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女人，而不得不隔1、2年去找一次这些烂污货呢？但是真正的情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党内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清心寡欲的思想像对党忠诚一样，牢牢地在他们心中扎了根。通过早期的周密的灌输，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在学校里、少年侦察队里和青年团里不断向他们灌输的胡说八道，通过讲课、游行、歌曲、口号、军乐等等，他们的天性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己一定会有例外的，但是他的内心却不相信，他们都是攻不破的，完全按照党的要求那样。他与其说是要有女人爱他，不如说是更想要推倒那道贞洁的墙，哪怕毕生只有1次。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即使是唤起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也像是诱奸，尽管她是自己的妻子。不过剩下的故事，他得把它写下来。他写道：我燃亮了灯，我在灯光下看清他时，在黑暗里待久了，煤油灯的微弱亮光也似乎十分明亮。他第一次可以好好的看一看那女人，她已经向前走了1步，这时又停住了，心里既充满了欲望，又充满了恐惧。他痛感到他到这里来所冒的风险，
完全有可能在他出去的时候，巡逻队会逮住他，而且他们可能这时已在门外等着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走，这得写下来，这得老实交代。他在灯光下忽然看清楚的是，那个女人是个老太婆，她的脸上的粉抹得这么厚，看上去就像会折断的硬纸板做的面具那样。她的头发里有几绺白发，但真正可怕的地方是，这时她的嘴巴稍稍张开，里面除了是个漆黑的洞以外没有别的。她满口没牙，她潦草地急急书写。我在灯光下看清了她，她是个很老的老太婆，至少有50岁。可是我还是上前，照干不误。她又把手指按在眼皮上，她终于把它写了下来。不过这仍没有什么两样，这个方法并不奏效，要提高嗓门大声叫骂脏话的冲动比以前更强烈了。第7章，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85%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他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他的团员能够超过3-3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尔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但是他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哦哦哦，就像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砰砰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骚乱，无产者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200-300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像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卖到后来，货源忽然中断，买到手的妇女在别人推搡拥挤之下，要想拿着买到的锅子赶紧走开。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妇女就围着货摊叫嚷，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又有人一阵叫嚷，有2个面红耳赤的妇女，其中一个披头散发，都抢着一只锅子，要想从对方的手中夺下来。他们2人抢来抢去，锅把就掉了下来。温斯顿厌恶地看着他们，可是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他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他想，这句话简直像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当然，党自称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在革命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事实上，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儿童们6岁就被卖到工厂里。但同时，真是不失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劣，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像牲口一样。事实上，
大家很少知道无产者的情况，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的其他活动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于让他们去自生自长，像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他们生了下来以后，就在街头长大。12岁去做工，经过短短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时期，在20岁就结了婚，上30岁就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60岁就死掉了。重体力活，照顾家庭子女，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赌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们并不难，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把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挑出来消灭掉，但是没有做任何尝试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不宜有强烈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心。凡是需要他们同意加班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无产者家中甚至没有电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们。伦敦犯罪活动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贩，各种各样的骗子充斥的国中之国。但是由于这都发生在无产者圈子里，因此并不重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都允许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欲主义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乱交不受惩罚，离婚很容易，而且如果无产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所说，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温斯顿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这地方又痒了起来。说来说去，问题总归是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派逊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其中一节抄在日记本上。从前，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伦敦是个黑暗、肮脏、可怜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成千上万的人穷得足无完履，顶无片瓦。还不仅你们那么大的孩子就得为凶残的老板一天工作12小时，如果动作迟缓就要遭到鞭打，每天只给他们吃陈面包屑和白水。但在那普遍贫困之中，却有几所有钱人住的华丽的宅地，伺候他们的佣仆多达30个人。这些有钱人叫做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面容凶恶，就像下页插图中的那个人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叫做大礼服的长长的黑色上衣，戴的是叫做高礼帽的像烟囱一样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这是资本家们的制服，别人是不许穿的。资本家占有世上的一切，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占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厂、钱财，谁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投入狱中，或者剥夺他的工作，把他饿死。老百姓向资本家说话，得诚惶诚恐，鞠躬致敬，称他做老爷。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余下的他都心里有数。下面会提到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夹脚铐，踏车边吃市长大人的宴会，跪稳教皇脚丫子的规矩，还有拉丁文叫做出业权的，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所谓出业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同在他的厂中做工的女人睡觉。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你怎么能知道呢？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这可能是确实的。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自己骨髓里的无声的抗议，觉得你的生活条件在无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这种本能感觉。他忽然觉得现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
倒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简单枯燥，暗淡无光，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单纯地是每天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揩油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所树立的理想却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3亿人民都是张脸孔，而现实却是城市破败阴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19世纪东部西破的房子里，总有一股烂白菜味和尿臊臭。他仿佛见到了一幅伦敦的图景，大而无当，到处残破，一个由100万个垃圾桶组成的城市，在这中间又有派逊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毫无办法地在拾掇一条堵塞的水管。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脚脖子，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50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50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时间比50年前短，身体比50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50年前过得快活，人比50年前聪明，受到教育比50年前多，但没有一句话可以证明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例如，党声称今天无产者成人中有40%识字，而革命前只有15%。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160%，而革命前是300%，如此等等。这有点像2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质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自于虚构。谁知道，也许很有可能从来没有像出业权那样的法律，或者像资本家那样的人，或者像高礼帽那样的服饰，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长达30秒钟之久，这大概是在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还要早7-8年。这件事实际开始于60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彻底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到1970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们已一个不留了。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当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发出来。古尔德施坦因逃走了，藏匿起来，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至于别人，有少数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数人在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公开审判，供认了他们的罪行后被处决。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有3个人，他们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这3个人被捕大概是在1965年，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销声匿迹了1-2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死下落，接着又突然给带了出来，像惯常那样地招了供。他们供认通敌，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破坏活动，造成好几10万人的死亡。在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给了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事。3个人都在《泰晤士报》写了长篇的检讨，检查他们堕落的原因和保证改过自新。他们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3个人。他还记得他当时怀着又惊又怕的心情偷偷地观察他们。他们比他年纪大得多，是旧世界的遗老，
是建党初期峥嵘岁月中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大人物，他们身上仍旧隐隐有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代的气氛。他觉得，虽然当时对于事实和日期已经遗忘了，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但是他们也是不法分子、敌人、不可接触者，绝对肯定要在1-2年内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命运。他们不过是等待送回到坟墓中去的行尸走肉而已。没有人坐在同他们挨着的桌边，在这种人附近出现，不是一件聪明人该做的事。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前面放着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那家咖啡馆的特色。这3人中，鲁瑟夫的外表使温斯顿最有深刻的印象。鲁瑟夫以前是有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曾经鼓舞过人民的热情。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漫画偶尔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不过只是早期风格的模仿，没有生气，没有说服力，使人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饥饿的儿童、巷战、戴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垒中资本家也戴高礼帽。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不停地要想退回到过去中去。他身材高大，一头油腻腻的灰发，面孔肉松皮皱，嘴唇突出。他以前身体一定很强壮，可现在却松松垮垮，鼓着肚子，仿佛要向四面八方散架一样。他像一座要倒下来的大山，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溃。这是15点这个寂寞的时间，温斯顿如今已记不得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到咖啡馆去的。那地方几乎去无一人，电幕上在轻轻地播放着音乐。那3个人几乎动也不动地坐在他们的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服务员自动地送上来杜松子酒。他们旁边桌上有个棋盘，棋子都放好了，但没有人下棋。这时大约一共半分钟，电幕上忽然发生了变化，正在放的音乐换了调子，突如其来，很难形容。这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心中所要听的黄色的调子。接着电幕上有人唱道：在遮阴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在遮阴的栗树下。这3个人听了纹丝不动，但是温斯顿再看鲁瑟夫的疲惫的脸时，发现他的眼眶里满盈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逊和鲁瑟夫的鼻子都给打瘪了，他心中不禁打了一阵寒战，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打寒战。以后不久，这3个人又都被捕了。原来他们一放出来后，就马上又在搞新的阴谋。在第2次审判时，他们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账老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后，他们的下场记录在党史里，以儆效尤。大约5年以后，即1973年，温斯顿在把气力输送管吐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片，那显然是无意中夹在中间而被遗忘的。他一打开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这是从10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是该报的上半页，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上代表们的照片，中间地位突出的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3人，一点也没有错，是他们3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说明中有他们的名字。问题是，这3个人在2次的审判会上都供认，那一天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他们在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上起飞，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地点，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见面，把重要的军事机密泄露给他们。温斯顿的记忆中很清楚地有那个日期的印象，因为那正好是仲夏日，但是在无数的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这件事的记载，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这些供词都是屈打成招的。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即使在那个时候，
温斯顿也从来没有认为在清洗中被扫除的人确实犯了控告他们的罪行。但是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好像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如果有办法公布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这是可以使党化为齑粉的。他原来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就马上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住。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幕的角度来看，正好是上下颠倒的。他把草稿本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后推一些，尽量躲开电幕。要保持面部没有表情不难，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无法控制心脏跳动的速度，而电幕却很灵敏，能够收听得到。他等了一会儿，估计大约有10分钟之久，一边却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将自己暴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然后他连那盖着的纸接也不接，就把那张照片和一些其他废纸一股脑儿丢在忘怀洞里去。大概再过1分钟就会化为灰烬了。这是10年不11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这张照片同他所记录的事件一样，已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遗留片刻这件事，在他看来仍旧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似的。他心里寻思，由于一直不再存在的证据一度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不那么牢固了？可是到今天，即使这张照片有办法从死灰中复活，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因为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而这3个死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从那时以后，曾有几次变化，2次、3次，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词已一再重写，到最后，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毫无意义。过去不但遭到了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噩梦感的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过为什么要从事伪造。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比较明显，但最终动机却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笔写道：我懂的方法，我不懂的原因。他心中寻思，他自己是不是个疯子？他已想过好几次了。也许所谓疯子，就是个人少数派。曾经有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也是发疯的症状。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如此，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自己是疯子，并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错的。他捡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视着他，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2+2等于5，你就不得不相信他。他们迟早会做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2+2等于4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可是不行，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发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伯良的脸，这并不是明显的联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奥伯良站在他的一边，他是在为奥伯良，对奥伯良写日记。这像一封没有完的信，没有人会读，但是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
因此而有了生气。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他不仅不能理解，因此更谈不上反驳，心不觉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他是对的。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伯良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2+2等于4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第8章，在一条小巷尽头的什么地方，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传来。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自觉地停下步来，大约有2秒钟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遗忘过半的童年世界。接着是门砰的一响，把这香味给突然切断了，好像它是声音一样。他在人行便道上已经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3星期以来，今天晚上是他第2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因为可以肯定，你参加中心站活动的次数都是有人仔细记下来的。原则上，一个党员没有空暇的时间，除了在床上睡觉以外，总是有人作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的文娱活动。凡是表明有离群所居的爱好的事情，哪怕是独自去散步，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僻。但是今天晚上他从部里出来的时候，4月的芬芳空气引诱了他。蓝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比较有些暖意，于是突然之间，他觉得在中心站度过这个喧闹冗长的夜晚，玩那些令人厌倦吃力的游戏，听那些报告讲话，靠杜松子酒维持勉强的同志关系，都叫他无法忍受了。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阵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东，最后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没有到过的街道上，也不顾朝什么方向走去。他曾经在日记中写过，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不断地回想起这句话，这说明了一个神秘的真理，明显的荒谬。他现在是在从前曾经是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地方以北和以东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的街上，两旁是小小的2层楼房，破落的大门就在人行道旁，有点奇怪地使人感到像耗子洞。在鹅卵石路面上到处有一滩滩脏水，黑黝黝的门洞的里里外外，还有2旁的狭隘的陋巷里，到处是人，为数之多，令人吃惊。鲜花盛开一般的少女，嘴上涂着鲜艳的唇膏，追逐着他们的少年，走路摇摇摆摆的肥胖的女人，使你看到这些姑娘们10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迈着8字脚来来往往的驼背弯腰的老头，衣衫褴褛的赤脚顽童，他们在污水潭中嬉戏，一听到他们母亲的怒喝，又四散逃开。街上的玻璃窗大约有1/4是打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会温斯顿，有少数人小心翼翼地好奇地看他一眼。有2个粗壮的女人，2条像砖头一般发红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个门口站着闲谈。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他们谈话的片言只语。是啊，我对他说，这样好是好。我说，不过，要是你是我，你就也会像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的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刺耳的说话突然停止了，
那2个女人在他经过的时候怀有敌意地看着他，但是确切地说，这谈不上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暂时的僵化，像在看到不熟悉的野兽经过一样。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党员的蓝制服不可能是常见的。的确，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这种地方是不明智的，除非你有公务在身。如果碰上巡逻队，他们一定要查问的。给我看一看你的证件。好呀，同志，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如此等等，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许走另一条路回家，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了这件事，你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突然之间，整条街道骚动起来，四面八方都有报警的惊叫声，大家都像兔子一般窜进了门洞。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从一个门洞中窜了出来，一把拉起一个在水潭中嬉戏的孩子，用围裙把他围住，又窜了回去。这一切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与此同时，有个穿着一套像六角手风琴似的黑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出来，他向温斯顿跑过来，一边紧张地指着天空。蒸汽机，他嚷道，小心，首长，头上有炸弹，快卧倒。蒸汽机是无产者不知为什么叫火箭炸弹的外号。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碰到这种事情，无产者总是对的，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在好几秒钟之前能预知火箭射来，尽管火箭飞行的速度照说要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双臂抱住脑袋，这时一声轰隆，仿佛要把人行道掀起来似的，有什么东西像阵雨似的掉在他的背上。他站起来一看，原来是附近窗口飞来的碎玻璃。他继续往前走，那颗炸弹把前面200米外的一些房子炸掉了，空中高悬着一股黑烟柱，下面一片墙灰腾空而起，大家已经开始团团围住那堆瓦砾了。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他可以看到中间有一道猩红色的东西。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近手腕处血污一片，那只手完全苍白，没有血色，像石膏制的一样。他把它踢到边上，然后躲开人群，拐到右手的一条小巷里。3-4分钟以后，他就离开了挨炸的地方。附近街道人来人往，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这时已快到20点了，无产者光顾的小酒店里挤满了顾客，黑黑的弹簧门不断地推开又关上，飘出来一阵阵尿臊臭、锯木屑、陈啤酒的味儿。有一所房子门口突出的地方，角落里有3个人紧紧地站在一起，中间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其他2个人伸着脖子从他身后瞧那报纸。温斯顿还没有走近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全神贯注。他们显然是在看一条重要的新闻。他走到距他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这3个人突然分了开来，其中2个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看上去他们几乎快要打了起来。你他妈的不能好好的听我说吗？我告诉你，1年零2个月以来，末尾是7的号码没有中过彩。中过了？不，没有中过。我家里全有，2年多的中彩号码全都记在一张纸上，我一次不差，一次不漏，都记下来了。我告诉你，末尾是7的号码没有。中过了，7字中过了。我可以把他妈的那个号码告诉你，407，最后一个数目是7，那是在2月里，2月的第2个星期。操你奶奶的2月，我都记下来了，白纸黑字，一点不差。我告诉你，哎，别吵了。第3个人说，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到30米开外，又回头看，他们仍在争论，一脸兴奋认真的样子。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奖金不少，
这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一件大事。可以这么说，对好几百万无产者来说，彩票如果不是他们仍旧活着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这是他们的人生乐趣，他们的一时荒唐，他们的止痛药，他们的脑力刺激剂。一碰到彩票，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似乎运算娴熟，技艺惊人。有整整一大帮人就靠介绍押宝方法、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温斯顿同经营彩票无关，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内的人都知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头、二、三等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这件事不难安排。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得死抱住这一点。你把它用话说出来，听起来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旁的人，这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拐进去的那条街往下坡走，他觉得他以前曾经来过这一带，不远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的声音，街道转了一个弯，尽头的地方是一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5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做日记本的旧货铺子了。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他曾经买过笔杆和墨水。他在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小巷的那一头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户看上去结了霜，其实只不过是积了尘垢。一个年纪很老的人，虽然腰板挺不起来，动作却很皎洁，白色的胡子向前挺着，好像明虾的胡子一样。他推开了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忽然想起这个老头一定至少有80岁了，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他那样的少数几个人，现在已成了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思想在革命前已经定型的人，在党内已经不多。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灭掉，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已吓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向你做一番如实的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突然之间，温斯顿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他从历史教科书上抄在日记中的一段话。他一时冲动，像发疯一样，他要到那酒店里去，同那个老头搭讪，询问他一个究竟。他要这么对他说：请你谈谈你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的日子怎么样？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坏？他急急忙忙地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小巷，唯恐晚了一步，心中害怕起来。当然，这样做是发疯。按理并没有具体规定，不许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是这件事太不平常，必然会有人注意到。如果巡逻队来了，他可以说是因为感到突然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迎面就是一阵走气啤酒的干酪一般的恶臭。他一进去，里面谈话的嗡嗡声就低了下来。他可以觉察到背后人人都在看他的蓝制服。屋里那一头原来有人在玩的投标游戏，这时也停了大约有30秒钟。他跟着进来的那个老头儿站在柜台前，同酒保好像发生了争吵。那个酒保是个体格魁梧的年轻人，长着鹰钩鼻，胳膊粗壮。另外几个人手中拿着啤酒杯，围着看他们。我不是很客气地问你吗？那个老头说，狠狠地挺起腰板。你说这个劳什子的鬼地方没有一品托装的杯子。他妈的，什么叫一品托？酒保说，手指间按着柜台，身子向前靠。听他说的，亏他是个当酒保的，却不知道一品托有多少。告诉你，一品托是1/4夸特，4夸特等于1加仑，再下去就得教你 ABC 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酒保愤愤地说，1公升，半公升，我们是按这样计算的。你前面架子上的玻璃杯就是。我要喝1品脱，那个老头坚持说。你给我倒1品脱还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可不用他妈的公升。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住在树上。那酒保瞥一眼旁人说。接着是一阵哄笑。温斯顿进来时造成的不安之感似乎消失了。那老头儿尽是白胡子茬的脸顿时泛起了红色。他喃喃地自言自语，转过身去，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地搀住他的胳膊。可以请你喝一杯吗？他问。你是个上等人。那老头说，又挺起了腰板。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蓝制服。1品脱。他气势汹汹地对酒保说，1品脱啤酒。那酒保在柜台下面水桶里涮了2个厚玻璃杯，然后各倒了半公升的深褐色啤酒。在无产者酒店里，你只能喝到啤酒。照理，无产者是不许喝杜松子酒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容易搞到。投标游戏又开始了，在柜台前面的人又开始谈论起彩票来。温斯顿的出场给暂时忘却了。在窗户底下有一张松木板桌子，他和那个老头儿可以在那里说话，不怕别人听到。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酒店里没有电幕，这是他一进来就弄清楚的。他满可以给我倒1品脱的。那个老头拿着啤酒杯坐下后，还嘟嘟囔囔地说，半公升不够，不过瘾，1公升又太多，净撒尿，更甭提钱了。从你年轻时候起，你一定见过不少变化了，温斯顿试探地说。老头的淡蓝色眼睛从投标板转到柜台，又从柜台转到厕所门，好像他是等待酒店里发生变化似的。那时啤酒可比现在好，他最后说，价钱也便宜。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我们叫咕噜4便士1品脱，那当然是在战前。哪一次战前？温斯顿问道。不管哪一次战前，老头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起腰板。祝你健康。他咕噜咕噜地喝着，瘦瘦的脖子上喉结上下移动，速度惊人。一会儿后，啤酒就喝光了。温斯顿到柜台那里，又拿回2杯半公升的啤酒来。老头似乎忘记了自己不愿喝足1公升的话。你的年龄比我大多了，温斯顿说。我还没有生下来，你一定已长大了。你一定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对那时候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书本里看到，而书本子里讲的不一定对。我很想听你说说。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候大家都吃苦受罪，那种日子你想也想象不出。在伦敦这里，很多的人一辈子没有吃饱过肚子的时候，有一半的人打赤脚，没有鞋子穿。他们一天做工12小时，9岁就离开学校，一间屋子睡10个人，但却有很少数人，只有少数几千人，他们叫资本家的，有钱又有势，什么好东西都是他们的。他们住在高楼大厦里，有30个仆人伺候他们，出入都坐汽车或者4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老头突然眼睛一亮。高礼帽，他说道。说来奇怪，你提到高礼帽，我昨天还想到他，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没有见到高礼帽了。过时了，高礼帽。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说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50年以前的事了。当然咯，你知道，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才去租来戴的。
倒不是高礼貌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等的人是当家做主的，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对你们这种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可以把你们当作牲口一样运到加拿大去，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资本家每人都带着一帮走狗。老头又眼睛一亮，走狗，他说道，这个名称我可有好久没有听到了。走狗，这常常教我想起从前的事来。我想起，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时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园去听别人在那里讲话，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会讲话，他讲话一点也不对他们客气。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猎狗，他真的叫他们猎狗。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我要想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待你更像人，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贵族院，老头缅怀往事地说。好吧，就说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没有钱，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说，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不是这样？老头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是啊，他说，他们喜欢你见到他们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赞成那样做的，不过我还是常常这样做，你不得不这样，可以这么说。那些人和他们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这只不过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昨天一般。那是举行划艇赛的晚上，在划艇赛的晚上，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上等人，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点歪歪斜斜的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吗？我说，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说，你再顶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滚开。说来不信，他举起手来朝我当胸一推，几乎把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气上心来，正想还手，这时温斯顿感到无可奈何，这个老头的记忆里只有一堆细枝末节的垃圾，你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历史书可能仍是正确的，也许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可能我没有把话说清楚，他说，我要说的是，你年纪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经过的。比方说，在1925年的时候，你已几乎是个大人了。从你所记得的来说，你是不是可以说192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还是坏？要是可以任你挑选的话，你愿意过当时的生活还是过现在的生活？老头沉思不语，看着那头标板。他喝完啤酒，不过喝得比原来要慢。等他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大度安详的神情，好像啤酒使他心平气和起来一样。我知道你要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要我说想返老还童，
大多数人如果你去问他，都会说想返老还童。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劲儿又大，到了我这般年纪，身体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我的腿有毛病，膀胱又不好，每天晚上要起床6、7次。但是年老有年老的好处，有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发愁了。同女人没有来往，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有快30年没有同女人睡觉了，你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找女人睡觉。温斯顿向窗台一靠，再继续下去没有什么用处。他正想要再去买杯啤酒，那老头儿忽然站了起来，趔趔趄趄地快步向屋子边上那间发出尿臊臭的厕所走去。多喝的半公升已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温斯顿坐了1、2分钟，发呆地看着他的空酒杯，后来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腿已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上。他心里想，最多再过20年，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这个简单的大问题就会不再需要答复了。事实上，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无法答复的，因为从那古代世界过来的零零星星少数几个幸存者没有能力比较2个不同的时代，他们只记得许许多多没有用处的小事情，比如说同伙伴吵架，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早已死掉的妹妹脸上的表情，70年前一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但是所有重要有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他们就像蚂蚁一样，可以看到小东西，却看不到大的。在记忆不到而书面记录又经篡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党声称它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为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这时他的思路忽然中断，他停下步来，抬头一看，发现自己是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旁的住房之间零零星星有几家黑黝黝的小铺子。他的头顶上面挂着3个褪了色的铁球，看上去以前曾经是镀过金的。他觉得认识这个地方，不错。他又站在买那本日记本的旧货铺门口了。他心中感到一阵恐慌。当初买那本日记本本来是件够冒失的事，他心中曾经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一走神，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他开始记日记，原来就是希望以此来提防自己发生这种自杀性的冲动。他同时注意到，虽然时间已经快到21点了，这家铺子还开着门，他觉得还是到铺子里面去好，这比在外面人行道上徘徊可以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就进了门去。如果有人问他，他满可以回答他想买刮胡子的刀片。店主人刚刚点了一盏煤油挂灯，发出一阵不干净的然而友好的气味。他年约60，体弱背驼，鼻子很长，眼光温和，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已发白，但是眉毛仍旧浓黑。他的眼镜，他的轻轻的忙碌的动作，还有他穿的那件毕旧的黑皮绒衣服，使他隐隐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好像他是一个文人或者音乐家。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好像倒了嗓子似的。他的口音不像普通无产者那么垮。你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他马上说。你就是那位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的纪念本子的先生，那本子真不错，纸张很美，以前叫做奶油纸。唉，我敢说50多年来，这种纸张早已不再生产了。他的眼光从镜架上面透过来看温斯顿。你要买什么东西吗？还是随便瞧瞧？我路过这里，温斯顿含糊地说。我只是进来随便瞧瞧，我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买。那么也好，他说，因为我想我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他的软软的手做了一个道歉的姿态。你也清楚，铺子全都空了。我跟你说句老实话，旧货买卖快要完了，没有人再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货。家具、瓷器、玻璃器皿全都慢慢破了。
还有金属的东西也都回炉烧掉。我已多年没有看到黄铜烛台了。实际上，这家小小的铺子里到处塞满了东西，但是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是有什么价值的。铺子里陈列的面积有限，四面墙根都靠着许多积满尘土的相框画架，橱窗里放着一盘盘螺母、螺钉、旧凿子、破铅刀，一眼望去就知道已经停了不走的旧手表，还有许许多多没用的废品。只有在墙角的一个小桌子上放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漆器、鼻烟匣、玛瑙饰针等等，看上去好像还有什么引人发生兴趣的东西在里面。温斯顿在向桌子漫步过去时，他的眼光给一个圆形光滑的东西吸引住了。那东西在灯光下面发出淡淡的光辉，他把它捡了起来。那是一块很厚的玻璃，一面呈弧形，一面平滑，几乎像个半球形。不论在颜色或者质地上来说，这块玻璃都显得特别柔和，好像雨水一般。在中央，由于弧形的缘故，看上去像放大了一样，有一个奇怪的粉红色的盘曲的东西，使人觉得像朵玫瑰花，又像海葵。这是什么？温斯顿很有兴趣地问。那是珊瑚，老头说。这大概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往往把它嵌在玻璃里，这至少有100年了，看上去还要更久一些。很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确实很漂亮的东西，对方欣赏地说。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识货了。他咳嗽着，如果你要，就算4元钱吧。我还记得那样的东西以前可以卖8磅。而8磅，我也算不出来，但总是不少钱。可是现在碰到真正的古董，哪怕剩下不多了，有谁能识货？温斯顿马上付了4元钱，把这心爱的东西揣在口袋里。吸引他的倒不是那东西的美丽，而是因为它似乎有着一种不属于这一个时代，而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气息。这种柔和的雨水般的玻璃，不像他见过的任何玻璃。这件东西尤其可贵的是在于，它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尽管他可以猜得出来，以前一定是把它当作镇纸来用的。放在口袋里很沉，不过幸好还好，体积不大，没有显得鼓鼓囊囊的。一个党员手中有这样一件东西，可以说是很古怪的，甚至容易招罪的。任何东西，只要是古旧的东西，尤其是美丽的东西，总容易招疑。那个老头收下了4元钱后，显得很高兴。温斯顿意识到，要是给他3元甚至2元钱，他也会收下的。楼上还有一间屋子，你也许愿意瞧一瞧，他说。东西不多，只有几件，如果上楼，我就去掌一盏灯。他另外点了一盏灯，弯着腰，慢慢地走在前面，上了一道陡陡的磨光了的扶梯，走过一条狭窄的过道，到了一间屋子里。那屋子不临街，窗口外面是个铺鹅卵石的院子和许许多多房顶的烟囱。温斯顿注意到，屋子里的陈设仍是要住人似的，地上有一条地毯，墙上有1-2张画，壁炉前面有一把深陷的邋遢的安乐椅，炉架上面有一只老式的玻璃钟在滴答走着，钟面的数字还是按12个小时分的。窗户下面是一张大床，几乎占了屋子1/4的面积，上面仍旧放着一条床垫。我老伴死去以前，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老头有点歉然说，我把家具一点一点卖掉了。这是一张很好的红木床，如果你能把臭虫搞掉的话，不过我想你也许会觉得它太笨重。他把灯举得高高的，好照清整个屋子。在温暖的昏暗的灯光下，说来奇怪，这地方是很招人喜欢的。温斯顿心中不由得想，如果他敢冒险的话，大概很容易用几块钱1星期就把这屋子租下来。可是这念头完全是胡思乱想，一出现就马上得放弃。不过这屋子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怀旧的心情，一种古老的记忆。他觉得他完全知道坐在这样一间屋子里有什么滋味。
在熊熊的炉火旁边坐在安乐椅中，双脚搁在炉架上，炉子上吊着一个水壶，孑然一身，安全无恙，没有人看着你，没有声音在你耳边聒噪，除了壶里的吱吱水声和时钟的滴答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没有电幕，他不由得喃喃自语道：啊，老头说，哼，这种东西我从来没有治过，太贵了。反正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有这种需要。那边角落里有一张很好的折叠桌，不过你如要支起来，你得安上新铰链。另一角落里有一只小书架，温斯顿已经给吸引着向那边走去，架子上除了废物以外什么也没有。在无产者区，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搜书烧书也搞得一样彻底。大洋国不论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有一本在1960年以前印的书。老头仍举着灯，站在壁炉旁边，对着床的墙上挂着的用花梨木镜框镶的一幅画前面。要是你对以前的老画片有兴趣，他开始委婉地说。温斯顿过来看那幅画，这是一幅石刻版画，画的是个椭圆形的建筑，上面有长方形的窗户，前面有个小塔，建筑物周围有铁栏杆围着，后方似乎是个塑像。温斯顿凝视了片刻，那个建筑物看上去似曾相识，只是他记不起那个塑像了。画框是嵌镶在墙上的，老头说，不过我可以把它卸下来。我认识这所房子，温斯顿终于说，现在已经败落了，这是在正义宫外面的一条街上。不错，就在法院外面，给炸掉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原来曾经是个教堂，名字叫做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他带着歉意的微笑道，好像自己觉得说的话有点可笑，又补充说，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那是什么？温斯顿问。哦，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那是我小时候唱的一个歌谣。歌谣里说些什么我已记不得了，不过我还记得最后一句是，这里有只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有把斧子砍你脑袋。一边唱一边跳舞，大家伸出胳膊让你在下面钻过去，一唱到这里有把斧子砍你的脑袋，就突然放下手来把你逮住。这支歌里竟是一些教堂的名字，伦敦的许多教堂都在里面，我是说主要的大教堂。温斯顿胡乱地想着，不知这个教堂属于哪一个世纪，要断定伦敦一所建筑的年代总是很困难。凡是雄伟的大建筑，只要外表还新，就总是说是革命后修建的，看上去显然比这早的就归于称为中世纪的那个黑暗时期。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一般都认为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从书本上固然学不到历史，从建筑上也学不到历史。雕塑、铭文、纪念碑、街道的名字，凡是可以说明过去情况的任何东西都统统改掉了。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个教堂，他说。其实留下来的还不少，老头儿说，不过都派了别的用场。哦，我记起来了，那支歌谣是怎么唱的？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3个铜板。可惜我只记得这2句了。1个铜板是最小的辅币，外表同1分钱差不多。圣马丁教堂在哪里？温斯顿问。圣马丁教堂，那还在胜利广场画廊旁边，是座门廊呈3角形，前面有圆柱和很高的台阶的房子。温斯顿对那地方很熟悉，那是一所博物馆，用来陈列各种宣传品的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模型，反映敌人暴行的蜡像等等。
以前叫做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老头补充说，不过我已记不得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什么田野了。温斯顿没有把那幅画买下来，有这东西比那玻璃镇纸还不合适，而且无法带回家，除非从画框上卸下来。不过他还是逗留了一些时候，同那个老头说着话。那个老头的名字不是叫维克斯，从店铺门前的招牌来看，你很可能认为他就是叫这个名字，却叫雀林顿。雀林顿先生年63岁，是个官夫，住在这家铺子里已有30年了。他一直想把橱窗上的铺名改掉，可是总没有动手改。他们一边说着话，温斯顿的脑海里一边在哼着那忘了一半的歌谣。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3个铜板。很奇怪，你一边哼一边就真的觉得听到了钟声。那是一个仍旧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但是有了伪装和被人遗忘的失去了的伦敦的钟声。他似乎从一个个阴沉的尖塔中听到了钟声的传来，但是从他能记事的时候起，他在实际生活中可从来没有听到过教堂的钟声。他离开雀灵顿先生，独自下了楼，免得那个老头儿看到他在出门之前偷偷地看一眼街上有没有旁人。他已经打定了主意，隔开适当的时间，比如说1个月以后，他要冒险到这家铺子再来一次。可能这并不比逃避邻里活动中心站更危险，真正严重的危险还是在买了那个日记本以后，也不知道那个铺子老板是不是可靠，竟然又到这家铺子来。但是他又想，是啊，他是要再来的，他要再买一些美丽而没有实用的小东西。他要买那幅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石刻版画，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塞在蓝制服的上衣里面带回家去。他要从雀灵顿先生的记忆中把那首歌谣全部都挖出来，甚至把楼上房间租下来这个疯狂的念头也一度又在他脑海中闪过，大概有5秒钟之久。他兴高采烈地忘乎所以，他事先也没有从玻璃窗里看一眼外面街上，就走了出去。他甚至临时编了一个小调哼了起来。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3个铜板。他忽然心里一沉，吓得屁滚尿流。前面人行道上不到10公尺的地方，来了个身穿蓝制服的人，那是小说司的那个黑头发姑娘。路灯很暗，但是不难看出是她。他抬头看了他一眼，就装得好像没有见到他一样，很快地走开了。温斯顿一时吓得动弹不得，好像瘫了一样。然后他向右转弯，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也不知道走错了方向。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有什么疑问。那个姑娘是在侦察他，他一定跟着他到了这里，因为他完全不可能是偶然，正好在同一个晚上到这同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来散步的。这条街距离党员住的任何地方都有好几公里远，这不可能是巧合。他究竟是不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那没有关系。光是他在监视他这一点就已经够了。他大概也看到了他进那家小酒店，现在走路也很费劲。他口袋里那块玻璃，在他每走一步的时候就碰一下他的大腿，他简直要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肚子痛，他好几分钟都觉得如果不赶紧找个厕所，他就憋不住了。可是在这样的地方是找不到公共厕所的。接着肚痛过去了，只留下一阵麻木的感觉。这条街道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步来，站了几秒钟，不知怎么才好，然后又转过身来往回走。他转身的时候想起那姑娘碰到他还只有3分钟，他跑上去可能还赶得上她。他可以跟着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用一块石头猛击她的脑袋。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也够沉的，可以干这个事儿。
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这样的念头也叫他受不了。他不能跑，他不能动手打人，何况他年纪轻，力气大，一定会自卫。他又想到赶紧到活动中心站去，一直待到关门，这样可以有人做旁证，证明他那天晚上在那里。但是这也办不到，他全身酸软无力，他一心只想快些回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他回家已22点了，到23点30分店门总闸就要关掉。他到厨房去，喝了足足1茶匙的杜松子酒，然后到壁龛前的桌边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日记，但是他没有马上打开来。电幕上一个低沉的女人声音在唱一支爱国歌曲，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徒劳无功地要想把那歌声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他们是在夜里来逮你的，总是在夜里，应该在他们逮到你之前就自杀。没有疑问，有人这样做，许多失踪的人实际上是自杀了。但是在一个完全弄不到枪械或者随便哪种能够迅速致命的毒物的世界里，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他奇怪地发现，痛楚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人体不可捉摸，因为总是在需要他做特别的努力的时候，他却僵化不动了。他当初要是动作迅速，本来是可以把那黑发姑娘灭口的，但是正是由于他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却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毅力。他想到碰到危急状态，你要对付的从来不是那个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到现在，尽管喝了杜松子酒，肚子里的隐痛也使他不可能有条理的思索。他想，在所有从外表看来似乎是英雄或悲剧的场合，情况也是这样的。在战场上，在刑房里，在沉船上，你要为之奋斗的原则往往被忘掉了，因为身体膨胀起来，充满了宇宙。即使你没有吓得瘫痪不动，或者痛得大声号叫，生命也不过是对饥饿、寒冷、失眠，对肚子痛或牙齿痛的一场暂时的斗争。他打开日记本，必须写下几句话来。电幕上那个女人开始唱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好像碎玻璃片一样刺进他的脑海。他努力想奥伯良，这本日记就是为他或者对他写的，但是他开始想到的却是思想警察把他带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要是马上杀你，那倒没有关系，被杀是你预料到的。但是在死前，没有人说这种事情，但是人人都知道，却有例行的逼供要过场，趴在地上求饶，折断骨头，打掉牙齿，头发结成血块。既然下场总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吃这苦呢？为什么不可能早几天，早几个星期送命呢？从来没有人能逃脱侦查，也从来没有人不招供的。你一旦犯了思想罪，可以肯定到一定日子你就得死。既然这种恐怖反正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放在前面等着你呢？他要想起奥伯良的形象来，现在比刚才略微有些成功。奥伯良对他说，我们将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他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自以为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黑暗的地方是想象中的未来，你永远看不到，只是由于预知先见而神秘地能够分享。但是由于电幕上的声音在他耳旁聒噪不休，他无法再照这个思路想下去。他把一支香烟放在嘴里，一半烟丝就掉在舌上，这是一种发苦的粉末，很难吐干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老大哥的脸，代替了奥伯良的脸。正如他几天前所做的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腐壁来瞧，腐壁上的脸也看着他，线条粗犷，神色镇静，令人宽心。但是藏在那黑胡子背后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笑容？像沉闷的钟声一样，那几句话又在他耳边响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第二部。1. 敬晌午时候，
温斯顿离开他的小办公室，去了厕所。从灯光明亮的狭长走廊的尽头，向他走来了一个孤单的人影。那是那个黑发姑娘。自从那天晚上他在那家旧货铺门口碰到她以来，已经过去了4天。他走近的时候，他看到她的右臂挂着绷带，远处看不清楚，因为绷带的颜色和他穿的制服一样，大概是他在转动那部构想小说情节的万花筒时压伤了手臂。这是小说司经常发生的事故。他们相距4米的时候，那个姑娘绊了一跤，几乎要摔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她一定又摔在那条受伤的手臂上了。温斯顿马上停住了脚步，那姑娘已经跪了起来，她的脸色一片蜡黄，嘴唇看起来更红了。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求助的神色，与其说是出于疼痛，不如说是出于害怕。温斯顿心中的感情非常奇特，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想要杀害他的敌人，然而也是一个受伤的，也许骨折的人。他出于本能已经走上前去帮助他。他一看到他跌倒的地方就在那条扎着绷带的手臂上，就感觉好像疼痛在自己身上一样。你摔痛了没有？他问道。没什么，摔痛了胳膊，一会儿就好了。他说话时好像心在快速地跳动，他的脸色可真是苍白得很。你没有摔断什么吗？没有，没事儿，痛一会儿就会好的。他把没事的手伸给他，他把他搀了起来，他的脸色恢复了一点，看起来好多了。哼，没事儿，他又简短地说，我只是把手腕摔痛了一些，谢谢你，同志。他说完就朝着原来的方向走去，动作轻快，好像真的没事儿一样。整个事情不会超过半分钟。不让自己的脸上露出内心的感情已经成了一种本能，而且在刚才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好站在一个店幕的前面。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难不露出一时的惊讶，因为就在他搀他起身时，那姑娘把一件不知什么东西塞在他的手里。他是有心这样做的，这已经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扁平的小东西。他进厕所门时把它揣在口袋里，用手指摸了摸它，原来是折成小方块的一张纸条。他一边站着小便，一边设法就在口袋里用手指把它弄开了。显然里面一定写着要同他说的什么话。他一时冲动之下想去单间的马桶间马上打开它，但是这样做太愚蠢了。这他也知道，没有任何别的地方能让他更有把握，因为店幕在连续不断地监视着人们。他回到了他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把那纸片随意放在桌上的一堆纸里，戴上了眼镜，把听写器拉了过来。他对自己说，5分钟，至少要等5分钟。他的心在胸口砰砰地跳着，声音大得令人吃惊。幸好他在做的那件工作不过是一件例行公事，纠正一长串的数字，不需要太多的注意力。不论那纸片上写的是什么，那一定是有些政治意义的。他能够估计到的只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可能更大，即那个姑娘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就像他所担心的那样。他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警察要用那种方式送信，不过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理由。纸片上写的也许是一个威胁，也许是一张传票，也许是一个要他自杀的命令，也许是一个不知什么的圈套。但是还有一种比较荒诞不经的可能性不断地冒出来，他怎么也压不下去，那就是这根本不是思想警察那里来的，而是某个地下组织送来的信息。也许兄弟团真的是确有其事的，也许那姑娘是其中的一员。没有疑问，这个念头很荒谬，但是那张纸片一接触到他的手，他的心中就马上出现了这个念头。过了1-2分钟以后，他才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即使现在
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个信息可能就是死亡，但是他仍然不信。那个不合理的希望仍然没有消失，他的心脏仍在砰砰地跳着，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在对着听写器低声说一些数字时，使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他把做完的工作卷了起来，放进了输送管里。时间已经过去了8分钟，他端正了鼻梁上的眼镜，叹了口气，把下一批的工作拉到前面，上面就有那张纸片，他把它摊平了，上面写的是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我亲外密。他吃惊之余，一时忘了把这容易招罪的东西丢进忘怀洞里。等到他这么做时，他尽管很明白表露出太多的兴趣是多么危险，还是禁不住要再看一遍，哪怕只是为了弄清楚上面确实写着这几个字。这天上午他就没有心思工作了，要集中精力做那些琐碎的工作固然很难，更难的是要掩藏他的激动情绪，不让电幕察觉。他感到好像肚子里有一把火在烧一样。在那人声嘈杂、又挤又热的食堂里吃饭成了一件苦事。他原来希望在吃中饭的时候能安静一会儿，但是不巧的是，那个笨蛋派训司又一屁股坐在他旁边，他的汗臭把一点点菜香都压过了，嘴里还没完没了地在说着仇恨粥的准备情况。他对他女儿的侦察队为仇恨粥做的一个硬纸板老大哥头部模型特别说得起劲，那模型足足有2公尺宽。讨厌的是，在嗡嗡的人声中，温斯顿一点也听不清派逊斯在说些什么，他得不断地请他把那些蠢话再说一遍。只有一次，他看到了那个姑娘，他同2个姑娘坐在食堂的那一头，他好像没有瞧见她，他也就没有再向那边望一眼。下午比较好过一些，午饭以后送来的一件工作比较复杂困难，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必须把别的事情都暂时撇在一边。这项工作是要篡改2年前的一批产量报告，目的是要损害核心党内一个重要党员的威信。这个人现在已经蒙上了阴影，这是温斯顿最拿手的事情。2个多小时里，他居然把那个姑娘完全放在脑后了。但是接着，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她的面容，引起了不可克制的要找个安静地方的强烈欲望。他不找到个安静的地方，是无法把这桩新发生的事里出一个头绪来的。今晚又是他该去参加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晚上，他又马马虎虎地在食堂里吃了一顿没有味道的晚饭，匆匆到中心站去参加讨论组的讨论。这是一种一本正经的蠢事，打2局乒乓球，喝几杯杜松子酒，听半小时提教鹰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报告。他内心里厌烦透了，可是他第一次没有要逃避中心站活动的冲动。看到了我爱你3个字以后，他要活下去的欲望猛然高涨。为一些小事担风险太不划算了。一直到了23点，他回家上床以后，在黑暗中他才能连贯地思考问题。在黑暗中，只要你保持安静，你是能够躲开电幕的监视而安然无事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个实际问题，怎样同那姑娘联系，安排一次约会。他不再认为她可能是在对他布置圈套了，他知道不会是这样，因为他把纸片递给他时，毫无疑问显得很激动。显然他吓得要命，谁都要吓坏的。他的心里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拒绝他的垂青。5天以前的晚上，他还想用一块铺路的鹅卵石砸破他的脑袋，不过这没有关系。他想到他的赤裸的年轻的肉体，像在梦中见到的那样。他原来以为他像他们别人一样也是个傻瓜，头脑里尽是些谎言和仇恨，肚子里尽是些冰块。一想到他可能会失去他，他的年轻白嫩的肉体可能从他手中滑掉，他就感到一阵恐慌。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他不同他马上联系上，他可能就改变主意了。但是要同他见面，具体的困难很大。这就像在下棋的时候，你已经将死了，却还想走一步。你不论朝什么方向，都有电幕对着你。实际上，从他看到那字条起，
5分钟之内，他就想遍了所有同他联系的方法。现在有了考虑的时间，他就逐个地再检查一遍，好像在桌上摆开一排工具一样。显然，今天上午那样的相遇是无法照搬地再来一遍的了。要是他在记录司工作，那就简单得多。但是小说司在大楼里的坐落情况，他只有个极为模糊的概念，他也没有什么借口可以到那里去。要是他知道他住在哪里和什么时候下班，他就可以想办法在他回家的路上去见他。但是跟在他后面回家并不安全，因为这需要在真理部外面来回荡荡，这一定会被人家注意到的。至于通过邮局写信给他，那根本办不到，因为所有的信件在邮递的过程中都要受到检查，这样一种必须的手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实际上，很少人写信，有时万不得已要传递信息，就用印好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长串现成的字句，只要把不适用的话划掉就行了。反正他也不知道那个姑娘的姓名，更不用说地址了。最后他决定，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要是他能够在他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时接近他，地点又是在食堂中央，距离店幕不要太近，周围人声嘈杂，只要这样的条件持续有那么30秒钟，也许就可以交谈几句了。在这以后的1个星期里，生活就像在做辗转反侧的梦一样。第2天，在他要离开食堂时，他才到来，那时已经吹哨了。他大概换了夜班，他们2人擦肩而过时，连看也不看一眼。接着那一天，他在平时到食堂的时候在食堂中出现，可是有3个姑娘在一起，而且就坐在店幕下面。接着3天，他都没有出现，这使他身心紧张，特别敏感脆弱，好像一碰即破似的。他的任何一举一动，不管是接触还是声音，不管是他自己说话还是听人家说话，都成了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使在睡梦中，他也无法完全逃避他的形象。他在这几天里没有去碰日记，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忘怀的话，那就是他的工作。有时可以一口气10分钟忘掉他自己，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一无所知，也不能去打听。他可能已经化为乌有了，也可能自杀了，也可能调到大洋国的另外一头去了。最糟糕，也是最可能的是，他可能改变了主意，决定避开他了。第2天他又出现了，胳膊已经去了悬吊的绷带，不过手腕上贴着橡皮膏。看到他，使他高兴得禁不住直挺挺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下一天，他差一点同他说成了话。那是当他进食堂的时候，他坐在一张距墙很远的桌子旁，周围没有旁人。时间很早，食堂里的人不怎么多。队伍慢慢前进，温斯顿快到柜台边的时候，忽然因为前面有人说他没有领到一片糖精而又停顿了2分钟。但是温斯顿领到他的一盘饭菜，开始朝那姑娘的桌子走去时，他还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若无其事地朝他走去，眼光却在他后面的一张桌子那边探索。当时距离他大概有3公尺远，再过2秒钟就可到他身旁了。这时他的背后忽然有人叫他史密斯，他假装没有听见。那人又喊了一声史密斯，声音比刚才大一些。再假装没有听见已没有用了。他转过头去一看，是个头发金黄、面容愚蠢的年轻人，名叫维尔西。此人他并不熟，可是面露笑容，邀请他到他桌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拒绝他是不安全的，在别人认出他以后，他不能再到一个孤身的姑娘的桌边坐下，这样做太会引起注意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坐了下来，那张愚蠢的脸也向他笑容相迎。温斯顿恨不得提起一把斧子把他砍成2半。几分钟之后，那姑娘的桌子也就坐满了。但是他一定看到了他向他走去，也许他领会了这个暗示。第2天，他很早就去了。果然，他又坐在那个老地方附近的一张桌边，又是一个人。队伍里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个子矮小，动作敏捷，
像个甲壳虫一般。他的脸型平板，眼睛很小，目光多疑。温斯顿端起盘子离开柜台时，他看到那个小个子向那个姑娘的桌子走去，他的希望又落空了。再过去一张桌子有个空位子，但那小个子的神色表露出他很会照顾自己，一定会挑选一张最空的桌子。温斯顿心里一阵发凉，只好跟在他后边走过去再说。除非他能单独与那姑娘在一起，否则是没有用的。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呼啦一声，那小个子四脚朝天跌在地上，盘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汤水和咖啡流满一地。他爬了起来，不高兴地看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他故意扮他跌跤的。不过不要紧，5秒钟以后，温斯顿心砰砰地跳着，他坐在姑娘的桌旁了。他没有看她，他放好盘子就很快吃起来，应该趁还没有人到来以前马上说话。但是他忽然一阵疑惧袭心，从上次他向他有所表示以来，已经有1个星期了。他很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他一定已经改变了主意。这件事要搞成功是不可能的，实际生活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要不是他看到那个长发诗人安普尔福斯端着一盘饭菜到处走动，想要找个座位坐下，他很可能根本不想开口的。安普尔福斯对温斯顿好像有种说不出的感情，如果看到温斯顿，肯定是会到他这里就坐的。现在大约只有1分钟的时间，要行动就得迅速。这时温斯顿和那姑娘都在吃饭，他们吃的东西是用菜豆做的炖菜，实际上和汤一样。温斯顿这时就低声说起来，他们2人都没有抬起头来看，一边把稀溜溜的东西送到嘴里，一边轻声地交换几句必要的话，声色不露。你什么时候下班？18点30分。咱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见面？胜利广场纪念碑附近，那里尽是电幕，人多就不要紧。有什么暗号吗？没有，看到我混在人群中的时候才可以过来。眼睛别看我，跟在身边就行了。什么时间？19点。好吧。安普尔福斯没有见到温斯顿，在另外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那姑娘很快地吃完了饭就走了。温斯顿留了下来，抽了一支烟。他们没有再说话，而且也没有相互看一眼。2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这可不容易做到。温斯顿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胜利广场，他在那个大笛子般的圆柱底座周围走动着，圆柱顶上老大哥的塑像朝南方天际凝视着。他在那边曾经在1号空降场战役中歼灭了欧亚国的飞机，而在几年之前则是东亚国的飞机。纪念碑前的街上有个骑马人的塑像，据说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约定时间5分钟以后，那个姑娘还没有出现。温斯顿心中又是一阵疑惧，她没有来，他改变了主意。他慢慢地走到广场北面，认出了圣马丁教堂，不由得感到有点高兴。那个教堂的钟声，当他还有钟的时候，曾经敲出过你欠我3个铜板的歌声。这时他忽然看到那姑娘站在纪念碑底座前面在看，或者说装着在看，上面贴着的一张招贴。在没有更多的人聚在他周围之前上去走近他，不太安全。纪念碑四周尽是电幕。但是这时忽然发生一阵喧哗，左边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重型车辆的声音。突然人人都奔过广场，那个姑娘清洁地在底座的雕狮旁边跳过去，混在人群中去了。温斯顿跟了上去，他跑去的时候，从叫喊声中听出来，原来是有几车欧亚国的俘虏经过。这时密密麻麻的人群已经堵塞了广场的南边。温斯顿平时碰到这种人头攒动的场合，总是往边上靠的，这次却又推又搡，向人群中央挤去。
他不久就到了离那姑娘伸手可及的地方，但中间夹了一个魁梧的无产者和一个同样肥大的女人，大概是无产者的妻子，他们形成了一道无法越过的肉墙。温斯顿把身子侧过来，猛地挤了一下，把肩膀插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五脏六腑好像被那两个壮实的躯体挤成肉酱一样，但他出了一身大汗，终于挤了过去。他现在就在那姑娘身旁了，他们肩挨着肩，但眼睛都呆呆地直视着前方。这时有一长队的卡车慢慢地开过街道，车上每个角落都直挺挺地站着手持轻机枪、面无表情的警卫。车上蹲着许多身穿草绿色破旧军服的人，脸色发黄，互相挤在一起。他们的悲哀的蒙古种的脸木然望着卡车的外面，一点也没有感到好奇的样子。有时卡车稍有颠簸，车上就发出几声铁链叮当的声音，所有的俘虏都带着脚镣，一车一车的愁容满脸的俘虏开了过去。温斯顿知道他们不断地在经过，但是他只是时断时续地看到他们。那姑娘的肩膀和她手肘以上的胳臂都碰到了他，她的脸颊挨得这么近，使他几乎可以感到她的温暖。这时他马上掌握了局面，就像在食堂那次一样，他又口也不张，用不露声色的声音开始说话。这样细声低语在人声喧杂和卡车隆隆中是很容易掩盖过去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能。星期天下午你能调休吗？能。那么听好了，你得记清楚，到巴丁顿车站去。他逐一说明了他要走的路线，清楚明确，犹如军事计划一样，使他感到惊异。坐半小时火车，然后出车站往左拐，沿公路走2公里，到了一扇顶上没有横梁的大门，穿过了田野中的一条小径，到了一条长满野草的路上，灌木丛中又有一条小路，上面横着一根长了青苔的枯木，好像他头脑里有一张地图一样。他最后低声说：“这些你都能记得吗？”能。你先左拐，然后右拐，最后又左拐。那扇大门顶上没有横梁。知道。什么时间？大约15点。你可能要等我从另外一条路到那里。你都记清了？记清了。那么马上离开我吧。这不需要他告诉他，但是他们在人群中一时还脱不开身。卡车还在经过，人们还都永不知足地呆看着。开始有几声嘘叫，但这只是从人群中间的党员那里发出来的，很快就停止了。现在大家的情绪完全是好奇，不论是从欧亚国或东亚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一种奇怪陌生的动物。除了俘虏，很少看到他们，即使是俘虏，也只是匆匆一瞥，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只知其中有少数人要作为战犯吊死，别的就无影无踪了。大概送到了强迫劳动营。圆圆的蒙古种的脸过去之后，出现了比较像欧洲人的脸，肮脏憔悴，满面胡须。从毛茸茸的面颊上露出的目光射到了温斯顿的脸上，有时紧紧地盯着，但马上就一闪而过了。车队终于走完，他在最后一辆卡车上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满脸毛茸茸的胡须，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双手插在胸前，好像久已习惯于把他的双手靠在一起了。温斯顿和那姑娘该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但就在这最后一刹那，趁四周人群还是很挤的时候，他伸过手来，很快地捏了一把他的手。温斯顿从稀疏的树荫中穿过那条小路，在树枝分开的地方就映入了金黄色的阳光。在左边的树下，地面白茫茫地长着风信子，空气湿润，好像在轻轻地吻着皮肤。这是5月的第2天，从树林深处传来了斑鸠的鸣叫。他来的稍微早了一些，
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个姑娘显然很有经验，使她不像平时那么害怕了。大概可以相信她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般的来说，你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在乡下一定比在伦敦更加安全。不错，在乡下没有电幕，但是总有碰上窃听器的危险，把你的说话声录下来。此外，一个人出门要不引起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00公里之内，不需要拿你的通行证去申请许可，但是有时火车站附近有巡逻队，要检查在那里碰到的党员的身份证，询问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但是那天没有碰到巡逻队。在出车站以后，他一路上不时回头看，确信没有人盯他的梢。火车上尽是无产者，因为天气暖和，个个都高高兴兴的。他搭的硬座车厢坐满了一个大家庭，从老掉了牙的老奶奶到才满月的婴孩。他们是到乡下亲戚家中去串门，弄一些黑市黄油。他们很坦率地这么告诉温斯顿。这条路慢慢地开阔起来，不久他就到了他告诉他的那条小径上了。那是牛群在灌木丛中踩踏出来的。他没有代表，但是知道还不到15点，脚下到处是风信子，要不踩在上面是办不到的。他蹲了下来，摘了一些，一半是消遣时间，但是也模糊地想到要在同那姑娘见面时献给她一束花。他摘了很大的一束，正在闻着它一股不好闻的淡淡的香味时，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踩踏枯枝的脚步声，不禁吓得动弹不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摘花。很可能就是那姑娘，但也可能还是有人盯上了他。回头去看就是做贼心虚。他一朵又一朵地摘着，这时有一只手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肩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那姑娘。他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出声，然后拨开树枝，沿着那条狭窄的小径，很快地引着路走到树林深处去。显然他以前去过那里，因为他躲闪坑坑洼洼非常熟练，好像出于习惯一样。温斯顿跟在后面，手中仍紧握着那束花。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感到放心，但是他看着前面那个苗条健康的身子，上面束着那条猩红的腰带，宽紧适当，露出了他的臀部的曲线，他就沉重地感到自惭形秽。即使事到如今，他回头一看，仍很可能就此打退堂鼓。甜美的空气和葱翠的树叶使他感到气馁。在从车站出来的路上，5月的阳光已经使他感到了全身脏，脸色苍白，完全是个过惯室内生活的人。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嵌满了伦敦的煤烟尘土。他想到至今为止，他大概从来还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过他。他们到了他说到过的那根枯木的旁边，他一跃过去，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灌木丛中拨开树枝。温斯顿跟着他走到一个天然的小空地，那块小小的多草的土墩周围都是高高的柚树，把它严密地遮了起来。那姑娘停了步，回过身来说：“咱们到了。”他面对着他，相距只有几步远，但是他仍不敢向他靠近。我在路上不想说什么话，他继续说，万一什么地方藏着话筒，我想不至于，但仍有可能性。他们那些畜生，总可能有一个认出你的声音来。这里就没事了。他仍没有勇气靠近他。这里就没事了。他笨拙地重复说。是的，你瞧这些树，这些树都是小榛树，从前给砍伐过，后来又长了新苗，都是细长的杆儿，没有一棵比手腕还粗，没有一棵大的可以藏话筒。再说，我以前来过这里。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说。他已经想办法走近了他一些，他挺着腰站在他前面，脸上的笑容隐隐有股嘲笑的味道，好像在问他为什么迟缓的不动手。风信子掉到了地上，好像是自己掉下来似的。他握住他的手。你能相信吗？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眼睛的颜色。他注意到它们是棕色的，一种比较淡的棕色，
睫毛却很浓。现在你既然已经看清了我，你还能多看一眼吗？能，很容易。他又说，我39岁，有个摆脱不了的妻子，我患静脉曲张，有5个假牙。我都不在乎，那姑娘说。接着也很难说究竟是谁主动，他已经在他的怀里了。起初他除了感到完全不可相信之外，没有任何感觉。那个年轻的身躯靠在他的身上有些紧张，一头黑发贴在他的脸上。说真的，他真的抬起了脸。他开始吻他红润的宽阔的嘴，他的双臂搂紧了他的脖子，轻轻地叫他亲爱的、宝贝、心肝儿。他把他拉到地上，他一点也不抗拒，听任他的摆布，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肌肤的接触并没有使他感到肉体上的刺激，他所感到的仅仅是不可相信和骄傲。他很高兴，终于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肉体上的欲望。事情来得太快了，他的年轻，他的美丽，使他害怕。他已经习惯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姑娘坐了起来，从头发里捡出一朵风信子，他靠着她坐着，伸手搂住她的腰。没有关系，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下午都是咱们的。这地方很隐蔽，是不是？有一次集体远足，我迷了路才发现的。要是有人过来，100米以外就可以听到。你叫什么名字？温斯顿问。裘利亚，我知道你叫什么。温斯顿，程史密斯。你怎么打听到的？我想打听这种事情，我比你有能耐，亲爱的。告诉我，在那天我递给你条子以前，你对我有什么看法？他没有想到要对他说谎话，一开始就把最坏的想法告诉他，这甚至也是爱的表示。我一见你就恨你，他说，我想强奸你，然后再杀死你。2个星期以前，我真的想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打破你的脑袋。要是你真的想知道，我以为你同思想警察有联系。那姑娘高兴地大笑起来，显然认为这是对她伪装巧妙的恭维。思想警察，你真的那么想吗？嗨，也许不完全是这么想，但是从你的外表来看，你知道，就只是因为你又年轻又肉感又健康，我想，也许你想我是个好党员，言行纯洁，旗帜、游行、口号、比赛、集体郊游，老是搞这样的事情。你想我一有机会就会揭发你是思想犯，把你干掉。是的，几乎是那样。好多年轻的姑娘都是那样，这个你也知道。全赖这老狮子。他一边说，一边把少年反性同盟的猩红色腰带扯了下来，扔在一根树枝上。接着他想起来了一件事情，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巧克力来，一掰成2块，给了温斯顿1块。他没有吃，就从香味中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巧克力，颜色很深，晶晶发亮，用银纸包着。一般的巧克力都是暗棕色的，吃起来像垃圾堆烧出来的烟味，这是最相近的形容。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吃到过像他给他的那种巧克力。第一阵闻到的香味勾起了他的模糊记忆，但是记不清是什么了。尽管这感觉很强烈，久久不去。你从哪儿搞到这玩意儿的？他问。黑市，他毫不在乎地说。你瞧，我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我擅长玩把戏，在少年侦察队里我做过队长，每星期3个晚上给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我没完没了地在伦敦到处张贴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品。
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举大旗，我总是面带笑容，做事从来不退缩，总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喊，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温斯顿舌尖上的第一口巧克力已经融化，味道很好，但是那个模糊的记忆仍在他的意识的边缘上徘徊，一种你很明显的感觉到，但是却又确定不了是什么具体形状的东西，好像你从眼角上看到的东西。他把它撇开在一旁，只知道这是使他很后悔而又无法挽救的一件事的记忆。你很年轻，他说，你比我小10几岁，像我这样一个人，你看重什么？那是你脸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我决定冒一下险。我很能发现谁是不属于他们的人，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反对他们。他们看来是指党，尤其是指核心党。他说起来用公开的讥嘲的口气，这种仇恨的情绪使温斯顿感到不安。尽管他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话，他们现在待的地方肯定是安全的。他身上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很惊讶，那就是他满嘴粗话。党员照说不能说骂人的话，温斯顿自己很少说骂人的话，至少不是高声说。但是裘利亚却似乎一提到党，特别是核心党，就非得用小胡同里墙上粉笔涂抹的那种话不可。他并不是不喜欢，这不过是他反对党和党的一切做法的一种表现而已，而且似乎有点自然健康，像一头马嗅到了烂草打喷嚏一样。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空地，又在稀疏的树荫下走回去，只要小径够宽，可以并肩走，就互相搂着腰。他觉得去了腰带以后，他的腰身现在柔软多了。他们说话很低声，裘利亚说，出了那块小空地，最好不出声。他们不久就到了小树林的边上，他叫他停了步。别出去，外面可能有人看着，我们躲在树枝背后就没事。他们站在针树荫里，阳光透过无数的树叶照在他们的脸上，仍然是热的。温斯顿向远处田野望去，发现这个地方是他认识的，不禁觉得十分惊异。他一眼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古老的牧场，草被啃得低低的，中间弯弯曲曲的有一条小径，到处有鼹鼠洞。在对面高高矮矮的灌木丛里，可以看到榆树枝在微风中摇摆，树叶像女人的头发一样细细地飘动。尽管看不到，肯定在附近什么地方。有一条溪流，绿水潭中有鲤鱼在游泳。这里附近是不是有条小溪？他轻轻问道。是啊，有一条小溪，在那边那块田野的边上，里面有鱼，很大的鱼。你可以看到它们在柳树下面的水潭里浮动，摆动着尾巴。那是黄金香，就是黄金香，他喃喃地说。黄金香？没什么，亲爱的，那是我有时在梦中见到的景色。瞧，裘利亚轻声叫道。一只画眉停在不到5米远的一根高度，几乎同他们的脸一般齐的树枝上。也许他没有看到他们，他是在阳光中，他们是在树荫里。他展开翅膀，又小心地收了起来，把头低了一会儿，好像向太阳致敬，接着就开始唱起来，鸣叫不绝。在下午的寂静中，他的音量是很惊人的。温斯顿和裘利亚紧紧地挨在一起，听得入了迷。这样1分钟接着1分钟，那只画眉鸣叫不已，变化多端，从来没有前后重复的时候，好像是有心表现他的精湛技艺。有时候他也暂停片刻，舒展一下翅翼，然后又收敛起来，挺起色斑点点的胸脯，又放怀高唱。温斯顿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看着那只鸟是在为谁，为什么歌唱，并没有配偶或者情敌在听他。他为什么要栖身在这个孤寂的树林的边上，兀自放怀歌唱？他心里想，不知附近有没有安装着窃听器。
他和裘利亚说话很低声，窃听器是收不到他们的声音的，但是却可以收到画眉的声音。也许在窃听器的另一头，有个甲壳虫般的小个子在留心窃听，听到的却是鸟鸣。可是画眉鸣叫不止，逐渐把他的一些猜测和怀疑驱除得一干二净。这好像醍醐灌顶，同树叶缝中漏下来的阳光合在一起。他停止了思想，只有感觉在起作用。他怀里的姑娘的腰肢柔软温暖，他把她的身子挪转一下，从而使他俩面对着面。他的肉体似乎融化在自己的肉体里了，他的手摸到哪里，哪里就像水一样不加抗拒。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同刚才的硬邦邦的亲吻大不一样。他们再挪开脸的时候，两个人都深深地叹口气。那只鸟也吃了一惊，扑哧飞走了。温斯顿的嘴唇贴在他的耳边轻轻说：马上。可不能在这里，他轻轻回答，回到那块空地去，那里安全些。他们很快地回到那块空地，一路上折断了一些树枝。一回到小树丛中之后，他就转过身来对着他。两个人都呼吸急促，但是他的嘴角上又现出了笑容。他站着看了他一会儿，就伸手拉他制服的拉链。啊，是的，这几乎同他梦中所见的一样，几乎同他想象中的一样快。他脱掉了衣服扔在一旁，也是用那种美妙的姿态，似乎把全部文明都抛至脑后了。他的肉体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白皙，但他一时没有去看他的肉体，他的眼光被那露出大胆微笑的雀斑脸庞给吸引住了。他在他前面跪了下来，把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你以前干过吗？当然干过，几百次了，爱，至少几十次了。同党员一起？是的，总是同党员一起。同核心党的党员一起？那可没有，从来没有同那些畜生一起。不过他们如果有机会，有不少人会愿意的。他们并不像他们装的那样道貌岸然。他的心跳了起来，他已经干了几十次了，他真希望是几百次、几千次。任何腐化堕落的事都使他感到充满希望。谁知道，也许在表面的底下，党是腐朽的。他提倡艰苦朴素，只不过是一种掩饰罪恶的伪装。如果他能使他们都传染上麻风和梅毒，他一定十分乐意这么做。凡是能够腐化、削弱、破坏的事情，他都乐意做。他把他拉下身来，两人面对着面。你听好了，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你明白吗？完全明白。我恨纯洁，我恨善良，我都不希望哪里有什么美德，我希望大家都腐化透顶。那么，亲爱的，我应该很配你。我腐化透顶。你喜欢这玩意儿吗？我不是指我，我指这件事本身。我热爱这件事。这就是他最想听的话，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他把他压倒在草地上，在掉落的风信子的中间。这次没有什么困难。不久，他们的胸脯的起伏恢复到正常的速度。心静后分开躺在地上了，阳光似乎更加暖和了，两人都有了睡意。他伸手把制服拉了过来，盖在他身上，接着两人就马上睡着了，大约睡了半个小时。温斯顿先醒，他坐起身来，看着那张仍然睡着、枕在他的手掌上的雀斑脸。除了他的嘴唇以外，你不能说她美丽。如果你细看，眼角有一两条皱纹，短短的黑发特别浓密柔软。他忽然想到，他还不知道他姓什么，住在哪里。睡着的无依无靠的年轻健康的肉体，
引起了他一种怜悯的、保护的心情，但是却完全不是刚才站在针树下听那画眉鸣叫时所感到的那种盲目的柔情。他把制服拉开，看他的洁白如脂的肉体，他想，要是在从前，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肉体就动了欲念，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可是如今已经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第3步，1，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概是在有爱部里，但是没有办法弄清楚。他是在一间房顶很高、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四面都是亮晶晶的白色瓷砖，隐蔽的灯使屋子里有一阵凉意，屋子里有一阵轻轻的嗡嗡声不断。他想，这大概是和空气传送设备有关。墙边有一条长板凳，或者说是木架，它宽度只够一个人坐下，但是却很长，围着四壁，到了门口才中断。在对门的一面有个便盆，但是没有座圈，每道墙上都有个垫幕，一共4个。他的肚子感到隐隐作痛，自从他们把他扔进警车带走以后，就一直肚子痛。他也感到饥肠辘辘，饿得难受。他可能有24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也可能是36小时。他仍不知道他们逮捕他时到底是早上还是晚上，也许永远不会弄清楚了。反正他被逮捕以后没有吃过东西。他尽可能安静地在狭长的板凳上坐着，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他已经学会安静地坐着了，如果你随便乱动，他们就会从垫幕中向你吆喝。但是他肚子饿得慌，他最想吃的是一片面包。他仿佛记得工作服口袋里还有些碎面包，甚至很可能还有很大的一块。他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的腿部不时碰到一块什么东西。最后他忍不住想要弄个明白，就胆大起来，伸手到口袋里。史密斯，垫幕上一个声音嚷道：6079号史密斯，在牢房里不许把手插入口袋。他又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他被带到这里来以前，曾经给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大概是个普通监狱，或者是巡逻队的临时拘留所。他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顶多几个小时，没有钟，也没有阳光，很难确定时间。那是个吵闹、发臭的地方。他们把他关在一间像现在这间一样的牢房里，但是很脏、很臭，经常关着10多个人。他们大多数人是普通罪犯，不过中间有少数几个政治犯。他静静地靠墙坐着，夹在肮脏的人体之间，心里感到害怕，肚子又痛，因此没有怎么注意周围环境。但是仍旧发现党员囚犯同别的囚犯在举止上有惊人的区别。党员囚犯都一声不响，心里给吓怕了。但是普通囚犯对不论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都毫不在乎，他们大声辱骂警卫，个人财物被没收时拼命争夺，在地板上涂写淫秽的话，吃着偷送进来的东西，这都是他们从衣服里不知什么地方拿出来的。甚至在电幕叫他们安静时，也大声反唇相讥。另外一方面，他们有几个人同警卫似乎关系很友善，叫他们绰号，在门上监视洞里把香烟塞过去。警卫们对普通罪犯也似乎比较宽宏大量，即使在不得不用暴力对付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多数人都要送到强制劳动营中去，因此关于这方面情况有不少谈论。他心里猜想，在劳动营里倒不错，只要你有适当的联系，知道周围环境，少不了贿赂、优待，各种各样的投机倒把，少不了玩弄男色和出卖女色，甚至还有用土豆酿制的非法酒精。可以信赖的事都是交给普通罪犯做的，特别是交给匪棍、凶手做的，他们无疑是狱中贵族，所有肮脏的活儿都由政治犯来干。
各种各样的囚犯不断进进出出，毒贩、小偷、土匪、黑市商人、酒鬼、妓女。有些酒鬼发起酒疯来，需要别的囚犯一起动手才能把他们制服。有一个大块头的女人，大约有60岁了，乳房大得垂在胸前，因为拼命挣扎，披着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被4个警卫一人抓住一条胳膊或腿抬了进来。她一边还挣扎着乱踢乱打，嘴里大声喊叫。他们把她要想踢他们的鞋子脱了下来，一把将她扔在温斯顿的身上，几乎把他的大腿骨都坐断了。那个女人坐了起来，向着退出去的警卫大声骂了一句：“操你们这些婊子养的！”她从温斯顿身上滑下来，坐在板凳上。“对不起，亲爱的。”她说，“全是这些混蛋，要不我是不会坐在你身上的。”他们碰到一个太太连规矩也不懂，她停了下来，拍拍胸脯，打了一个嗝。“对不起。”他说，“我有点不好过。”他向前一俯，哇的一声吐了一地。“这样好多了。”他说，回身靠在墙上，闭着眼睛。“要是忍不住，马上就吐。我是这么说的，趁还没有下肚就把它吐出来。”他恢复了精神，转过身来又看一眼温斯顿，好像马上看中了他。他的粗大的胳膊搂着温斯顿的肩膀，把他拉了过来。一阵啤酒和呕吐的气味直扑他的脸上。“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他问。“史密斯。”温斯顿说。“史密斯？”那女人问。“真好玩，我也叫史密斯。唉。”他又感慨地说，“也许我就是你的母亲。”温斯顿想，他很可能就是他的母亲。他的年龄、体格都相当，很有可能在强制劳动营待了20年以后，外表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除此之外，没有人同他谈过话。令人奇怪的是，普通罪犯从来不理会党员罪犯，他们叫他们是正犯，带有一种不感兴趣的轻蔑味道。党员罪犯似乎怕同别人说话，尤其是怕同别的党员罪犯说话。只有一次，有2个女党员在板凳上挨在一起，于是他在嘈杂人声中听到他们匆忙交换的几句低声的话，特别是提到什么101号房，他不知道是指什么。他们大概是在2-3小时以前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他肚子的隐痛从来没有消失过，不过有时候好些，有时候坏些，他思想也随之放松或者收缩。肚子痛得厉害时，他就一心只惦记着痛，惦记着饿；肚子痛得好些时，恐惧就袭心。有时他想到自己会碰到什么下场，仿佛真的发生一般，心就砰砰乱跳，呼吸就几乎要停止了。他仿佛感到橡皮棍打在他的手肘上，钉着铁掌的皮靴踩在他的肋骨上了。他仿佛看到自己匍匐在地上，从打掉了牙的牙缝里大声呼救求饶。他很少想到裘利亚，他不能集中思想在他身上。他爱他，不会出卖他，但这只是个事实，像他知道的算术规律一样明白。但这时他心中想不起他，他甚至没有想到过他会有什么下场。他倒常常想到奥伯良，怀着一线希望，奥伯良一定知道他被逮捕了。他说过，兄弟会是从来不想去救会员的，不过有刮胡子的刀片，他们如果能够的话，会送刮胡子刀片进来的。在警卫冲进来以前，只要5秒钟就够了。刮胡子刀片就可以割破喉管，又冷又麻，甚至拿着刀片的手指也会割破，割到骨头上。他全身难受，什么感觉都恢复了，稍微碰一下就会使他痛得哆嗦着往后缩。他即使有机会，他也没有把握会不会用刀片。过一天算一天，似乎更自然一些。多活10分钟也好，即使明知道最后要受到拷打。有时他想数一数牢房墙上有多少块瓷砖，这应该不难，
但数着数着，他就忘了已数过多少。他想的比较多的是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时间是什么时候。有一次，他觉得很肯定，外面一定是白天，但马上又很肯定地认为外面是漆黑一团。他凭直觉知道，在这样的地方，灯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这是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奥伯良似乎理会这个比喻。在友爱部里没有窗户，他的牢房可能位于大楼的中央，也可能靠着外墙，可能在地下10层，也可能在地上30层。他在心里想象着这一个个地方，要想根据自己身体的感觉来断定，究竟高高的在空中，还是深深的在地下。外面有皮靴咔嚓声，铁门砰地打开了，一个年轻军官潇洒地走了进来。他穿着黑制服的身躯细而长，全身似乎都发出擦亮的皮靴的光泽。他的线条笔挺的苍白的脸好像蜡制的面具。他叫门外的警卫把犯人带进来，诗人安普尔福斯踉跄进了牢房，门又砰地关上了。安普尔福斯向左右做了个迟疑的动作，仿佛以为还有一扇门可以进去，接着就在牢房里来回踱起步来。他没有注意到温斯顿也在屋里，他的发愁的眼光凝视着温斯顿头上约1公尺的墙上。他脚上没有穿鞋，破袜洞里露着肮脏的脚趾。他也有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脸上须根毛茸茸的，一直长到颧骨上，使他看上去像个恶棍。这种神情同他高大而孱弱的身躯和神经质的动作很不相称。温斯顿从懒洋洋的惰性中振作起一些来，他一定得同安普尔福斯说话，即使遭到电幕的斥骂也不怕，甚至很可能安普尔福斯就是送刀片来的人。安普尔福斯，他说。电幕上没有吆喝声，安普尔福斯停下步来，有点吃惊，他的眼睛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温斯顿身上。啊，史密斯，他说，你也在这里？你来干什么？老实跟你说，他笨手笨脚地坐在温斯顿对面的板凳上。只有一个罪，不是吗？他说。那你犯了这个罪？看来显然是这样。他把一只手放在额上，按着太阳穴，这样过了一会儿，好像竭力要想记起一件什么事情来。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他含糊其辞地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可能的例子，没有疑问，这是一时不慎。我们在出版一部吉卜林诗集的权威版本，我没有把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神改掉，我没有办法。他几乎气愤地说，抬起头来看着温斯顿。这一行诗没法改，押的韵是胀，全部词汇里能押这个韵的就只有12个字。我好几天绞尽脑汁，想不出别的字来。他脸上的表情改了样，烦恼的神情消失了，甚至出现了几乎高兴的神情。他尽管蓬首垢面，却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书呆子发现一些没有用处的事实时所感到的喜悦。你有没有想到，他说，英国诗歌的全部历史是由英语缺韵这个事实所决定的？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而且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不觉得这一点有什么重要，或者对他有什么兴趣。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问。安普尔福斯又愕了一下。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逮捕我，可能是在2天以前，也可能是在3天以前。他的眼光在四周墙上转来转去，好像是要找个窗户。在这个地方，白天黑夜没有什么两样。我看不出你怎么能算出时间来。他们又随便谈了几句，接着电幕上毫无理由地吆喝一声，不许他们再说话。温斯顿默默地坐着，双手交叠。安普尔福斯个子太大，坐在板凳上不舒服，
老是左右挪动，双手先是握在一个膝盖上，过了一会儿又握在另外一个膝盖上。电木发出吆喝，要他保持安静不动。时间就这样过去，20分钟，1个小时究竟多久，很难断定。接着外面又是一阵皮靴声，温斯顿五脏六腑都收缩起来。快了，很快，也许5分钟，也许马上。皮靴咔嚓声可能意味着现在轮到他了。门打开了，那个脸上冷冰冰的年轻军官进了牢房，他的手轻轻一动，指着安普尔福斯。101号房，他说。安普尔福斯夹在警卫中间，踉跄地走了出去。他的脸似乎有点不安，但看不透他。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温斯顿的肚子又痛了。他的念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一条轨道上转着，好像一个球不断地掉到同一条槽里。他只有6个念头：肚子痛、一片面包、流血和叫喊、奥伯良、裘利亚、刀片。他的五脏六腑又是一阵痉挛，皮靴咔嚓声又走近了。门一开，送进来一阵强烈的汗臭。派逊斯走进了牢房，他穿着卡其短裤和运动衫。这一次是温斯顿吃惊地忘掉了自己。你也来了，他说。派逊斯看了温斯顿一眼，既不感到兴趣，也不感到惊异，只有可怜相。他开始来回走动，不能安静下来。每次他伸直胖乎乎的膝盖时，可以看出膝盖在哆嗦。他的眼光停滞，好像无法使自己不呆呆地看着眼前不远的地方。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温斯顿问。思想罪，派逊斯说，几乎发不出清楚的音来。他的说话腔调表明，他既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却又不能相信这样的话居然可以适用到自己身上。他在温斯顿前面停了下来，开始热切地求他：你想他们不会枪毙我的吧？老兄，你说他们会不会，如果你没有干过什么事情，只是有过什么思想，而你又没有办法防止这种思想，他们不会枪毙你的吧？我知道他们会给你一个机会叫你申辩，我相信他们会这样的。他们知道我过去的表现，是不是？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我这个人不坏，当然没有头脑，但是热情。我尽了我的力量为党做工作，是不是？我大概判5年就差不多了，你想是不是？还是10年？像我这样的人在劳动营用处很大，他们不会因为我偶尔出了一次轨就枪毙我的吧？你有罪吗？温斯顿问。我当然有罪。派逊斯奴颜婢膝地看了一眼电木。你以为党会逮捕一个无辜的人吗？他的青蛙脸平静了一些，甚至有了一种稍带神圣的表情。思想罪可是件要不得的事情，老兄，他庄重地说，他很阴险。你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就抓住了你。你知道他怎样抓住我的吗？在睡梦里。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想，像我这样的人，辛辛苦苦尽我的本分，从来不知道我的头脑里有过什么坏思想。可是我开始说梦话，你知道他们听到了我说什么吗？他压低了声音，好像有人为了医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说肮脏话一样。打倒老大哥，真的，我说了这个，看来说了还不止一遍。老兄，这话我只对你说，他们没有等着再进一步就逮住了我，我倒感到高兴。你知道我到法庭上去要对他们怎么说吗？我要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那么谁揭发你的？温斯顿问。我的小女儿，派逊斯答道，神情有些悲哀，但又自豪。她在门缝里偷听，一听到我的话，她第2天就去报告了巡逻队。一个7岁小姑娘够聪明的，是不是？
我一点也不恨他，我反而为他觉得骄傲。这说明我把他教育得很好。他又来回做了几个神经质的动作，好几次眼巴巴地看着便盆。接着他突然拉下了短裤。对不起，老兄，他说，我憋不住了，等了好久了。他的大屁股坐到了便盆上，温斯顿用手遮住脸。史密斯，电幕上的声音吆喝道：呵，6079号史密斯，不许遮脸，牢房里不许遮脸。温斯顿把手移开，派逊斯大声痛快地用了便盆，结果发现冲水的开关不灵，牢房里后来好几小时臭气熏天。派逊斯给带走了，接着又神秘地来了一些犯人，后来又给带走了。有一个女犯人听到要带到101号房里去，脸色就变了，人好像顿时矮了一截。有一个时候，如果她带进来的时候是早上，那就是下午；如果是下午，那就是半夜。牢房里有6个犯人，有男有女，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温斯顿对面坐着一个没有下巴科尔、牙齿外露的男人，他的脸就好像一只驯良的大兔子一样，他的肥胖的多斑的双颊宽松下垂，很难不相信里面没有存储着一些吃的。他的浅灰色的眼睛胆怯地从这张脸转到那一张脸，一看到有人注意他，就马上把视线转移开去。门打开了，又有一个犯人给带了进来。温斯顿看到他的样子，心里一阵凉。他是一个面目平庸的普通人，可能是个工程师，或者是个技术员。但是叫人吃惊的是，他面孔的消瘦，完全像个骷髅。由于瘦削，眼睛和嘴巴就大得不成比例，眼睛里似乎有一种对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都怀有刻骨仇恨的恶狠狠神情。那个人坐在温斯顿不远的板凳上，温斯顿没有再看他，但是那痛苦的骷髅一般的脸在他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好像就在他的眼前一样。他突然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人快要饿死了。这个念头似乎同时闪过牢房里其他每个人的脑海。板凳上传开来一阵轻微的骚动，那个没有下巴科尔的人的眼光一直向那骷髅一般的人瞥去，马上又有点带着旧意地转了开去，可是又忍不住给吸引过去。接着他就坐立不安起来，终于他站了起来，一手插在工作服的口袋里，蹒跚地走过去，有点难为情地拿出一片发黑的面包来给骷髅头的人。电幕上马上发出一阵震耳的怒吼，没有下巴科尔的人吓了一跳，骷髅头的人马上把手放到身后去，好像要向全世界表示他不要那礼物。本姆斯特德，电幕上的声音咆哮道：2713号本姆斯特德，把那块面包撂在地上。没有下巴科尔的人把那块面包撂在地上，站在原地别动。那声音说：面对着门，不许动。没有下巴科尔的人遵命不动，他的鼓鼓的面颊无法控制地哆嗦起来。门砰地打开了，年轻的军官进来以后闪开一旁，后面进来一个矮壮的警卫，胳膊粗壮，孔武有力。他站在没有下巴科尔的人面前，等那军官一使眼色，就用全身的力量猛地一拳打在没有下巴科尔的人的嘴上，用力之猛，几乎使他离地而起。他的身体倒到牢房另一头去，掉在便盆的底座前。他躺在那里好像吓呆了一样，污血从嘴巴和鼻子中流了出来。他有点不自觉地发出了一阵十分轻微的呻吟声。接着他翻过身去，双手双膝着地，摇摇晃晃地要想站起来。在鲜血和口水中，他的嘴里掉出来打成两半的一排假牙。犯人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叠在膝上。没有下巴科尔的人爬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他的脸有一边的下面开始发青，他的嘴巴肿得像一片樱桃色的没有形状的肉块，中间有一个黑洞，
血一滴一滴地流到他胸前工作服上。他的灰色的眼睛仍旧转来转去看着别人的脸，比以前更加惶恐了，好像他要弄清楚他受到这样侮辱别人到底怎样瞧不起他。门打开了，那个军官略一动手，指着那个骷髅头的人。101号房，他说。温斯顿身旁有人倒吸一口气，那个骷髅头的人一头栽到地上，跪在上面，双手握紧。同志，首长，他叫道，你不用把我带到那里去，我不是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吗？你还想知道什么？我没有什么不愿招供的，没有什么，你只用告诉我是什么，我都马上招供，你写下来我就签字，什么都行，可不要带我到101号房去。101号房，那军官说。那个人的脸本已发白，这时已变成温斯顿不相信会有的颜色，肯定无疑的是一层绿色。你怎么对待我都行，他叫道，你已经饿了我好几个星期了，把我饿到头，让我死吧，枪毙我，吊死我，判我25年，你们还有什么人要我招供的吗？只要说是谁，我就把你们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们。我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你们要怎样对待他。我有妻子和3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6岁，你可以把他们全都带来，在我面前把他们喉管割断，我一定站在这里看着，可是千万别把我带到101号房去。101号房，那军官说。那个人的脸焦急的一个个看着周围的其他犯人，仿佛有个主意，要把别人来当他的替死鬼。他的眼光落到了那个没有下巴科尔的人被打烂了的脸，他猛地举起了他的瘦骨嶙峋的胳膊。你们应该带他去，不应该带我去，他叫道。你们可没有听到他们打烂了他的脸以后他说些什么？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可以把他说的话全部告诉你。反党的是他，不是我。警卫走上前一步，那个人的嗓门提高到尖叫的程度。你们可没有叫到他。他又说，电木出了毛病，你们要的是他，不是我。快把他带走。那2个粗壮的警卫得俯身抓住他的胳膊才制服他，可是就在这个当儿，他朝牢房的地上一扑，抓住墙边板凳的铁腿不放。他像畜生似的大声嚎叫，警卫抓住他身子，要把他的手指掰开，可是他紧抓住不放，气力大得惊人。他们拉了他20秒钟左右，其他犯人安静地坐在一旁，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嚎叫停止了，那个人已快没有气了。这时又是一声呼号，只是声音不同。原来那个警卫的皮靴踢断了他的一根手指，他们终于把他拽了起来。101号房，那个军官说。那个人给带了出去，走路摇摇晃晃，脑袋低垂，捧着他给踢伤的手，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那个骷髅头带走的时候是午夜，那么现在就是上午了。如果是上午，就是下午。只有温斯顿一个人，这样已有几个小时了。老是坐在狭板凳上屁股发痛，他就站起来走动走动，倒没有受到电木的斥喝。那块面包仍在那个没下巴科丢下的地方。开始时要不去看他，真得咬紧牙关才行。但是过了一会儿，口渴比肚饥更难受了。他的嘴巴干燥难受，还有一股恶臭。嗡嗡的声音和苍白的灯光造成了一种昏晕的感觉，使他的脑袋感到空空如也。他在全身骨头痛得难受的时候就站起来，可是几乎马上又坐下去，因为脑袋发晕，站不住脚。只要身体感官稍一正常，恐怖便又袭上心头。他有时抱着万一的希望，想到奥伯良和刀片，即使给他送吃的来，不可想象地里面会藏着刀片。
他也依稀地想到裘利亚，他不知在什么地方也在受苦，也许比他还厉害。他现在可能在痛得尖叫。他想，如果我多吃些苦能救裘利亚，我肯不肯？是的，我肯的。但这只是个理智上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应该如此，但他没有这种感觉。在这种地方，除了痛和痛的预感以外，你没有别的感觉。此外，你在受苦的时候，不管为了什么原因，真的能够希望痛苦再增加一些。不过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答复。皮靴又走近了，门打了开来，奥伯良走了进来。温斯顿要站起来，他吃惊之下，什么戒备都忘掉了。多年来第一次，他忘掉了墙上的电幕。他们把你也逮到了，他叫道。他们早就把我逮到了，奥伯良说，口气里略带一种几乎感到歉意的讽刺。他闪开身子，从他背后出现了一个胸围粗壮的警卫，手中握着一根长长的黑色橡皮棍。你是明白的，温斯顿，奥伯良说，别自欺欺人。你原来就明白，你一直是明白的。是的，他现在明白了，他一直是明白的，但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他看到的只有那个警卫手中的橡皮棍，落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脑袋顶上，耳朵尖上，胳膊上，手肘上。手肘上，他瘫了下来，一只手捧着那条挨了一棍的手肘，几乎要跪倒在地。眼前一阵昏花，什么都炸成了一片黄光。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一棍打来会造成这样的痛楚。黄光消退了，他可以看清他们两个人低头看着他。那个警卫看到他那难受劲儿感到好笑，至少有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不管什么原因，你无法希望增加痛苦。对于痛苦，你只能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停止。天下没有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难受的了。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他在地上滚来滚去，一遍又一遍地这么想着，捧着他那打残了的左臂，毫无办法。二，他躺在一张好像是行军床那样的床上，不过离地面很高，而且身上好像给绑住了，使他动弹不得。比平时更强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奥伯良站在旁边，注意地低头看着他。另外一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手中拿着打针的注射器。即使在睁开眼睛以后，他也是慢慢的才看清周围的环境的。他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深深的海底世界，游泳游到这个房间中来的。他在下面多久，他不知道。自从他们逮捕他以来，他就没有见过白天或黑夜，而且他的记忆也不是持续的，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意识甚至在睡觉中也有的那种意识，忽然停止了，过了一段空白间隙后才恢复。但是这一段空白间隙究竟是几天、几星期，还是不过几秒钟，就没法知道。在手肘遭到那一击之后，噩梦就开始了。后来他才明白，当时接着发生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场开罗戏，一种例行公事式的审讯，几乎所有犯人都要过一遍，人人都得供认各种各样的罪行，刺探情报、破坏等等。招供不过是个形式，但拷打却是货真价实的。他给打过多少次，每次拷打多久，他都记不得了。不过每次总有5、6个穿黑制服的人同时向他扑来，有时是拳头，有时是橡皮棍，有时是铁条，有时是皮靴。他常常在地上打滚，像畜生一样不讲羞耻，蜷缩着身子闪来闪去，想躲开拳打脚踢，但是这是一点也没有希望的，只会招来更多的脚踢，踢在他的肋骨上、肚子上、手肘上、腰上、腿上、下腹上、睾丸上、脊梁骨上。这样没完没了的拳打脚踢，有时持续到使他觉得最残酷的，
可恶的、不可原谅的事情，不是那些警卫继续打他，而是他竟无法使自己失去意识昏过去。有时候他神经紧张的还没有开始打他就大声叫喊求饶，或者一见到拔出拳头来就自动招供了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罪行。也有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什么都不招，实在痛不过时才说一言半语，或者他突然的想来个折中，对自己这么说：我可以招供，但还不到时候，一定要坚持到实在忍不住痛的时候，再踢3脚，再踢2脚，我才把他们要我说的话说给他们听。有时他给打得站不住脚，像一袋土豆似的掉在牢房里的石头地上，歇息了几个小时以后，又给带出去痛打。也有时间比较长，他记不清了，因为都是在睡梦中或昏晕中度过的。他记得有一间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墙上有个架子，还有一只洗脸盆，送来的饭是热汤和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脾气乖戾的理发员来给他刮胡子剪头发，还有一个一本正经没有感情的白衣护士来试他的脉搏，验他的神经反应，翻他的眼皮，粗糙的手指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看有没有骨头折断，在他的胳膊上打针，让他昏睡过去。拷打不如以前频繁了，主要成了一种威胁。如果他的答复不够让他们满意，就用拷打来恐吓他。拷问他的人现在已不再是穿黑制服的粗汉，而是党内知识分子，都是矮矮的小胖子，动作敏捷，目戴眼镜，分班来对付他。有时一班持续达10几个小时，究竟多久他也弄不清楚。这些拷问他的人总是使他不断吃到一些小苦头，但是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他们打他耳光，拧他耳朵，揪他头发，要他用一只脚站着，不让他撒尿，用强烈的灯光照他的脸，一直到眼睛里流出泪水。但是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侮辱他，打垮他的辩论说理的能力。他们的真正厉害的武器还是1个小时接着1个小时地无休无止地无情拷问他，使他说漏了嘴，让他掉入圈套，歪曲他说的每一句话，抓住他的每一句假话和每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一直到他哭了起来。与其说是因为感到耻辱，不如说是因为神经过度疲劳。有时一次拷问他要哭5、6次，他们多半是大声辱骂他，稍有迟疑就扬言要把他交还给警卫去拷打。但是他们有时也会突然改变腔调，叫他同志，要他看在鹰社和老大哥面上，假惺惺地问他对党到底还有没有半点忠诚，改正自己做过的坏事。在经过好几小时的拷问而精疲力尽之后，甚至听到这样的软话，他也会泪涕交加。终于这种喋喋不休的盘问比警卫的拳打脚踢还要奏效，使他完全屈服。凡是要他说什么话，签什么字，他都一概遵命。他一心只想弄清楚的是，他们要他招认什么，这样他好马上招认，免得吃眼前亏。他招认暗杀党的领导，散发煽动反叛的小册子，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招认早在1968年就是东亚国政府豢养的间谍。他招认他笃信宗教，崇拜资本主义，是个老色鬼。他招认杀了老婆，尽管他自己明白，拷问的人也明白，他的老婆还活着。他招认多年以来就同古尔德施坦因有个人联系，是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把什么东西都招认，把什么人都拉下水，是很容易的事。况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乎事实的，他的确是党的敌人，因为在党的眼里，思想和行为没有差别。还有另外一种记忆，在他的脑海里互无关联地出现，好像是一幅幅的照片，照片四周一片漆黑。他在一个牢房里，可能是黑的，也可能是亮光，因为他只看见一双眼睛。附近有一个仪器在慢慢的准确的滴答响着，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腾空而起，跳进眼睛里，
给吞噬掉了。他给绑在一把椅子上，四周都有仪表，灯光强得耀眼。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观看仪表，外面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那个蜡像一般的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2个警卫。101号房，那个军官说。白大褂没有转身，他也没有看温斯顿，他只是在看仪表。他给推到一条很大的走廊里，有1公里宽，尽是金黄色灿烂的光。他的嗓门很高，大声笑着，招着供，他什么都招认，甚至在拷打下仍没有招出来的东西都招认了。他把他的全部生平都向听的人说了，而这些听的人早已知道这一切了。同他在一起的还有警卫、其他拷问者、穿白大褂的人、奥伯良、裘利亚、却灵顿先生都一起在走廊里经过，大声哭着。潜伏在未来的可怕的事却给跳过去了，没有发生，一切太平无事，不再有痛楚。他的一生全部都摆了出来，得到了谅解和宽恕。他在木板床上要坐起身来，好像觉得听到奥伯良的谈话声。在整个拷问的过程中，他虽然从来没有看见过奥伯良，但是他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奥伯良一直在他身旁，只是没有让他看见而已。奥伯良是这一切事情的总指挥，派警卫打他，又不让他们打死他，是奥伯良决定什么时候该让温斯顿痛得尖叫，什么时候该让他缓一口气，什么时候该让他吃饭，什么时候该让他睡觉，什么时候该给他打针。提出问题，按时要什么答复的，也是奥伯良。他既是拷打者，又是保护者，既是审问者，又是朋友。有一次，温斯顿记不得是在打了麻药针睡着了以后，还是正常睡着了以后，还是暂时醒来的时候，他听到耳边有人低声说：“别担心，温斯顿，你现在由我看管。我观察你已有7年，现在到了转折点，我要救你，要使你成为完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奥伯良的说话声，但是这同7年以前在另外一个梦境中告诉他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的说话声是同一个人的声音。他不记得拷问是怎样结束的，有一个阶段的黑暗，接着就是他现在所在的那个牢房，或者说房间，逐渐在他四周变得清楚起来。他完全处于仰卧状态，不能移动，他的身体在每个要紧的节骨眼上都给牵制住了，甚至他的后脑勺似乎也是用什么东西抓住似的。奥伯良低头看着他，神态严肃，很是悲哀。他的脸从下面望上去，皮肤粗糙，神情憔悴，眼睛下面有好几道圈儿，鼻子到下巴颏儿有好几条皱纹。他比温斯顿所想象的要老得多了，大概50来岁。他的手的下面有一个仪表，上面有个杠杆，仪表的表面有一圈数字。我告诉过你，奥伯良说，要是我们再见到，就是在这里。是的，温斯顿说。奥伯良的手微动了一下，此外就没有任何别的预告。温斯顿全身突然感到一阵痛，这阵痛很怕人，因为他看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对他进行了致命的伤害。他不知道是真的这样，还是用电的效果，但是他的身体给扒拉开来，不成形状，每个关节都给慢慢地搬开了。他的额头上痛得出了汗，但是最糟糕的还是担心脊梁骨要断。他咬紧牙关，通过鼻孔呼吸，尽可能的不做出声来。你害怕？奥伯良看着他的脸说，再过一会儿有什么东西要断了，你特别害怕这是你的脊梁骨，你的心里很逼真的可以看到脊椎裂开，髓液一滴一滴的流出来。温斯顿，你现在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温斯顿没有回答。奥伯良把仪表上的杠杆拉回去，阵痛很快消退，几乎同来时一样快。这还只有40，奥伯良说，
你可以看到，表面上的数字最高达100，因此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请你始终记住，我有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叫你感到多痛就多痛。如果你向我说谎，或者不论想怎么样搪塞，或者甚至说的不符合你平时的智力水平，你都会马上痛地叫出来，明白吗？明白了，温斯顿说。奥伯良的态度不像以前严厉了，他沉思地端正了一下眼镜，踱了1-2步。他在说话的时候，声音就很温和，有耐心。他有了一种医生的、教员的，甚至牧师的神情，一心只想解释说服，不是惩罚。温斯顿，我为你操心，他说，是因为你值得操心。你很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好多年以来就已很明白，只是你不肯承认而已。你的精神是错乱的，你的记忆力有缺陷，真正发生的事你不记得，你却使自己相信你记得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幸而这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自己从来没有想法治疗过，因为你不愿意。这只需要意志上稍作努力，可是你就是不肯。即使现在，我也知道，你仍死抱住这个毛病不放，还以为这是美德。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问你，眼前大洋国是在同哪个国家打仗？我被逮捕的时候，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打仗。东亚国，很好，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是不是？温斯顿吸了一口气，他张开嘴巴要说话，但又没有说，他的眼光离不开那仪表。要说真话，温斯顿，你的真话，把你以为你记得的告诉我。我记得在我被捕前1个星期，我们还没有同东亚国打仗，我们当时同他们结着盟，战争的对象是欧亚国，前后打了4年。在这以前，奥伯良的手摆动一下，叫他停止。再举一个例子，他说，几年以前，你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幻觉，有3个人，3个以前的党员叫琼斯、阿隆逊和鲁瑟福的，在彻底招供以后按叛国罪处决，而你却以为他们并没有犯那控告他们的罪。你以为你看到过无可置疑的物证，可以证明他们的口供是假的。你当时有一种幻觉，以为看到了一张照片，你还以为你的手里真的握到过这张照片。这是这样一张照片。奥伯良手指中间夹着一张简报，他在温斯顿的视野里出现了大约5秒钟。这是一幅照片，至于它是什么照片，这是毫无问题的，它就是那张照片。这是琼斯、阿隆逊、鲁瑟福在纽约一次党的会议上的照片，11年前他曾意外见到，随即销毁了的。他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刹那，就又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他已看到了，毫无疑问，他已看到了。他忍着剧痛拼命想坐起来，但是不论朝什么方向，他连1毫米都动弹不得。这时他甚至忘掉了那个仪表了，他一心只想把那照片再拿在手中，至少再看一眼。它存在的，他叫道。不，奥伯良说。他走到屋子那一头去，对面墙上有个忘怀洞。奥伯良揭起盖子，那张薄薄的纸片就在一阵热风中卷走了，在看不见的地方一燃而灭，化为灰烬。奥伯良从墙头那边转身回来。灰烬，他说，甚至是认不出来的灰烬、尘埃。它并不存在，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它存在过，它确实存在，它存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记得它。我不记得它，奥伯良说。温斯顿的心一沉，那是双重思想。他感到一点也没有办法。如果他能够确定奥伯良是在说谎，这就无所谓了。
但是完全有可能，奥伯良真的已忘记了那张照片。如果这样，那么他就已经忘记了他否认记的那张照片，忘记这一行为的本身。你怎么能确定这只不过是个小手法呢？也许头脑里真的会发生疯狂的错乱，使他绝望的就是这种思想。奥伯良沉思地低着头看他，他比刚才更加像一个教师在想尽办法对付一个误入歧途但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他说：“你再复述一遍。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温斯顿顺从地复述：“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奥伯良说，一边慢慢地点着头表示赞许。温斯顿，那么你是不是认为过去是真正存在过的？温斯顿又感到一点也没有办法，他的眼光盯着仪表，他不仅不知道怎么答复是还是不是能使他免除痛楚，他甚至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答复是正确的。奥伯良微微笑道：“温斯顿，你不懂形而上学，到现在为止，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存在是什么意思。我来说的更加确切些，过去是不是具体存在于空间里？是不是有个什么地方，一个有具体东西的世界里，过去仍在发生着？没有。那么过去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记录里，这是写了下来的。在记录里，还有在头脑里，在人的记忆里，在记忆里。那么很好，我们党控制全部记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但是你怎么能教人不记的事情呢？温斯顿叫道，又暂时忘记了仪表。它是自发的，它独立于一个人之内。你怎么能够控制记忆呢？你就没有能控制我的记忆。奥伯良的态度又严厉起来了，他把手放在仪表上。恰恰相反，他说，你才没有控制你的记忆，因此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到这里来，是因为你不自量力，不知自重，你不愿为神之健全付出顺从的代价，你宁可做个疯子，光棍少数派。温斯顿，只有经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清现实。你以为现实是某种客观的、外在的、独立存在的东西，你也以为现实的性质不言自明，你自欺欺人地认为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以为别人也同你一样看到了同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而且不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因为个人的头脑可能犯错误，而且反正很快就要死亡。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头脑中，而党的头脑是集体的、不朽的。不论什么东西，党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除了通过党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到现实的。温斯顿，你得重新学习，这是事实，这需要自我毁灭，这是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你先要知道自卑，然后才能神智健全。他停了一会儿，好像要使对方深刻理解他说的话。你记得吗？他继续说，你在日记中写，所谓自由，即可以说2+2等于4的自由。记得，温斯顿说。奥伯良举起他的左手，手背朝着温斯顿，大拇指缩在后面，4个手指伸开。我举的是几个手指，温斯顿？4个。如果党说不是4个，而是5个，那么你说是多少？4个。话还没有说完，就是一阵剧痛。仪表上的指针转到了55，温斯顿全身汗如雨下，他的肺部吸进呼出，空气都引起大声呻吟。即使咬紧牙关也压不住。
奥伯良看着他，4个手指仍伸在那里。他把杠杆拉回来，不过剧痛只稍微减轻一些。几个手指，温斯顿？4个。指针到了60。几个手指，温斯顿？4个，4个。我还能说什么？4个。指针一定又上升了，但是他没有去看他。他的眼前只见到那张粗犷的严厉的脸和4个手指，4个手指在他眼前像4根大柱，粗大模糊，仿佛要抖动起来，但是毫无疑问地是4个。多少手指，温斯顿？4个。快停下来，快停下来，你怎么能够这样继续下去？4个，4个。多少手指，温斯顿？5个，5个，5个。不，温斯顿，这没有用，你在说谎，你仍认为是4个，到底多少？4个，5个，4个，你爱说几个就是几个，只求你马上停下来，别再教我痛了。他猛地坐了起来，奥伯良的胳膊围着他的肩膀，他可能有1、2秒钟昏了过去，把他身体绑住的带子放松了。他觉得很冷，禁不住打寒战，牙齿咯咯打颤，面颊上眼泪滚滚而下。他像个孩子似的抱着奥伯良，围着他肩膀上的粗壮胳膊，使他感到出奇的舒服。他觉得奥伯良是他的保护人，痛楚是外来的，从别的来源来的，只有奥伯良才会救他免于痛楚。你学起来真慢，温斯顿，奥伯良温和地说。我有什么办法？他口齿不清地说，我怎么能不看到眼前的东西呢？2加2等于4呀。有时候是4，温斯顿，但有时候是5，有时候是3，有时候3、4、5全是。你得再努力一些，要神志健全不是容易的事。他把温斯顿放到床上躺下，温斯顿4肢上缚的带子又紧了，不过这次痛已减退，寒战也停止了，他只感到软弱无力，全身发冷。奥伯良点头，向穿白大褂的一个人示意。那人刚才自始至终呆立不动，这时他弯下身来，仔细观看温斯顿的眼珠，试了他的脉搏，听了他的胸口，到处悄悄摸摸，然后向奥伯良点一点头。再来，奥伯良说。温斯顿全身一阵痛，那指针一定升高到了70、75。这次他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手指仍在那里，仍旧是4个。现在主要的是把痛熬过去，他不再注意到自己究竟是不是在哭。痛又减退了，他睁开眼睛，奥伯良把杠杆拉了回来。多少手指，温斯顿？4个，我想是4个，只要能够，我很愿意看到5个，我尽量想看到5个。你究竟希望什么？是要我相信你看到5个，还是真正要看到5个？真正要看到5个。再来，奥伯良说。指针大概升到了80、90，温斯顿只能断断续续地记得为什么这么痛。在他的紧闭的眼皮后面，手指像森林一般，似乎在跳舞，进进出出，互相叠线。他想数一下，他也不记得为什么，他只知道要数清他们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神秘地，4就是5， 5就是4。痛又减退了，他睁开眼睛，发现看到的仍是原来的东西。无数的手指像移动的树木，仍朝左右2个方向同时移动着，互相交叠。他又闭上了眼。我举起的有几个手指，温斯顿？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再下去就会把我痛死的。4个、5个、6个，说老实话，我不知道。好一些了，奥伯良说。一根针刺进了温斯顿的胳膊，就在这当儿，一阵舒服的暖意马上传遍了他的全身，痛楚已全都忘了。他睁开眼，感激地看着奥伯良，一看到他的粗犷的皱纹很深的脸，那张丑陋但是聪明的脸，他的心感到一阵酸。要是他可以动弹，他就会伸出手去，放在奥伯良的胳膊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爱他，这不仅因为他停止了痛楚，归根到底，奥伯良是友是敌，这一点无关紧要的感觉又回来了。奥伯良是个可以同他谈心的人，也许你与其受人爱，不如被人了解更好一些。奥伯良折磨他，快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而且有一阵子几乎可以肯定要把他的命给断送。但这没有关系，按那种比友谊更深的意义来说，他们还是知己。反正有一个地方，虽然没有明说，他们可以碰头好好谈一谈。奥伯良低头看着他，他的表情说明他的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开口说话时，用的是一种随和的聊天的腔调。你知道你身在什么地方吗，温斯顿？他问道。我不知道，但我猜得出来，在友爱部。你知道你在这里已有多久了吗？我不知道，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我想已有几个月了。你认为我们为什么把人带到这里来？让他们招供？不是这个原因。再试一试看。惩罚他们？不是，奥伯良叫道。他的声音变得同平时不一样了，他的脸色突然严厉起来，十分激动。不是，不光是要你们招供，也不光是要惩罚你们。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吗？是为了给你们治病，是为了使你神智恢复健全。温斯顿，你要知道，凡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治好走的。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罪行并不感到兴趣，党对表面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单要打败敌人，我们要改造他们。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他俯身望着温斯顿，因为离得很近，他的脸显得很大，从下面望上去丑陋得怕人。此外，还充满了一种兴奋的表情，紧张得近乎疯狂。温斯顿的心又一沉，他恨不得钻到床底下去。他觉得奥伯良一时冲动之下很可能搬动杠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奥伯良转过身去，踱了1、2步，又继续说：“不过不像刚才那么激动了。你首先要明白，在这个地方不存在烈士殉难问题。你一定读到过以前历史上的宗教迫害的事，在中世纪里发生过宗教迫害，那是一场失败。它的目的只是要根除异端邪说，结果却巩固了异端邪说。他每烧死一个异端分子，就制造出几千个来。为什么？因为宗教迫害公开杀死敌人，在这些敌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杀死，因为他们不肯悔改而把他们杀死。他们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真正信仰。这样，一切光荣自然归于殉难者，一切羞耻自然归于烧死他们的迫害者。后来，在20世纪出现了极权主义者，就是这样叫他们的。他们是德国的纳粹分子和俄国的共党分子。俄国人迫害异端邪说比宗教迫害还残酷，他们自以为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他们有一点是明白的，绝不能制造殉难烈士。他们在公审受害者之前，有意打垮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用严刑拷打，用单独禁闭，把他们折磨得成为匍匐求饶的可怜虫，
什么罪名都愿意招认，辱骂自己，攻击别人来掩蔽自己。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种事情又发生了，死去的人成了殉难的烈士，他们的可耻下场遗忘了。再问一遍，为什么是这样？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供词显然是逼出来的，是假的。我们不再犯这种错误，在这里招供的都是真的。我们想办法做到这些供词是真的，而且尤其是我们不让死者起来反对我们。你可别以为后代会给你昭雪沉冤，后代根本不会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之中，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登记簿上没有你的名字，活人的头脑里没有你的记忆，不论过去和将来，你都给消灭掉了，你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么为什么要拷打我呢？温斯顿想，心里感到一阵怨恨。奥伯良停下了步，好像温斯顿把这想法大声说了出来一样。他的丑陋的大脸挪了进来，眼睛眯了一些。你在想，他说，既然我们要把你彻底消灭掉，使得不论你说的话或做的事再也无足轻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不厌其烦地要先拷问你？你是不是这样想？是的，温斯顿说。奥伯良微微一笑道，温斯顿，你是白玉上的瑕疵，你是必须擦去的污点。我刚才不是对你说过，我们同过去的迫害者不同吗？我们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甚至最奴颜婢膝的服从都不要。你最后投降，要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并不因为异端分子抗拒我们才毁灭他，只要他抗拒一天，我们就不毁灭他。我们要改造他，争取他的内心，使他脱胎换骨。我们要把他的一切邪念和幻觉都统统烧掉。我们要把他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不仅仅是在外表上，而且是在内心里真心诚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在杀死他之前，也要把他改造成为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容许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不论多么隐蔽，多么不发生作用，居然有一个错误思想存在。甚至在死的时候，我们也不容许有任何脱离正规的思想。在以前，异端分子走到火星柱前去时，仍是一个异端分子，宣扬他的异端邪说，为此而高兴若狂。甚至俄国清洗中的受害者在走上刑场挨枪弹之前，他的脑壳中也可以保有反叛思想。但是我们却要在粉碎那个脑壳之前，把那脑袋改造完美。以前的专制暴政的告诫是你干不得，极权主义的告诫是你得干，我们则是你得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反对我们，每个人都洗得一干二净。甚至你相信是无辜的那3个可怜的卖国贼，琼斯、阿隆逊和鲁瑟福，我们最后也搞垮了他们。我亲身参加过对他们的拷问，我看到他们慢慢地软了下来，趴在地上哀哭着求饶。我们拷问完毕时，他们已成了行尸走肉，除了后悔自己的错误和对老大哥的爱戴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剩下了。看到他们怎样热爱他，真是很感动人。他们要求马上枪毙他们，可以在思想还仍清白纯洁的时候趁早死去。他的声音几乎有了一种梦境的味道，他的脸上仍有那种兴奋热情的发疯的神情。温斯顿想，他这不是假装的，他不是伪君子，他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最使温斯顿不安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智力的低下。他看着那粗笨然而文雅的身躯走来走去，时而进入，时而退出他的视野里。奥伯良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比他大的人，凡是他曾经想到过或者可能想到的念头，奥伯良无不都早已想到过，研究过，批驳过了。他的头脑包含了温斯顿的头脑，但是既然这样，奥伯良怎么会是疯狂的呢？那么发疯的就一定是他，温斯顿自己了。奥伯良停下来，低头看他，他的声音又严厉起来了。哼，别以为你能够救自己的命，温斯顿，不论你怎么彻底向我们投降，
凡是走上歧途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幸免。即使我们决定让你寿终，你也永远逃不脱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是永远的，你事先必须了解，我们要打垮你，打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你碰到的事情，即使你活1000年，你也永远无法从中恢复过来。你不再可能有正常人的感情，你心里什么都成了死灰。你不再可能有爱情、友谊、生活的乐趣、欢笑、好奇、勇气、正直，你是空无所有。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他停下来，跟穿白大褂的打个招呼。温斯顿感到有一件很重的仪器放到了他的脑袋下面。奥伯良坐在床边，他的脸同温斯顿的脸一般高。3000，他对温斯顿头上那个穿白大褂的说。有2块稍微有些湿的软垫子夹上了温斯顿的太阳穴，他缩了一下，感到了一阵痛。那是一种不同的痛。奥伯良把一只手按在他的手上，叫他放心，几乎是很和善。这次不会有伤害的，他说，把眼睛盯着我。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阵猛烈的爆炸，也可以说类似爆炸，但弄不清楚究竟有没有声音，肯定发出了一阵闪光，使人睁不开眼睛。温斯顿没有受到伤害，只是弄得精疲力尽。他本来已经是仰卧在那里，但是他奇怪地觉得好像是给推到这个位置的。一种猛烈的无痛的打击把他打翻在那里，他的脑袋里也有了什么变化。当他的瞳孔恢复视力时，他仍记得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也认得看着他的那张脸，但是不知在什么地方总有一大片空白，好像他的脑子给挖掉了一大块。这不会长久，奥伯良说，看着我回答，大洋国同什么国家在打仗？温斯顿想了一下，他知道大洋国是什么意思，也知道自己是大洋国的公民，他也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但谁同谁在打仗，他却不知道。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在打仗。我记不得了。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你现在记得吗？哼，记得。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自从你生下来以后，自从党成立以来，自从有史以来，就一直不断地在打仗，总是同一场战争，你记得吗？记得。11年以前，你造了一个关于3个因叛国而处死的人的神话，你硬说自己看到过一张能够证明他们无辜的纸片，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纸片，这是你造出来的，你后来就相信了它。你现在记得你当初造出这种想法的时候吧？记得。我现在把手举在你的面前，你看到5个手指，你记得吗？记得。奥伯良举起左手的手指，大拇指藏在手掌后面。现在有5个手指，你看到5个手指吗？是的。而且他的确在刹那间看到了，在他的脑海中的景象还没有改变之前看到了。他看到了5个手指，并没有畸形，接着一切恢复正常，原来的恐惧、仇恨、迷惑又袭上心来。但是有那么一个片刻，他也不知道多久，也许是30秒钟的时间里，他神志非常清醒地感觉到，奥伯良的每一个新的提示都填补了一片空白，成为绝对的真理。只要有需要的话，2加2可以等于3，同等于5一样容易。奥伯良的手一放下，这就消失了。他虽不能恢复，但仍旧记得，就像你在以前很久的某个时候，事实上是个完全不同的人的时候，有个栩栩如生的经历，现在仍旧记得一样。你现在看到，奥伯良说，无论如何这是办得到的。是的，温斯顿说。
奥伯良带着满意的神情站了起来。温斯顿看到他的左边的那个穿白大褂的人打破了一只鞍布，把注射器的注塞往回抽。奥伯良脸上露出微笑，转向温斯顿，他重新整了一整鼻梁上的眼镜，动作一如以往那样。你记得曾经在日记里写过，他说，不管我是友是敌都无关紧要，因为我至少是个能够了解你并且可以谈得来的人。你的话不错，我很喜欢同你谈话，你的头脑使我感到兴趣，它很像我自己的头脑，只不过你是精神失常的。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你如果愿意，可以向我提几个问题。任何问题。任何问题。他看到温斯顿的眼光落在仪表上，这已经关掉了。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们把裘利亚怎样了？温斯顿问。奥伯良又微笑了。他出卖了你，温斯顿，马上毫无保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这样快投过来的。你如再见到他，已很难认出来了。他的所有反叛精神、欺骗手法、愚蠢行为、肮脏思想都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得到了彻底的改造，完全符合课本的要求。你们拷打了他。奥伯良对此不予置答。下一个问题，他说，老大哥存在吗？当然存在，有党存在，就有老大哥存在，他是党的化身。他也像我那样存在吗？你不存在，奥伯良说。他又感到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感觉袭心。他明白，也不难想象，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不存在的论据是些什么。但是这些论据都是胡说八道，都是玩弄词句。你不存在这句话，不是包含着逻辑上的荒谬吗？但是这么说有什么用呢？他一想到奥伯良会用那些无法争辩的疯狂的论据来驳斥他，心就感到一阵收缩。我认为我是存在的，他懒懒地说。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我生了下来，我还会死去。我有胳膊有腿，我占据一定的空间，没有别的实在东西能够同时占据我所占据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老大哥存在吗？这无关重要，他存在。老大哥会死吗？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下一个问题，兄弟会存在吗？温斯顿，你就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把你对付完了以后，如果放你出去，即使你活到90岁，你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只要你活一天，这个问题就一天是你心中没有解答的谜。温斯顿默然躺在那里，他的胸脯起伏比刚才快了一些。他还没有提出他心中头一个想到的问题，他必须提出来，可是他的舌头好像说不出声来了。奥伯良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甚至他的眼镜片似乎也有了嘲讽的色彩。温斯顿心里想，他很明白我要问的是什么。想到这里，他的话就冲出口了。101号房里有什么？奥伯良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他挖苦地回答：你知道101号房里有什么，温斯顿？人人都知道101号房里有什么。他向穿白大褂的举起一个手指，显然谈话结束了。一根针刺进了温斯顿的胳膊，他马上沉睡过去。3. 你的改造分3个阶段，奥伯良说：学习、理解、接受。现在你该进入第2阶段了。温斯顿又是仰卧在床上，不过最近绑带比较松了，他仍给绑在床上，不过膝盖可以稍作移动，脑袋可以左右转动，从手肘以下可以举起手来。那个仪表也不那么可怕了，只要他脑筋转得快一些，
就可以避免吃苦头。主要是在他脑筋不灵的时候，奥伯良才搬杠杆。有时他们谈一次话没有用过一次仪表，他记不得他们已经谈过几次了。整个过程似乎拖得很长，时间也无限，可能有好几个星期，每次谈话与下次谈话之间有时可能间隔几天，有时只有1-2小时。你躺在那里，奥伯良说，你常常纳闷，而且你甚至问过我，为什么友爱部要在你身上花这么多的时间，费这么大的劲。当初你自由的时候，你也因基本上同样的问题而感到不解。你能够理解你所生活的社会的运转，但是你不理解它的根本动机。你还记得你曾经在日记上写过，我知道方法，但我不知道原因。就是在你想原因的时候，你对自己神智是否健全产生了怀疑。你已经读了那本书，古尔德·施坦因的书，至少读过他的一部分。他有没有告诉你一些你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你读过吗？温斯顿问。是我写的，这是说，是我参加合写的。你也知道，没有一本书是单个人写的。书里说的是不是真实的？作为描写是真实的，但他所提出的纲领是胡说八道。秘密积累知识，逐渐扩大启蒙，最后发生无产阶级造反，推翻党。你不看也知道他要这样说，这都是胡说八道。无产阶级永远不会造反，1000年、100万年也不会，他们不能造反。我无需把原因告诉你，你自己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曾经梦想过发生暴力起义，那你就抛弃这个梦想吧。没有办法推翻党，党的统治是永远的，把这当作你的思想的出发点。他向床边走近一些，永远这样。他重复说，现在再回到方法和原因问题上来。你很了解党维持当权的方法，现在请告诉我，我们要坚持当权的原因，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当权？说吧。他见温斯顿沉默不语就说。但是温斯顿还是继续沉默了1-2分钟，他感到一阵厌倦。奥伯良的脸上又隐隐出现了一种狂热的神情。他知道奥伯良会说些什么，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当权，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要权力，是因为群众都是软弱的、怯懦的可怜虫，既不知如何运用自由，也不知正视真理，必须有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加以统治，进行有计划的哄骗。人类面前的选择是自由或幸福，对大多数人类来说，选择幸福更好一些。党是弱者的永恒监护人，是为了使善可能到来才作恶的一个专心一致的派系，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温斯顿心里想，可怕的是，奥伯良这么说的时候，他就会相信他。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奥伯良什么都知道，比温斯顿好过1000倍。他知道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类生活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党用什么谎话和野蛮手段使他们处在那种地位。他完全明白这一切，加以权衡，但这都无关重要，因为为了最终目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温斯顿心里想，对于这样一个疯子，他比你聪明。他心平气和地听了你的论点，但是仍坚持他的疯狂。你有什么办法呢？你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统治我们，他软弱地说。你们认为人类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此……他惊了一下，几乎要叫出声来，他的全身一阵痛。奥伯良搬了杠杆，仪表的指针升到了35。真愚蠢，温斯顿，真愚蠢。他说，按你的水平，你不应该说这么一句话。他把杠杆搬回来，继续说，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的问题的答复是什么？答复是，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他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有兴趣。不论财富、
奢侈、长寿或者幸福，我们都没有兴趣，只对权力，纯粹的权力有兴趣。纯粹的权力是什么意思？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与以往的所有寡头政体都不同，那是在于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有其他寡头政治家，即使那些同我们相像的人，也都是些懦夫和伪君子。德国的纳粹党人和俄国的共产党人在方法上同我们很相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动机。他们假装，或许他们甚至相信，他们夺取权力不是出于自愿，只是为了一个有限的时期，不久就会出现一个人人都自由平等的天堂。我们可不是那样，我们很明白，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现在你开始懂得我的意思了吧？奥伯良的疲倦的脸像以往一样使温斯顿感到很触目。这张脸坚强、肥厚、残忍，充满智慧，既有激情又有节制，使他感到毫无办法。但是这张脸是疲倦的脸，眼眶下面有皱纹，双颊的皮肉松弛。奥伯良抚在他的头上，有意让他久经沧桑的脸移得更近一些。你在想，他说，我的脸又老又疲倦。你在想，我在持稳还权力，却没有办法防止我自己身体的衰老。温斯顿，难道你不明白，个人只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衰变正是机体的活力。你把指甲剪掉的时候，难道你就死了吗？他从床边走开，又开始来回踱步，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我们是权力的祭司，他说，上帝是权力。不过在目前，对你来说，权力不过是个字眼。现在你应该对权力的含义有所了解。你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情是，权力是集体的，个人只是在停止作为个人的时候才有权利。你知道党的口号自由即奴役，你有没有想到过这句口号是可以颠倒过来的？奴役即自由。一个人在单独和自由的时候总是要被打败的，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人都必死，这是最大的失败。但是如果他能完全绝对服从，如果他能摆脱个人存在，如果他能与党打成一片而做到他就是党，党就是他，那么他就是全能的，永远不朽。你要明白的第二件事情是，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利，是对身体，尤其是对思想的权利。对物质你们所说的外部现实的权利并不重要。我们对物质的控制现在已经做到了绝对的程度。温斯顿一时没有去注意仪表，他猛地想坐起来，结果只是突然感到一阵痛而已。但是你怎么能够控制物质呢？他叫出声来道，你们连气候或者地心吸力都还没法控制，而且还有疾病、痛苦、死亡。奥伯良摆一摆手，叫他别说话。我们所以能够控制物质，是因为我们控制了思想。现实存在于脑袋里。温斯顿，你会慢慢明白的。我们没有做不到的事情，隐身、升空，什么都行。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像肥皂泡一样，在这间屋子里漂浮起来。我不愿意这么做，是因为党不愿意我这么做。这种19世纪式的自然规律观念，你必须把它们丢掉。自然规律是由我们来规定的。但是你们并没有，你们甚至还没有成为地球的主人。不是还有欧亚国和东亚国吗？你们还没有征服他们。这无关紧要，到了合适的时候都要征服。即使不征服，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否定他们的存在。大洋国就是世界，但是世界本身只是一粒尘埃，而人是渺小的，毫无作为。人类存在多久了？有好几百万年，地球上是没有人迹的。胡说八道！地球的年代同人类一样长久，一点也不比人类更久。
怎么可能比人类更久呢？除了通过人的意识，什么都不存在。但是岩石里尽是已经绝迹的动物的骨骼化石，在人类出现以前很久，在地球上生活过猛犸、蛀牙象和庞大的爬行动物。你自己看到过这种骨骼化石吗，温斯顿？当然没有，这是19世纪生物学家捏造出来的。在人类出现以前，什么都不存在。在人类绝迹后，如果人类有一天会绝迹的话，也没有什么会再存在。在人类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存在。但是整个宇宙是在我们之外。看那星星，有些是在100万光年之外，它们在我们永远及不到的地方。星星是什么？奥伯良冷淡地说，它们不过是几公里以外的光点，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到那里。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抹掉。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星星绕地球而转。温斯顿又挣扎了一下，这次他没有说什么。奥伯良继续说下去，好像在回答对方说出来的反对意见。为了一定目的，这话当然是不确定的。比如我们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或者在预测日食月食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假设地球绕太阳而转，星星远在1万公里之外，这样比较方便。但这又怎样呢？难道你以为我们不能创造一种双重的天文学体系吗？星星可以近也可以远，是我们需要而定。你以为我们的数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吗？难道你忘掉了双重思想？温斯顿在床上一缩，不论他说什么，对方迅速的回答就像给他打了一下闷棍一样。但是他知道自己是对的，认为你自己思想以外不存在任何事物。这种想法肯定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是不确定的。不是早已揭露过这是一种谬论吗？甚至还有一个名称，不过他已记不起来了。奥伯良低头看着温斯顿，嘴角上飘起一丝潮意。我告诉你，温斯顿，他说，形而上学不是你的所长，你在想的一个名词叫唯我论，可是你错了，这不是唯我论，这是集体唯我论。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可以说是相反的一回事。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他又换了口气说，真正的权利，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利，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利，而是控制人的权利。他停了下来，又恢复了一种教训聪颖儿童的教师神情。温斯顿，一个人是怎样对另外一个人发挥权力的？温斯顿想了一想说，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说得不错，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光是服从还不够，他不受苦，你怎么知道他在服从你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给人带来痛苦和耻辱，权力就在于把人类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你自己所选择的样子把它再粘合起来。那么你是不是开始明白我们要创建的是怎样一种世界？这种世界与老派改革家所设想的那种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恐惧、贩卖、折磨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在臻于完善的过程中越来越无情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里，所谓进步就是朝向越来越多痛苦的进步。以前的各种文明以建筑在博爱和正义上相标榜，我们建筑在仇恨上。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狂怒、得意、自贬以外，没有别的感情，其他一切都要摧毁。我们现在已经摧毁了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我们割断了子女与父母、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再敢信任妻子、儿女、朋友，而且在将来不再有妻子或朋友。子女一生下来就要脱离母亲，好像蛋一生下来就从母鸡身边取走一样。性的本能要消除掉，生殖的事要弄得像发配给正一样，成为1年1度的手续形式。我们要消灭掉性的快感，
我们的神经病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除了对党忠诚以外，没有其他忠诚；除了爱老大哥以外，没有其他的爱；除了因打败敌人而笑以外，没有其他的笑。不再有艺术，不再有文学，不再有科学。我们达到万能以后，就不需要科学了。美与丑不再有区别，不再有好奇心，不再有生命过程的应用，一切其他乐趣都要消灭掉。但是，温斯顿，请你不要忘了，对于权力的沉醉却永远存在，而且不断的增长，不断的越来越细腻，每时每刻永远有胜利的欢悦，践踏束手待毙的敌人的快感。如果你要设想一幅未来的图景，就想象一只脚踩在一张人脸上好了，永远如此。他停了下来，等温斯顿说话。温斯顿又想钻到床底下去，他说不出话来，他的心脏似乎冰冻住了。奥伯良继续说：请记住，这是永远如此，那张脸永远在那里给你践踏，异端分子、社会公敌永远在那里，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他们，羞辱他们。你落到我们手中以后所经历的一切会永远继续下去，而且只有更厉害。间谍活动、叛党卖国、逮捕拷打、处决灭迹，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完。这个世界不仅是个胜利的世界，也同样是个恐怖的世界。党越有力量，就越不能容忍；反对力量越弱，专制暴政就越严。古尔德施坦因及其异端邪说将永远存在，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攻击、取笑、辱骂、唾弃，但是他们总是仍旧存在。我在这7年中同你演出的这出戏，将一代又一代永远一而再再而三地演下去，不过形式更加巧妙而已。我们总是要把异端分子提到这里来听我们的摆布，叫痛求饶，意气消沉，可悲可耻，最后痛悔前非，自动地爬到我们脚下来。这就是我们在制造的一个世界，温斯顿，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世界，没完没了地压迫着权力的神经。我可以看出，你已经开始明白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到最后，你会不只明白而已，你还会接受它，欢迎它，成为它的一部分。温斯顿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一些，有气无力地说：你们不能这样。温斯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可能创造一个像你刚才介绍的那样的世界，这是梦想，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因为不可能把文明建筑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上，这种文明永远不能持久。为什么不能？它不会有生命力，它会分崩离析，它会自我毁灭。胡说八道！你以为仇恨比爱更消耗人的精力？为什么会是这样？即使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假定我们就是要使自己衰亡得更快，假定我们就是要加速人生的速度，使得人满30就衰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难道不明白，个人的死不是死，党是永生不朽的？像刚才一样，一番话把温斯顿说得哑口无言。此外，他也担心，如果他坚持己见，奥伯良会开动仪表，但是他又不能沉默不语，于是他有气无力地又采取了攻势，只是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论据，除了对奥伯良刚才的一番话感到说不出来的惊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后盾。我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你们会失败的，你们会遭到打败的，生活会打败你们。我们控制着生活的一切方面，温斯顿，你在幻想有什么叫做人性的东西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慨，起来反对我们。但是人性是我们创造的，人的伸缩性无限大，你也许又想到无产阶级或者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快别做此想，他们像牲口一样，一点也没有办法。党就是人性，
其他都是外在的，无足轻重。我不管，他们最后会打败你们，他们迟早会看清你们的面目，那时他们会把你们打得粉碎。你看到什么迹象能说明这样的事情快要发生了吗？或者有什么理由吗？没有，但是我相信，我知道你们会失败。宇宙之中反正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精神还是原则，是你们所无法胜过的。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不相信。那么那个会打败我们的原则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人的精神。你认为自己是个人吗？是的。如果你是人，温斯顿，那你就是最后一个人了。你那种人已经绝迹，我们是后来的新人。你不明白你是孤家寡人，你处在历史之外，你不存在。他的态度改变了，口气更加严厉了。你以为我们撒谎，我们残酷，因此你在精神上比我们优越。是的，我认为我优越。奥伯良没有说话，有另外2个声音在说话。过了一会儿，温斯顿听出其中一个声音就是他自己的声音，那是他参加兄弟会那个晚上同奥伯良谈话的录音带。他听到他自己答应要说谎、盗窃、伪造、杀人、鼓励吸毒和卖淫、散布梅毒，向孩子脸上浇枪水。奥伯良做了一个小手势，似乎是说不值得放这录音。他于是关上店门，说话声音就中断了。起床吧，他说。绑带自动松开，温斯顿下了地，不稳地站起来。你是最后一个人，奥伯良说。你是人类精神的监护人，你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把衣服脱掉。温斯顿把扎住工作服的一根绳子解开，拉链早已取走了。他记不得被捕以后有没有脱光过衣服。工作服下面，他的身上是些肮脏发黄的破片，勉强可以看出来原来是内衣。他把它们脱下来扔到地上时，看到屋子那头有一个3面镜。他走过去，半路上就停住了，嘴里不禁惊叫出声。过去，奥伯良说，站在2面镜子中间，你就也可以看到侧面。他停下来是因为他吓坏了，他看到一个死灰色的骷髅一样的人体弯着腰向他走进来，样子非常怕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这人就是他自己，他走得距镜子更近一些。那人的脑袋似乎向前突出，那是因为身子佝偻的缘故。他的脸是个绝望无援的死囚的脸，额角高凸，头顶光秃，尖尖的鼻子，沉陷的双颊，上面2只眼睛却灼灼发亮，凝视着对方，满脸都是皱纹，嘴巴塌陷。这毫无疑问是他自己的脸，但是他觉得变化好像比他内心的变化更大。他所表现的感情不是他内心感到的感情。他的头发已有一半秃光了。他起先以为自己头发也发白了，但是发白的是他的头皮。除了他的双手和脸上一圈以外，他全身发灰，污秽不堪。污垢的下面到处还有红色的疮疤，脚踝上的静脉曲张已溃疡成一片，皮肤一层一层掉下来。但是最吓人的还是身体羸弱的程度，胸口肋骨突出，与骷髅一样，大腿瘦的还不如膝盖粗。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奥伯良叫他看一看侧面，他的脊梁弯曲的怕人，瘦骨嶙峋的双肩向前弯着，胸口深陷，皮包骨的脖子似乎吃不消脑袋的重压。如果叫他猜，他一定估计这是一个患有慢性痼疾的60老翁的躯体。你有时想，奥伯良说，我的脸，核心党党员的脸老而疲惫，你对自己的脸有什么想法？他抓住温斯顿，把他转过身来，正对着自己。
你瞧瞧自己成了什么样子。他说，你瞧瞧自己身上的这些污垢，你脚趾缝中的污垢，你脚上的烂疮，你知道自己臭得像头猪吗？也许你已经不再注意到了，瞧你这副消瘦的样子，你看到吗？你的胳膊还不如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合拢来的圈那么粗，我可以把你的脖子掐断，同折断一根胡萝卜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你知道吗？你落到我们手中以后，已经掉了25公斤，甚至你的头发也一把一把的掉。瞧，他一揪温斯顿的头发，就掉下一把来。张开嘴，还剩9颗、10颗、11颗牙齿。你来的时候有几颗，剩下的几颗随时可掉。瞧，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有力地扳住温斯顿剩下的一颗门牙。温斯顿上颚一阵痛，奥伯良已把那颗门牙搬了下来，扔在地上。你已经在烂掉了，他说，你已经在崩溃了，你是什么？一堆垃圾。现在再转过去瞧瞧镜子里面，你见到你面前的东西吗？那就是最后的一个人。如果你是人，那就是人性。把衣服穿上吧。温斯顿手足迟钝地慢慢把衣服穿上。他到现在为止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这么瘦弱。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他落在这个虎穴里一定比他所想象的时间还要久。他把这些破烂衣服穿上身后，对于自己被糟蹋的身体不禁感到一阵悲痛。他突然坐在床边的一把小板凳上放声哭了起来。他明知自己极不雅观，破布包扎的一把骨头坐在刺眼的灯光中哭泣，但是他无法自制。奥伯良一手按在他肩头，几乎是很同情似的。这不会永远如此的，他说，你只要愿意，随时随地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一切取决于你自己。全是你们造成的，温斯顿呜咽地说，是你们把我搞得这般状态的。不，温斯顿，是你自己把你搞到这般状态的。你一决心反党，就准备接受这个结果了。一切都包含在那第一步中间，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你所没有预见到的。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我们打垮了你，温斯顿，我们打垮了你。你已经见到了你的身子是什么样子，你的精神也处在同样的状态。我想不会剩下多少自尊心了。你给拳打足踢，鞭棍交加，百般辱骂，你大声叫过痛，求过饶，在地上自己的血泊和呕吐的脏物中间打过滚，你哀声的求饶乞怜，出卖过别人。你能想出一件自己没有干过的堕落事情吗？温斯顿停止了哭泣，但是眼睛里仍满蕴泪水。他抬头看奥伯良，我没有出卖裘利亚，他说。奥伯良低头沉思地看着他，没有，他说，没有，这完全正确，你没有出卖裘利亚。温斯顿心中一阵温暖，对奥伯良感到说不出的敬重，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这种奇特的感情。他想，这个人是多么地明白事理啊！奥伯良总是从来都不会不了解对他说的话的。要是换了旁人，谁都会马上回答说，他已出卖了裘利亚。他有什么东西在拷打之下没有说出来呢？他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的习惯，他的性格，他过去的生活，他极其详细地交代了他们幽会时所发生的一切，相互之间所说的话，黑市买卖、通奸、反党的密谋，一切的一切。然而，按照他的本意所用的词来说，他没有出卖他，他没有停止爱他，他对他的感情依然如旧。奥伯良明白他的意思，不需要任何解释。告诉我，他问道，他们什么时候枪毙我？可能要过很久，奥伯良说，你是个老大难问题，不过不要放弃希望，迟早一切总会治愈的，最后我们就会枪毙你。4.
他好多了，他一天比一天胖起来，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只是很难区分这一天与下一天而已。白色的光线和嗡嗡的声音一如既往，不过牢房比以前稍微舒服了一些，木板床上有了床垫，还有个枕头，床边有把板凳可以坐一坐。他们给他洗了一个澡，可以过一阵子用铝盆擦洗一下身子。他们甚至送温水来给他洗。他们给他换了新内衣和一套干净的工作服。他们在静脉曲张的创口上抹了清凉的油膏。他们把剩下的坏牙都拔了，给他镶了全部假牙。这么过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如果他有兴趣的话，现在有办法计算时间了，因为他们定时给他送吃的来。他估计每24小时送来3顿饭，有时他也搞不清送饭来的时间是白天还是夜里。伙食好的出奇，每3顿总有1顿有肉，有一阵子还有香烟。他没有火柴，但是送饭来的那个从来不说话的警卫给他点了火。他第一次抽烟几乎感到恶心要吐，但还是吸了下去。每餐以后吸半支，一盒烟吸了好多天。他们给他一块白纸板，上面系着一支铅笔。起初他没有用它，他醒着的时候也完全麻木不动。他常常吃完一餐就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等下一餐。有时睡了过去，有时昏昏沉沉，连眼皮也懒得张开。他早已习惯在强烈的灯光照在脸上的情况下睡觉了，这似乎与在黑暗中睡觉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梦境更加清楚而已。在这段时间内，他梦得很多，而且总是快活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黄金乡，坐在阳光映照下的一大片废墟中间，同他的母亲裘利亚·奥伯良在一起，什么事情也不干，只是坐在阳光中谈着家常。他醒着的时候，心里想到的也是梦境。致痛的刺激一消除，他似乎已经丧失了思维的能力。他并不是感到厌倦，他只是不想说话或者别的，只要谁都不去惹他，不打他，不问他，够吃，够干净，就完全满足了。他花在睡觉上的时间慢慢的少了，但是他仍不想起床，他只想静静地躺着，感到身体慢慢恢复体力。他有时常常在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要想弄清楚肌肉确实长得更原始了，皮肤不再松弛了。最后他确信无疑自己的确长胖了，大腿肯定比膝盖粗了。在此以后，他开始定期做操，不过起先有些勉强。过了不久，他能够一口气走3公里，那是用牢房的宽度来计算的。他的肩膀开始挺直，他做了一些比较复杂的体操，但是发现有的事情不能做，使他感到很奇怪，又感到很难过。比如说，他不能快步走，他不能单手平举板凳，他不能一脚独立，他蹲下来以后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站立起来，大腿小腿感到非常酸痛。他想做俯卧撑，一点也不行，连1毫米也撑不起来。但是再过了几天，或者说再过了几顿饭的功夫，这也能做到了。最后他一口气可以撑起6次。他开始真的为自己身体感到骄傲，相信自己的脸也恢复了正常。只有时偶尔摸到秃光的脑袋时，他才记得那张从镜子中向他凝视的多皱的脸。他的思想也更加活跃起来。他坐在床上，背靠着墙，膝上放着写字板、轴翼，开始重新教育自己。他已经投降了，这已是一致的意见。实际上，他回想起来，他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很久，早已准备投降了。从他一进友爱部开始，是的，甚至在他和裘利亚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听电幕上冷酷的声音吩咐他们做什么的时候，他已经认识到他要想反对党的权利是多么徒劳无益。他现在明白，7年来思想警察就一直监视着他，像放大镜下的小甲虫一样。他们没有注意不到的言行，没有他们推想不到的思想，甚至他日记本上那粒发白的泥尘，他们也小心地放回在原处。他们向他放了录音带，给他看了照片，
有些是裘莉亚和他在一起的照片，是的，甚至他无法再同党做斗争了。此外，党是对的，这绝对没有问题。不朽的集体的头脑怎么会错呢？你有什么外在标准可以衡量他的判断是否正确呢？神志清醒是统计学上的概念，这只不过是学会按他们的想法去想问题。只是他的手指缝里的铅笔使他感到又粗又笨。他开始写下头脑里出现的思想。他先用大写字母笨拙地写下这几个字：自由及奴役。接着他又在下面一口气写下2+2等于5。但是接着稍微停了一下，他的脑子有些想要躲开什么似的，不能集中思考。他知道自己知道下一句话是什么，但是一时却想不起来。等到他想起来的时候，完全是靠有意识的推理才想起来的，而不是自发想起来的。他写道：权力即上帝。他什么都接受，过去可以篡改，过去从来没有篡改过。大洋国同东亚国在打仗，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琼斯、阿隆逊、鲁瑟福犯有控告他们的罪行。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证明他们没有罪的照片，他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是他捏造的。他记得曾经记起过相反的事情，但这些记忆都是不确实的、自我欺骗的产物。这一切是多么容易，只要投降以后，一切迎刃而解。就像逆流游泳，不论你如何挣扎，逆流就是把你往后冲。但是一旦他突然决定掉过头来，那就顺流而下，毫不费力。除了你自己的态度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预先注定的事情照样发生。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反叛，一切都很容易，除了什么都可能是确实的。所谓自然规律，纯属胡说八道。地心吸力也是胡说八道。奥伯良说过，要是我愿意的话，可以像肥皂泡一样离地漂浮起来。温斯顿依此推理，如果他认为他已离地漂浮起来，如果我同时认为我看到他离地漂浮起来，那么这件事就真的发生了。突然，像一条沉船露出水面一样，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个想法。这并没有真的发生，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这是幻觉。他立刻把这想法压了下去。这种想法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他假定在客观上有一个实际的世界，那里发生着实际的事情。但是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世界呢？除了通过我们自己的头脑之外，我们对任何东西有什么知识呢？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头脑里，凡是在头脑里发生的事情，都真的发生了。他毫无困难地驳倒了这个谬论，而且也没有会发生相信这个谬论的危险。但是他还是认为不应该想到它。凡是有危险思想出现的时候，自己的头脑里应该出现一片空白。这种过程应该是自动的、本能的，新话里叫犯罪停止。他开始锻炼犯罪停止。他向自己提出一些提法，党说地球是平的，党说冰比水重，然后训练自己不去看到或者了解与此矛盾的说法。这可不容易，这需要极大的推理和临时拼凑的能力。例如2+2等于5这句话提出的算术问题超过他的智力水平，这也需要一种脑力体操的本领，能够一方面对逻辑进行最微妙的运用，接着又马上忘掉最明显的逻辑错误。愚蠢和聪明同样必要，也同样难以达到。在这期间，他的脑海里仍隐隐地在思量，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就会枪毙他。奥伯良说过，一切都取决于你，但是他知道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意识地使死期早些来临，可能是在10分钟之后，也可能是在10年之后。他们可能常年把他单独监禁，他们可能送他去劳动营，他们可能先释放他一阵子。他们有时是这样做的，很有可能在把他枪决以前，会把整个逮捕和拷问的这场戏全部重演一遍。唯一可以肯定的事情是，死期绝不会事先给你知道的。
传统是不是名言的传统，你虽然没有听说过，不过还是知道，在你从一个牢房走到另一个牢房去时，他们在走廊里朝你脑后开枪，总是朝你脑后，事先不给警告。有一天，但是一天这话不确切，因为也很可能是在半夜里，因此应该说有一次，他沉溺在一种奇怪的、幸福的幻觉之中。他在走廊中走过去，等待脑后的子弹。他知道这颗子弹马上就要来了，一切都已解决，调和了，不再有怀疑，不再有争论，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恐惧。他的身体健康强壮，他走路很轻快，行动很高兴，有一种在阳光中行走的感觉。他不再是在有爱部的狭窄的白色走廊里，而是在一条宽阔的阳光灿烂的大道上，有1公里宽。他似乎是吃了药以后在神志昏迷中行走一样。他身在黄金乡，在兔子出没甚多的牧场中，顺着一条足迹踩出来的小径上往前走。他感到脚下软绵绵的短草，脸上和煦的阳光，在草地边上有榆树在微风中颤动，远处有一条小溪，有雅罗鱼在柳树下的绿水潭中游泳。突然他惊醒过来，心中一阵恐怖，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他听见自己在叫：裘利亚，裘利亚，裘利亚，我的亲人，裘利亚。他一时觉得他好像就在身边，这种幻觉很强烈。他似乎不仅在他身边，而且还在他的体内。他好像进了他的皮肤的组织，在这一刹那，他比他们在一起自由的时候更加爱他了。他也明白，不知在什么地方，他仍活着，需要他的帮助。他躺在床上，尽力使自己安定下来。他干了什么了？这一刹那的软弱，增加了他多少年的奴役啊！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听到牢房外面的皮靴声。他们不会让你这么狂叫一声而不惩罚你的。他们要是以前不知道的话，那么现在就知道了。他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协议，他服从党，但是他仍旧仇恨党。在过去，他在服从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异端的思想，现在他又倒退了一步，在思想上他投降了，但是他想保持内心的完整无损。他知道他自己不对，但是他宁可不对。他们会了解的，奥伯良会了解的，这一切都在那一声愚蠢的呼喊中招认了。他得再从头开始来一遍，这可能需要好几年。他伸手摸一下脸，想熟悉自己的新面貌。脸颊上有很深的皱纹，颧骨高耸，鼻子塌陷。此外，自从上次照过镜子以后，他们给他镶了一副新的假牙。你不知道自己的容貌是什么样子，是很难保持外表高深莫测的。反正仅仅控制面部表情是不够的。他第一次认识到，你如果要保持秘密，必须也对自己保密。你必须始终知道有这个秘密在那里，但是非到需要的时候，你绝不可以让它用任何一种可以叫上一个名称的形状出现在你的意识之中。从今以后，它不仅需要正确思想，而且要正确感觉，正确做梦。而在这期间，他要始终把他的仇恨锁在心中，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又同其他部分不发生关系，就像一个包囊一样。他们终有一天会决定枪毙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在事前几秒钟是可以猜想到的。这总是从脑后开的枪，在你走在走廊里的时候，10秒钟就够了。在这10秒钟里，他的内心世界就会翻了一个个儿。那时，突然之间，嘴上不用说一句话，脚下不用停下步，脸上也不用改变一丝表情，突然之间，伪装就撕了下来，砰的一声，他的仇恨就会开炮，仇恨会像一团烈焰把他一把烧掉。也就是在这一刹那，子弹也会砰的一声打出来。可是太迟了，要不就是太早了，他们来不及改造，就把他的脑袋打得粉碎。异端思想会不受到惩罚，不得到悔改，永远不让他们碰到。
他们这样等于是在自己的完美无缺中打下一个漏洞，仇恨他们而死，这就是自由。他闭上眼睛，这比接受思想训练还困难。这是一个自己糟蹋自己、自己作践自己的问题，他得投到最肮脏的污秽中去。什么事情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情呢？他想到老大哥那张庞大的脸，由于他经常在招贴画上看到，他总觉得这脸有1米宽，浓浓的黑胡子，盯着你转的眼睛，好像自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对老大哥的真心感情是什么？过道里有一阵沉重的皮靴声，铁门扎地打开了。奥伯良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那个蜡像面孔的军官和穿黑制服的警卫。起来，奥伯良说，到这里来。温斯顿站在他的面前，奥伯良的双手有力地抓住了温斯顿的双肩，紧紧地看着他。你有过欺骗我的想法，他说，这很蠢，站得直一些，对着我看好。他停了一下，然后用温和一些的口气说，你有了进步，从思想上来说，你已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是感情上你没有什么进步。告诉我，温斯顿，而且要记住，不许说谎。你知道我总是能够觉察你究竟是不是在说谎的。告诉我，你对老大哥的真实感情是什么？我恨他。你恨他，那很好。那么现在是你走最后一步的时候了。你必须爱老大哥，服从他还不够，你必须爱他。他把温斯顿向警察轻轻一推。101号房，他说。5。在他被监禁的每一个阶段，他都知道，至少是似乎知道，他在这所没有窗户的大楼里的什么地方。可能是由于空气压力略有不同，警卫拷打他的那个牢房是在地面以下，奥伯良讯问他的房间是在高高的顶层，现在这个地方则在地下有好几米深，到了不能再下去的程度。这个地方比他所待过的那些牢房都要大，但是他很少注意到他的周围环境，他所看到的只是面前有2张小桌子，上面都铺着绿呢桌布，一张桌子距他只有1-2米远，另一张稍远一些，靠近门边。他给绑在一把椅子上，紧得动弹不得，甚至连脑袋也无法转动。他的脑袋后面有个软垫子把他卡住，使他只能往前直看。起先只有一个人在屋里，后来门开了，奥伯良走了进来。你有一次问我，奥伯良说，101号房里有什么？我告诉你，你早已知道了答案。人人都知道这个答案。101号房里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门又开了，一个警卫走了进来，手中拿着一只用铁丝做的筐子或篮子那样的东西。他把它放在远处的那张桌子上。由于奥伯良站在那里，温斯顿看不到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奥伯良又说道，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因人而异，可能是活埋，也可能是烧死，也可能是淹死，也可能是钉死，也可能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死法。在有些情况下，最可怕的东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甚至不是致命的东西。他向旁边挪动了一些，温斯顿可以看清楚桌上的东西。那是一只椭圆形的铁笼子，上面有个把手可以提起来。它的正面装着一只击剑面罩一样的东西，但凹面朝外。这东西虽然距他有3-4米远，但是他可以看到这只铁笼子按纵向分为2部分，里面都有什么小动物在里面。这些小动物是老鼠。至于你，奥伯良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正好是老鼠。温斯顿当初一看到那铁笼子，全身就有预感似的感到一阵震颤，一种莫名的恐惧。
如今他突然明白了那铁笼子正面那个面罩一样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他吓得屎尿直流。你可不能这样做，他声嘶力竭地叫道，你可不能这样做。你记得吗？奥伯良说，你梦中感到惊慌的时刻，你的面前是一片漆黑的墙，你的耳朵里听到一阵震耳的隆隆声，墙的另一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那里，你知道自己很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不敢明说，墙的另一面是老鼠。奥伯良，温斯顿说，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你知道没有这个必要，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奥伯良没有直接回答，等他说话时，他又用了他有时用的教书先生的口气，他沉思地看着前面，好像是对坐在温斯顿背后什么地方的听众说话。痛楚本身，他说，并不够，有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咬紧牙关不怕痛，即使到了要痛死的程度，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各有不能忍受的事情，连想也不能想的事情。这并不牵涉到勇敢和怯懦问题。要是你从高处跌下来时抓住一根绳子，这并不是怯懦；要是你从水底浮上水面来，尽量吸一口气，这也并不是怯懦。这不过是一种无法不服从的本能。老鼠也是如此，对你来说，老鼠无法忍受，这是你所无法抗拒的一种压力形式，哪怕你想抗拒也不行。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但是要我做什么？要我做什么？我连知道也不知道我怎么做。奥伯良提起铁笼子，放到较近的一张桌子上，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绿的桌布上。温斯顿可以感到耳朵里血往上涌的声音，他有一种孤处一地的感觉，好像处身在一个荒凉的大平原中央。这是个阳光炙烤的沙漠，什么声音都从四面八方的远处向他传来。其实放老鼠的笼子距他只有2米远，这些老鼠都很大，都到了鼠须硬挺、毛色发棕的年龄。老鼠，奥伯良仍向看不见的听众说，是啮齿动物，但是也食肉。这一点你想必知道，你一定也听到过本市贫民区发生的事情。在有些街道，做妈妈的不敢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哪怕只有5分钟，老鼠就会出动，不需多久就会把孩子皮肉啃光，只剩几根小骨头。他们也咬病人和快死的人，他们能知道谁没有还手之力，智力真是惊人。铁笼子里传来一阵吱吱的叫声，温斯顿听着好像是从远处传来一样。原来老鼠在打架，他们要想钻过隔开他们的格子到对面去。他也听到一声绝望的呻吟，这似乎也是从他身外什么地方传来的。奥伯良提起铁笼子，他在提起来的时候按了一下里面的什么东西。温斯顿听到咔嚓一声，他拼命想挣脱开他绑在上面的椅子，但一点也没有用。他身上的每一部分，甚至他的脑袋都给绑得一动也不能动。奥伯良把铁笼子移得更近一些，距离温斯顿的眼前不到1米了。我已经按了一下第1键，奥伯良说，这个笼子的构造你是知道的，面罩正好合你的脑袋，不留空隙。我一按第2键，笼门就拉开，这些饿慌了的小畜生就会像万箭齐发一样窜出来。你以前看到过老鼠窜跳没有？他们会直扑你的脸孔，一口咬住不放。有时他们先咬眼睛，有时他们先咬面颊，再吃舌头。铁笼子又移近了一些，越来越近了。温斯顿听见一阵阵尖叫，好像就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拼命克制自己，不要惊慌，要用脑筋想，哪怕只有半秒钟，这也是唯一的希望。突然，他的鼻尖闻到了老鼠的霉臭味，他感到一阵猛烈的恶心，几乎晕了过去。眼前漆黑一片，他刹那间丧失了神智，
成了一头尖叫的畜生。但是他紧紧抱住一个念头，终于在黑暗中挣扎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办法可以救自己，那就是必须在他和老鼠之间插进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来挡开。面罩的圈子大小正好把别的一切东西排除于他的视野之外。铁笼门距他的脸只有1-2个巴掌远，老鼠已经知道可以大嚼一顿了。有一只在上蹿下跳，另外一只老得掉了毛，后腿支地站了起来，前爪抓住铁丝，鼻子到处在嗅。温斯顿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和黄牙，黑色的恐怖又袭上心来。他眼前一片昏暗，束手无策，脑里一片空白。这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常用惩罚。奥伯良一如既往地训诲道。面罩挨到了他的脸上，铁丝碰在他的面颊上，接着，不，这并不能免除，这只是希望，小小的一线希望。太迟了，也许太迟了。但是他突然明白，在整个世界上，他只有一个人可以把惩罚转嫁上去，只有一个人的身体，他可以把它插在他和老鼠之间。他一遍又一遍地拼命大叫：咬裘利亚，咬裘利亚，别咬我，裘利亚，你们怎样咬他都行，把他的脸咬下来，啃他的骨头，别咬我，裘利亚，别咬我。他往后倒了下去，掉到了深渊里，离开了老鼠。他的身体仍绑在椅子上，但是他连人带椅掉下了地板，掉过了大楼的墙壁，掉过了地球，掉过了海洋，掉过了大气层，掉进了太空，掉进了星际，远远地，远远地，远远地离开了老鼠。他已在光年的距离之外，但是奥伯良仍站在他旁边，他的脸上仍冷冰冰地贴着一根铁丝。但是从四周的一片漆黑中，他听到咔嚓一声，他知道笼门已经关上，没有打开。6. 栗树咖啡馆里去无一人，一道阳光从窗口斜照进来，照在积了灰尘的桌面上，有些发黄。这是寂寞的15点，电幕上传来一阵轻微的音乐声。温斯顿坐在他惯常坐的角落里，对着一只空杯子发呆。他过一阵子就抬起头来看一眼对面墙上的那张大脸，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服务员不等招呼就上来为他斟满了一杯胜利牌杜松子酒，从另外一只瓶子里倒几粒有丁香味的糖精在里面，这是栗树咖啡馆的特殊风味。温斯顿在听着电幕的广播，目前只有音乐，但很可能随时会广播和平部的特别公报。非洲前线的消息极其令人不安，他一整天总是为此感到担心。欧亚国的一支军队，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和欧亚国打仗，南进申诉。中午的公报没有说具体的地点，但很可能战场已移到刚果河口。布拉柴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已危在旦夕，不用看地图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丧失中非的问题，而且在整个战争中，大洋国本土第一次受到了威胁。他心中忽然感到一阵激动，很难说是恐惧，这是一种莫名的激动，但马上又平息下去了。他不再去想战争。这些日子里，他对任何事情都无法集中思想到几分钟以上。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像往常一样，他感到一阵哆嗦，甚至有些恶心。这玩意儿可够呛，丁香油和糖精本来就已够令人恶心的，更盖不过杜松子酒的油味儿。最糟糕的是，杜松子酒味在他身上日夜不散，使他感到同那臭味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即使在他思想里，他也从来不指明那是什么，只要能办到，他就尽量不去想它们的形状。它们是他隐隐约约想起的东西，在他面前上蹿下跳，臭味刺鼻。他的肚子里，杜松子翻起了胃，他张开发紫的嘴唇打个嗝。他们放他出来后，他就发胖了。
恢复了原来